三国的遗憾到底是什么？是未完成北伐梦的诸葛亮，前不助我，助儿走。还是被赤壁一场大火烧毁统一梦的曹操？我穿越三国，带领黄巾军起义成功，从而一统三国。先秦一统六国，天下归一，筑长城以振我大汉龙脉。今朕以大汉王朝在此立誓，朕在当造福百姓，守土开疆，定我汉朝万世之基。朕王亦将深化龙魂，永存大汉，佑我汉室永世不衰。今天又是刘成沿路乞讨的一天，时至末汉，随处可见都是逃难的灾民。刘成一路乞讨着前行。小说误我啊，连个系统都没有，这让我怎么在东汉末年混下去啊？此时，一对身着青色长袍、头戴黄金的人骑马路过。站住！诸君有何贵干？此人说话甚是奇怪，前几日听闻却无有大才出现，莫非是他？吾乃张宝，见过足下。我去，地宫将军张宝，我靠，不会这么巧吧？传说中的黄金贼到处烧杀抢掠，自己怎么就遇到了黄金贼了呢？足下姓甚名谁？在下刘成，字思聪。原来是思聪先生，失敬失敬。不知先生刚才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何谓小说？我等竟从未闻听过，实为大汉。这是我自己瞎说的，只为娱乐，如有不妥，还望诸位莫要见怪。我看先生言行举止必是大才之人，不如先生随我进城喝杯茶水。喝鸡毛啊！黄巾起义没有多久就会完完，跟着他们瞎混，那岂不是送死？还不如投靠曹老板。实在抱歉，我还有要事在身，恕难从命。既然先生不肯随我进城坐坐，那张某只好得罪了。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先生莫怕，我等不会为难于你。随后，一行人便朝着城内赶去。这人犯了什么事？为何大贤良师的人要抓他？就是，准是干了偷鸡摸狗的事，被抓住了。这张角还真会忽悠啊，竟然被百姓视为大良贤师。就在刘成胡思乱想之际，已经来到了城内一处幽静的宅院外。先生，请进。刘成知道现在自己基本是安全的，这些人想要抓自己充当军师，那岂能辜负他们的好意？自己肯定当好这个狗头军师。进了府邸，刘成便跟在张宝身后。府邸的前院布置很普通，有几十上百名壮汉正在操练着，这明显就是为造反做准备。刘成肯定知道，先生，这些都是我大哥从文图中所精挑细选出来的骨干，先生何以待之？不过是贩夫走卒之辈，何以成大事者？张兄岂不知此等人物只适合当奴仆或是打手，而不是一国之重臣？果然没看错人，这思聪既然如此聪慧，先生真乃英雄也。随我进屋喝杯茶吧。几人来到了客堂内，张宝将刘成安排坐下。我家大哥还在外面暂时敷水，就这百姓，思聪先生稍待，我这就差人前去寻我大哥回来，去叫大哥速速回府。喏。半个时辰过去，一个身着道袍、长相颇为威猛的中年男子大步迈进屋内。二弟，你此番洛阳一行可还安好？听你侍卫说，你还寻回来一位谋士，大哥心里着实高兴不已啊。大哥，洛阳之事容后再议，你我兄弟一别数月，弟也十分想念。对了，三弟呢？怎么没有看到？三弟正在外面助我师傅救治百姓。大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便是我在回来时路上为大哥寻回的谋士刘成，字思聪。在下张角见过思聪先生，我听闻二弟将先生捆绑至此，实在抱歉，我家二弟无礼之处，还请先生见谅。无碍，在下刘成见过大贤良师，大贤良师大名远扬，今日得见实为大慰平生。思聪先生不必拘礼，我们兄弟相称就可。当今这天下苦汉久矣，皇帝买卖官爵，时常是宦官干政，贪官污吏横行，实在是令人愤慨不已啊。只怕你是高兴不已吧？朝堂不乱，你敢造反吗？是啊，久闻大贤良师之大名，当今这天下能有大贤良师这样的盖世英雄出世，实为我天下百姓之福。思聪先生谬赞了，我倒是想为天下苍生出一份力，可是仅凭我三兄弟之力，也是心无力啊。大哥不用忧虑，天下苍生需要的是一方霸主，只有大哥这样的英雄豪杰，才能带领百姓走向太平盛世。还是二弟了解我，我的确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太平盛世，可惜吾等兄弟只是一群碌碌无为之辈，连个官都做不成，实在惭愧。大哥切勿妄自菲薄，你我兄弟同气连枝，若不是因为天下不宁，百姓民不聊生，我等岂会？二弟，张宝见状连忙闭嘴，他差点就说漏了嘴。思聪先生，在下恳请先生能够留在我身边，助我等为百姓谋取太平盛世，不知先生意下如何？要不是自己懂历史，真被这张角这厮给忽悠了。说得好听是为了天下苍生，起义后他手下干的那些破事，哪次没有祸害百姓？我虽不知先生志向如何，但是我可以保证，只要先生肯跟了我，以后定当让先生享尽荣华富贵，做人上人。承蒙大贤良师厚爱，在下要是不答应，便显得太矫情。既然大贤良师开口邀请，在下又如何能够拒绝？
思聪不才，愿跟随大贤良师左右，为天下苍生谋福利。好一个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要是自己不答应，今天怕是只有躺着出这个门了吧？有先生助我，天下苍生何愁不能大昌？大贤良师说笑了，在下只会写算计之术，其余并不擅长，又如何能够为天下苍生谋福利？这等丰功伟业，还需大贤良师您这等人物才行。先生此言差矣，不知先生对天下大事如何看之？可有何高见？这是要考验自己的才华，说的不好还真不行。在下不才，略懂一点皮毛。哦，先生不妨说说。张某洗耳恭听。在下认为，天下如今形势严峻，天灾瘟疫不断，人员流离失所，贫穷困顿，民不聊生。而大贤良师于民众而言，又是神明般的存在。若是大贤良师能够及时拨乱反正，恢复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百姓必将感激涕零，视大贤良师为救世之主。不知先生可曾有办法改变这天下局势？办法有是有，只是什么？先生但说无妨。只是跟着你们这群人没有前途啊！大贤良师既有取而代之之心，何故隐瞒？岂非不信任在下？先生说的不错，我张某人确有此意。这天下他刘家做的，为何我张家就不能做的？我们张氏兄弟为天下苍生劳心劳力多年，这天下我等兄弟早就想要争夺了，只是我等兄弟一向低调，不敢有丝毫举动。现如今先生既已说明了，我们也不藏着掖着。既然大贤良师如此说了，那属下自当愿以满腹谋略为浆，为主公牵马执鞭，谋定天下。此时的刘成早就另有打算了，先假意认张角为主，以后再找机会乘机脱身，到时候自己就可以去寻找曹操了。这叫什么？这不叫身在张营，心在曹啊！如此就先多谢思聪了。如吾等大业有成，定不会忘了思聪的。主公客气了，有主公您这样的雄主，何愁大业不成？思聪此言差矣，想要取得这天下，还需靠着思聪这等谋士才行。只要思聪为我们兄弟谋划天下，我张某人定当厚报。张角啊，张角，你可千万别怪我呀！我可不想和你一起死。这大汉岂是现在这么容易就搞垮的？先生，你刚才所言有改变这天下局势的办法，这办法究竟是什么？还请思聪先生教我。如果黄巾起义成功了，会是什么情况？我是黄巾军首席军师，张角死后，我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开创了新的大汉王朝。思聪先生，你刚才所言有改变这天下局势的办法，这办法究竟是什么？还请思聪先生教我。自恒弘二帝继位以来，天下苦旱久矣，民怨累积至今。今吾等只待一个时机，待朝堂大乱，吾等皆以雷霆之势，趁此揭竿而起，得天下多方响应，从而一举击溃汉室，直取洛阳，则霸业可成矣。思聪刚才所言倒是和我三弟谋划的差不多，而洛阳城中上到朝堂之上，下到三公之外，皆有我们太平道教的信徒，只是这时机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三弟肯定是张良，人工将军。刘成没想到的是，张角的阵营里面还是有智商高的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他的三弟。大哥，内应之事已然办妥。兄，我知道了，36方渠帅那边已经确定了，后日就让唐州去持书报封谞，到时候咱们在邺城揭竿起义，里应外合，大业可成。明白了，大哥。对了，二弟，你半路拐来的这个思聪，你怎么看？大哥，以我看来，这个刘成是有大才能的。其次，他刚才说的那些话不无道理。咱们谋反仍需要大量人才，特别是谋士，而咱们太平道教内就没有多少人会识字。二弟，你分析的有理，这刘成倒是可堪用之人，毕竟才认识不到1天，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想个什么办法，彻底拉拢他才行。大哥，要不咱们把宁儿嫁给他，这样他就是你的女婿。俗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他到时候也只能跟咱们一条心。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也是该给宁儿选个合适的夫婿了。大哥英明，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办吧。是。此时的刘成正在张角的后院闲逛，完全不知道张角想要把自己招为女婿。汝是何人？怎么会出现在后院？在下刘成，字思聪。你是我爹爹的属下吗？张角什么时候有了一个女儿，而且长得如此标致？这也太奇怪了吧！对，我是张大贤良师的属下。哦，既然是爹爹的属下，那你也是我的属下喽。对了，我叫张宁。属下见过宁儿小姐。宁儿小姐，恕在下刚才多有冒犯，在下就不打扰你吹笛子了，告辞。等等，你先别走吗？我有话跟你说呢。宁儿小姐，你还是快点放开我吧，主公还在这里呢。哎呀，爹爹，你在偷看什么？宁儿，你在干什么？
爹爹，你又不放我出去玩，整天待在府里太无聊了。放你出去不可能，别把主意打到思聪先生身上。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哼，爹爹你怎么这么坏呀？人家哪有什么花花肠子啊，我只是在和这位思聪哥哥交流而已嘛。好了好了，你赶紧下去吧，我还有要事和思聪商谈。好吧，那宁儿就先告退了。这是我的嫡女，她母亲去得早，这些年一直忙于太平道教，平时疏于管教，让思聪见笑了。主公说笑了，宁儿小姐才貌俱佳，刚才所吹之乐让人心旷神怡，实乃千古难遇之音律大家。思聪啊，此话从你口中说出确实有趣，我从二弟口中得知思聪你可是会仙曲的。属下之乐也并非仙乐，比不了宁儿小姐刚才所奏的曲子。思聪你谦虚了，不然我也不敢将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你呀。不过思聪啊，你可不要辜负我的一番厚爱啊！我去，不会是真的吧？这张角真的看上我了，竟然让自己做上门女婿。主公说笑了，主公英武雄壮，气质超群，主公的女儿更是天香国色，属下岂敢妄想。思聪，你是我的属下，我可是非常看好你的，所以才将我最心爱的女儿嫁给你。怎么，思聪可有何难言之隐？还是说我张角的女儿配不上你刘成？刘成知道今天如果不答应，自己肯定会被张角关起来，甚至会杀掉，所以他必须做出选择。主公，属下并未有任何难言之隐，只是属下已经有妻室了，属下不能辜负夫人的一片深情。我还以为是什么难题，原来是这个。思聪啊，你放心，你娶了我的宁儿，以后你就是我张角的女婿，你以后就算再娶几门妾室也无妨。那多谢主公厚爱，张角居然会如此不讲武德，这是铁了心要把自己和他们捆死啊！恐怕今后也只能跟他们一条道走到黑了。刘成和张角在后院闲谈了一会，张角期间不断打探刘成的家庭背景，而刘成只得胡乱瞎编乱造，说自己乃是蜀中人士。时间很快便来到了傍晚时分，张角在府内安排了宴席，此时陆陆续续的人已经来到了府中，其中还包括了36渠帅中的一些人物。在下刘成见过这位兄弟，不知兄弟尊姓大名？这名男子正是张角的大弟子唐周。自己身为大弟子都没有资格坐那个位置，这个思聪凭什么？原来是刘公子当年在下管亥，久仰久仰啊！哪里，原来是管壮士，失敬，久闻管壮士的英雄盖世，今天一见果真如此，实在是让刘某佩服啊！刘公子谬赞了！不多时，张角带着张宝来到了大堂，而张良并未到场。城外大营仍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守着，这个人也只能是张良了。诸位，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在这里要宣布一件喜事。不瞒大家，张某已经决定将爱女张宁嫁与思聪先生。另外，我准备册封思聪为我太平道教军师将军，随我左右。这简直就是迎娶白富美，从此走向人生巅峰啊！话说我这个军师能不能玩过东汉末年的顶尖军师还是一回事。多谢主公厚爱，思聪定当尽心竭力辅佐主公，为主公效劳，为主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思聪先生，这是应该的。诸位，请就席入座吧，我们开席。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好，快坐下喝酒吧。这本该是属于我的，张宁也该是我的。为什么半路突然跑出个思聪，抢走了我的一切？此时唐周心里做好了打算，他要去洛阳告密，他要揭露太平道教密谋造反的罪行，让张角付出代价，而他自己肯定能得到丰厚的赏赐。刘成，你刚才说你乃是蜀中士族刘氏子弟，虽家道中落，想必你的才华一定很是了得。如今你既已拜为我太平道教军师将军，不知可否展示一番，让我等信服？这是自然，还未请教阁下名字。鄙人唐周。想起来了，就是这个二货，黄金起义就是这个人告的密。想做我等太平道教的军师将军，你如若不拿出一些真才实学，我等这群人定然不服。说的对，军师如果无才，这怎么能行？那就应唐周兄所言，你尽管出题。既然如此，那么在下便要讨教一番你的诗书礼仪、琴棋书画了。是吗？那就请出题吧。如今天下百姓民不聊生，你就做一首诗来表达当今天下百姓的疾苦吧，不知道你可愿意？这有何难？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首诗名叫《悯农》。军师这首诗实在是令人佩服啊！众人看向刘成的目光变得异常崇拜和敬畏。果然不愧是我张某人的女婿，不仅才华横溢，更是诗歌修养极佳。这诗句一出，顿时将天下百姓的疾苦展现得淋漓尽致啊！多谢大家的夸奖，不知唐周兄可还满意？如若不满的话，我这还有很多首诗没有吟诵出来呢。这诗算你过了，不知刘大军师可否善音律？作为军师，这音不通，可就贻笑大方了。既然如此，那么在下便献丑了。不过我今天给大家整点不一样的，这一曲诸位听仔细了。
身为黄巾军首席军师，起义失败是不可能的。张角死后，我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开创了全新的大汉王朝。思聪啊，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次倾听你的心愿了，实在是叫人万分不舍呀。管兄不用如此，以后我们定能再次相聚，到时候咱们再一醉方休。如此，那就多谢思聪了。明日我也该前往北海郡了，就此告辞吧，先生。管兄慢走，恕在下不能远送。思聪啊，你为何对这管亥如此这般？我麾下其他人也没见你如此亲密。主公误会了，在下并非刻意与管亥相交，只是觉得管亥人品极佳，一见如故，才与他多聊了几句罢了。原来如此，既然你如此欣赏管亥，不知你对此人如何看待？管亥就是在青州北海被关羽砍死的，如果自己不救他，估计怕是会走历史的老路。主公，属下虽对管亥颇为欣赏，但也只是欣赏其才能。主公既任命其为渠帅，定有主公的理由，属下不敢妄加评论，还请主公赐教。管亥确实是有一套治军的法子。思聪啊，你既然是咱的女婿，当然也是自家人，就这个月挑个良辰吉日为你举办婚事，待婚事完了之后，咱们就该立大业了。多谢主公，你我之间何须客气？我一直想要一个有才华的军师，只是这件事情一直都没能成。现在你来了，我心里总算放心了不少。主公言重了，属下谋略方面也只是略懂一二，不及主公千万分之一，不足挂齿。思聪，你这样谦虚，我可不爱听。你的才能，我们刚才可是有目共睹了的。是主公。张角一脸笑意地看着刘成，他很清楚刘成越是谦虚，就证明这小子越有本事。随后张角便把刘成的婚期定在了正月中。第二天，张宁在后院内等了许久，也没见刘成从房间出来，不禁有些奇怪。小玉，小姐怎么了？你说思聪先生还没有起床吗？小姐，这才一夜未见，您就想念思聪先生了呀？哼，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他是我爹的谋士，我只是好奇罢了。去把早食准备好，我亲自给思聪先生送去。诺。不多时，张宁便领着小玉端着早食，朝着刘成的房间走去。思聪先生，我给你送早食来了，你醒了吗？进来吧。屋内，刘成坐在书桌旁，一手拿着笔，在竹简上书写着什么。见过宁儿小姐，宁儿小姐给在下亲自送早食，实在是令在下惶恐不安啊。思聪先生，你太客气了，我特意吩咐厨子给你熬的粥，你快尝尝合不合口味。这味道真是太好吃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粥。好吃的话就多吃一点。不知思聪先生刚才在书写什么？作为军师该做的事情不值一提。刚才刘成正在记录着汉末年间发生的大事，还有他准备颁布一系列军规纪律摘要等等。多谢宁儿小姐的早食，在下还有要事前去面见主公，告辞。刘公子走得真快啊，看来真是一个有大志向之人。小玉，咱们也回去吧。好吧。刘公子，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待，希望你能够帮助父亲。张角此时正坐在自己的大堂之中闭目养神，看到刘成走了进来，便睁开了双眼。思聪这么早便来了，可是有何要事？启禀主公，属下有一事想要禀报。说来听听。主公，属下想要提出建议，改变现在咱们的军纪。主公，大势已期，如果按照现在的军纪执行下去，将来大业必受阻碍。此话怎讲？主公，军中将领大多都是从平民之中挑选，其中有很多是从贫苦百姓中挑选。属下担心以后我军每攻克一城，这些人肯定无法做到克己，必会做出有损我军之名义的事情出来。继续说下去。成大业者，必先有其名义，若是无等，不能恪尽职守，必会被百姓视为贼寇，不能谋取大义，则大业不成。思聪，你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主公英明，属下就是担心这一点，才想要提出建议，改变现在的军纪。主公，您认为如何？既然如此，那就按照思聪说的办，我这就带你去咱们的太平道教总部去看看。属下遵命。于是张角便带着刘成朝着太平道教总部行去。主公，咱们太平道教的发展情况如何？咱们势力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冀州、青州、徐州，以及长江流域靠近中原的荆州、扬州等地。听到张角的诉说后，刘成才明白教内之人大多都是一些无能之辈，不堪重用，而此时朝廷实力保存的也是比较完整，仅仅是靠黄巾军去瓦解，犹如蚂蚁和大象。太平道教总部位于一处巨大的山谷内，根本没有人知晓这里有一座太平道教总部的存在。参见主公。你们几个都起来吧。思聪，前方就是咱们的大军了，也就5万余人，在其他地方也有咱们的军队，合计36方，大方1万余人，小方7000余人，共计35万大军。没想到竟然有30多万兵马，这可不是一般的势力能够相提并论的。
张角带着刘成穿过重重军营，终于到达了深处的帅营帐内。此时帐内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张宝、张良、郭泰、何曼、唐周等等这些昨夜已经见过的人物。诸位，今日我带军师过来是有一事要宣布，诸位务必遵守规矩，若是谁敢违反，我张角绝不轻饶。属下遵命。思聪，你先把之前和我说的军规军纪再讲述一遍，让众位将领都知道你谋划，我等也好有所安排。随即，刘成便对着在场的众人侃侃而谈。刘成也不废话，便开始了宣布起了军纪。众人听完直接目瞪口呆。17道军令斩，这可都是要砍脑袋的。京师，你这是要让我们这些人全都死吗？对呀，思聪军师，这也太严厉了吧！诸位，治军不严，则大业不成。颁布的军规军纪，当然也过于严苛。诸位也是自家兄弟，望诸位务必约束好自己的部下。军师，你是个什么军规军纪？我看还是算了吧，我们又不是真的军人，这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唐周一副大爷模样，表现得十分傲慢，而且态度极其的嚣张，完全不把刘成放在眼里。是吗？不错，就该如此。很好，既然如此，本军师就让你试试军法的威力。唐周藐视上级，无视军规，依法当斩。来人，将唐周拖出去，斩首示众。哟呵，刘成，你还真拿自己当军师了？我唐周第一个不服。主公，请恕属下无能为力，请辞去我这军师一职。思聪，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够辞去军师的职务呢？张角心里犹豫不决，一边是自己未来的女婿兼军师将军，一边是自己的心腹大弟子。这样吧，把唐周带下去重打20大板，以示惩戒。思聪以为如何？特喵的，带不动啊！这黄巾军完全带不动。主公英明。随即刘成便开始宣布了自己的军纪：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一切缴获归公，保护百姓的利益。众人听到这些话，纷纷一脸怪异的看向刘成。这些话可从未听过，叫他们不拿别人的东西，这怎么可能？我刚才所言，希望诸位能够一丝不苟执行下去。主公既任命我为军师将军，那么诸位就要懂得军令如山，如有违者，当以军法处置。诸位稍安勿躁，军师之言不无道理。此番我等起义，皆是为了将来能有一个大好前程。当然，只要咱得了这天下，还怕以后不能光宗耀祖、封其印子吗？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如果谁要是因为一己之私而坏了大事，我张某定不饶他。我等愿谨遵军师之命，不敢违背。诸位，我等皆是为了将来，想要谋取天下大业。吾等不仅需恪尽职守，仍需要时时刻刻记住，我等皆是穷苦百姓出生，而不是贼寇。此时众人对刘成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不再轻视。我等的使命不仅仅是推翻汉室，更是为百姓，为了给主公效忠，无愿以诸军共勉之。刘成的这番话说得极具煽动性，此时众人也完全信服了刘成。兄弟们，如今汉室衰败，百姓苦不堪言，咱们黄巾军想要推翻汉室，务必遵守我说的军纪军规。主公，属下还有一事，请主公答应。思聪啊，何事尽管说来。你既已是我军师将军，只要是对咱们大业有利的，本座自是应允。主公，刚才观我军中将士似乎都没有怎么训练，属下担心这些人上了战场，只要遇到不可战胜的战役，怕是会影响大局。属下建议组建一支强军，以备不时之需。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可是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担心再拖下去恐生意外。主公，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兵在精而不在多，就算我们有100万大军，但是如果没有一支精英的军队带领他们作战，那他们依旧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丝毫战斗力，只能打顺风仗。好，既然如此，就按思聪你说的办，你就从这5万人中挑选出一支精锐出来，然后由你训练他们，我这边给你想办法搞一套装备出来。主公，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深夜，月光照亮了整个军营。张宝、张良两兄弟正在帅帐内商量着今天刘成说的那些军规军纪该如何实施下去。军师是有何事吗？见过2叔、3叔，今日咱们不谈公事，只叙亲情。这酒乃是我特地为2位叔叔准备的，咱们喝一杯吧。思聪，你是自家人，这一声2叔和3叔，我俩自然是当的。如此也罢，思聪，你以后可要好生待我家侄女。如今你即将成为我大哥的贤婿，自然算是我张家的人了。我大哥膝下无子，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你要是对宁儿不好，我这个做叔叔的可饶不了你。3叔，请放心，思聪自然不敢怠慢。宁儿既然嫁给我刘成，我自当将她捧在手心，视为无上珍宝。随即3人便在帅帐内饮酒，不时传来一阵阵爽朗的笑声。2叔、3叔，我身为岳父任命的军师将军，我自认为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可还是有人对我不满，这工作没有办法继续开展下去呀。哼，谁敢对你不满，我管了他。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主公的大弟子唐周。今日之事，你们也瞧见了。我自认为没有得罪他，可是他老是拆我的台，搞得我现在连个军师的位置都坐不稳啊！听闻唐周的名字，张宝和张良脸色也沉了下去。思聪不必忧虑，明日他就要去洛阳了，眼不见心不烦，你怕是很长一段时间都看不见他了。不好，唐周去洛阳肯定是去告密，不过这件事说出来，他们肯定不信。两位叔叔，你们可信任小侄？思聪，你这是何意？你既然是我们的侄女婿，自然就是自家人了，我二人岂有负心的道理？二位叔叔，这唐周绝不可让他去洛阳。我观此人脑后有反骨，心怀叵测。明日若是任由其离去，怕是将来必会酿成大祸。到那时，我等怕是悔之晚矣。此话何解？唐周一直以来都与大哥关系甚密，被大哥视为心腹，并未发现有任何不妥之处。再者，此人行事一向低调，从未犯过什么大错，贤侄不必和他一般见识。二位叔叔，请听我一言，如若不信，则派可信之人暗中跟随他前往洛阳，此子必定会告发我等起义之事。此话可当真？二位叔叔，我已向上人头担保，此事绝对不假。见刘成煞有其事的模样，张良也开始怀疑起唐周的忠诚度，而张宝此时完全相信了刘成的话，毕竟他也听说了一些唐周的私事。三弟，思聪说的不无道理，最近这唐周是有些不正常，而且我听说他还经常出入赌坊，倒卖我军物资。虽说他是大哥的心腹，但难免不会做出一些其他事出来。如果此时不防范他的话，恐怕会生出大乱子。还请三弟派几人暗中跟随他去洛阳，如果此人有任何异常，就将其杀掉，以免坏我大事。二哥放心好了，此事我自有决断。二位叔叔，如没有其他吩咐，那思聪就先行告退了。去吧。是。与此同时，颍川书院一群青年正在书院内谈论天象。先生，我观这天象异变，紫微星暗淡无光，前段时间还莫名出现过7星连珠，难道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吗？志才说的不错，若是老夫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有一代枭雄即将崛起。请问先生，不知这位枭雄是何许人也？你们都先回去吧，这些事情你们以后就知道了。好了，时辰不早了，大家解散了吧。众人听到这里也都纷纷散去，一路上有3个人不断谈论着。先生刚才为何不说出这枭雄是何人？师弟，这你就不懂了。先生肯定也不知道，不然会赶我们走。那原直以为如何？从3人对话不难看出，这几人正是郭嘉、徐庶、系志才，而刚才的老师正是水镜先生司马徽。先生既然不说，我们也不问。不过先生说的对，从朝堂之上就能看得出来乱世将至，我也该离开书院去往其他地方游学了。志才，你如何打算的？我也是时候前往洛阳看一看了。次日，刘成早早的就来到了军营外，只见这群人正在干饭。大都统，俺没吃饱，俺还要。滚蛋！你他娘的都吃了3碗粥了，老子可养不起你这个只会吃的废物。怎么回事？军师没什么事，就是这个杂种吃的多。小的骂了他几句。俺胡车就吃了3碗粥，这粥跟水一样，俺就是没吃饱。胡车难道是历史上那个能负500斤、日行700里、勇冠3军的胡车？这种体型的壮汉绝对适合做一名保镖。刘成心中顿时有了决断。你叫啥名字？俺姓胡，叫胡车。你问俺做什么？你说你没吃饱，那你一顿要吃多少才能吃得饱呢？俺至少要吃20碗吧。随即刘成走到了铁锅旁，瞬间明白了，你们就是这样糊弄我军将士的吗？经师，整个军营里都是这样的，粮食本来就不多，按人头分配下去的，一人1碗也就没有了。我昨夜看了粮食账本，明明记得你们每营1日都有2担粮食，但是今早这里你煮了可有半担，你们还想抵赖不成？经师，不关我的事，都是大都统叫我这么做的，是他克扣军粮。来人呐，把这个大都统和伙夫给我绑起来！你不能抓我，我要见3将军。还不动手！我是军师，我说的话难道不管作用？还是说你们没有把大贤良师放在眼里？2人闻言也不再犹豫，很快便把大都统和伙夫绑了起来。胡车，此事我会为你做主，会为全军士卒做主，以后会让大伙吃饱。多谢军师，你跟我来吧。刘成带着胡车来到了单独的营帐内，只见案板上摆满了吃食，还有鹿肉等等，当然这是作为军师的食物。过来坐，这里就你我2人，你不必拘谨。军师，这不好吧？没有其他事情，小人还是先行下去吧。胡车，我和你明说，我很看好你，而且我想收你做我的护卫，保护我的安全。你也知道，我这个军师可是没有一点武艺。我看你人高马大，甚得我心，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这，当然，你当了我的护卫，以后不会再让你吃不饱饭，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如何？我胡车愿意跟随军师左右，护得军师安全。很好，你自己就先吃吧，我先去处理一些事情。穿越3国的人都知道，跟曹老板混有前途，而我偏要选择黄巾军，建立自己的势力，从而逐鹿天下。
续接上集，身为黄巾军师的我当众拿大都统树立威风，随后便去给张良赔礼道歉。军师今日挑选士卒可还顺利？不知你此番来找我是需要我给你帮忙吗？早上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动了他的人，他竟然没有生气。我此次前来是为今早之事，特意想和三将军赔礼道歉，还请三将军见谅。军师何错之有？既然大哥任命你为军师，你就有权整顿军务，我这个三将军岂有插手的道理？三将军说笑了，这件事毕竟是我引起的，三将军认为可有何不妥之处，还望赐教。张良本来心里还有点生气，见刘成如此放低姿态，也就打消难为他的念头。司从不必如此，你也是为了咱们的大业，此事你自行做主，我不插手。该军法处置就军法处置，该树立威望就树立威望。如此，那就多谢三将军了。随即刘成便离开了帅帐，来到点将台上。诸位将士，你们可认识这二人？此二人克扣我军将士的军粮，违反了我颁布的军规。现在本军师就以他俩正军法。放开我！我要见三将军。他们下面哪一个没有克扣军粮？凭什么只抓我？老子不服！其他人我没有带到，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你却被我亲自抓住，那就由不得你不服了。要是他们被我抓住，下场只会跟你一样。行刑吧！随着刘成一声军令。你们以后谁若是犯下同样的过错，本军师照样会以军法处置，绝不宽恕。所以大家以后都要谨记自己的身份，谨遵军师吩咐。好了，今日就到这吧，散会吧。此时去往洛阳告密的唐周，正在路边的一处酒肆内喝酒吃肉。唐周已然察觉旁桌的三名壮汉时不时看向自己，目光中带着些许敌意。小二，客官，您还有什么需要？再给我上一只烧鸡。对了，你们茅房在什么地方？我去撒泡尿。客官，茅坑在厨房后面。行，我知道了。烧鸡记得快一点，我去就回。要不要跟过去？急什么？他还能跑了不成？咱们继续喝酒。而唐周几个呼吸间便来到了茅厕前。唐周左右环顾了一番，便开始忍着恶臭，顺着这个洞跳了下去。此时正在喝酒吃肉的三人，许久也不见唐周回来，顿时急眼了，全都冲向了茅房。此时唐周正躲在茅坑下面忍着恶臭，大气都不敢喘一口。难不成他真的逃了？对，无论如何也要杀掉他。壮汉走后，唐周爬了上来，浑身散发出恶臭。客官，你咋到茅坑里去了？我以为你吃霸王餐呢。你的烧坤都快凉了，你看还要不要吃？不是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可怜的店小二还没来得及喊出声，便倒在了血泊中。做完这些后，唐周便骑马朝着东南方向狂奔而去。太平道教军营内，这是刘成在军营里面待的第3天。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我希望你们能够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互相配合。我知道你们心中肯定还会有疑惑，但我不会解释，你们只需要听从我的命令，我不想听到任何意见，知道吗？是。很好，现在开始练习排兵布阵。贺一阵，赞。变阵，长蛇阵，聚。你们刚才都在搞什么？变阵竟然还有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上了战场，你们早已经死了千万次了。凭什么你们比其他士卒多吃一顿饭？凭什么你们还有肉吃？本军师还打包票说你们一定是一群精英。现在我很失望啊！众人闻言皆低头不语。对于刘成的话虽然很生气，但是却也不敢反驳。报告，出列。启禀军师，我们这3日没日没夜的训练，俺觉得咱们做的已经很好了。为何？来人，将此人逐出我800人的队列。我的队伍里不允许有任何反驳我的声音。司聪啊，这几日我看这800人训练很是刻苦，并且刚才士兵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这人就留下吧，毕竟他也训练了3天了。请军师饶恕。你看着就行了呀，跑出来拆我的台干嘛？搞得我跟个反派似的。张良见刘成没有搭理自己，心里也有些不开心起来。在他看来，刘成就是不给自己面子。你叫什么名字？报告，小人牛二。牛二归队。我最开始就说过，你们是一个整体，一人犯错，全体连坐，全体都有，围着教场给我跑10圈。张良见刘成点名给自己台阶下，也就不计较刚才发生的事情，心里也好受了许多。随即，刘成在张良的邀请下进入了帅帐，众将领也纷纷跟了上去。司聪啊，今日我观你训练的这800人已经展露锋芒，不知你这训练方法可否全军推行下去？是我麾下那1万人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完全就是一群废物。今日我观军师训练的这800人心里跟挠痒痒一样。其余众人闻言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各位将军莫要急躁，本军师的训练方式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你们不如就按照我前几日的那些开始练吧，只要有骑行就行了，不然体力跟不上。众人闻言皆点了点头，因为刘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一天吃3顿，晚上还要吃肉汤，若是全军5万人都按这个规格推行下去，张角再有钱也经不起这样造。
司从，你今日排的阵法我可是闻所未闻，不知你师承何处？三将军说笑了，我师承万达学院，加师王教授，我也只是学了一点皮毛罢了。某只听说过颍川书院和荆楚学院，没说听过有这么一座万达学院呀。三将军，其实万达学院位于蜀地深山老林中，而且加师王教授喜欢安静，所以三将军你不知道并不稀奇。那这个高人王教授真乃奇才也，不知司从师门中可否还有其他同门师兄弟？加师王教授已经仙逝，只有我这一个不争气的徒儿。哎，每想起加师，我就忍不住怀念过去在万达的日子。众人见刘成陷入悲伤，张良也不好再追问。司聪不必悲伤，相信王教授在天之灵，有司聪这些出彩的徒弟也会倍感欣慰的。王教授，这可不能怪我啊，这张良非要逼我说的。反正现在你也没有出声，我随便扯个借口糊弄过去先。对了，司聪你这阵法。这张良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也罢，既然三将军感兴趣，我也就不藏私了，我就传授给在场的诸位将军，能够领悟多少，就看诸位自己的天分了。那就有劳司聪了。多谢军师，我等感激进见，我等命令军师大人，日后若有需要，尽管吩咐。当然，刘成也有私心，他怎么可能会给张角白打工？张角必须病死，张良也必须战死在广宗，最后我再收拢其余黄金势力，与群雄逐鹿天下。诸位，时候不早了，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明日诸位可按照我刚才所言的练兵法子开始安排操练起来。相信过段时间，诸位手底下的兵卒肯定会焕然一新，将来建功立业唾手可得。司从，今天真是辛苦你了，恐怕今日之后，我军的将领怕是无不对你钦佩不已。哪里，我也是听从主公的吩咐，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点小事实在是无需挂齿。夜晚，刘成回到了自己的营帐内。军师，你找俺何事？这几日辛苦你了，这800人在你的训练下已经渐露雏形，过来坐吧。军师，俺觉得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再有个10天半月的，一定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今日不说他们，我知道你喜欢吃肉，我特意吩咐伙夫给你做了一桌子的肉食，快尝尝。多谢军师。慢点吃，别噎着。军师，俺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对俺如此好过。俺虎彻从今起认军师为主，主公让俺看谁，俺就看谁，俺绝不含糊。此事仍需低调。我虽为军师，可上面还有一个主公，而此番举事虽会动摇大汉根基，却不能令其倾倒。此事入得你耳，切勿外泄，直击一道我定当自立。这800人是咱今后的底牌，你需助我牢牢抓在手中，收其心，方可成事。主公，俺知道该怎么做。穿越三国的人都知道，跟曹老党混有前途，而我偏要选择黄巾军，建立自己的势力，从而逐鹿天下。光和7年正月月中，今天是刘成的大婚之日。此时整个张府大院早已经被布置得非常喜庆。刘成此时穿着大红的喜袍，脸上带着喜意的笑容，站在张角的身边，一副谦卑的模样。司聪啊，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你可别再谦虚了。今天我可是邀请了居禄所有的名士，还有居禄的大小官员，你可千万不能丢了我的面子呀。岳父放心吧，小婿今天定然不辱使命，让您满意。走吧，跟我去前厅面见宾客。大厅内宾客云集，有儒生，有汉室重臣，当然也有各方的名士。这些人也是深知张角在巨鹿的声望，不得不前来恭维。我等见过大贤良师，诸位能来参加张某嫁女的盛宴，实为我张某的荣幸。诸位快免礼。谢大贤良师。这位就是我的贤婿了。见过诸君，在下刘成，字思聪。今日在下大喜之日，幸得诸位前来观礼，莫感激不尽。稍待婚礼结束后，定好生敬诸位一杯薄酒，以示感激。刘公子太客气了，我等只是来看热闹的。皆传闻刘公子乃人中龙凤，今日一观果然如此啊！是啊，刘公子客气了。不知刘公子哪里高就，祖上何许人也？这个问题一问出口，顿时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等待着刘成给予答案。在下出身寒微，祖上并未有人出世。这怎么可能？一个出身贫贱的人，怎么会有这么高超的文采呢？刘公子可莫要骗我等。是啊，刘公子切勿欺瞒我等。出身寒微不是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诸位实不相瞒，家师曾告诫在下，不可将在下出身说出口，否则会引起杀身之祸。刘公子不必担心，你乃大贤良的贤婿，当今这天下谁敢为难于你？是啊，大贤良师威名四海，天下百姓无人不服。既然诸位想要打听在下的祖上，在下便告知诸位，说出来实在是丢先祖的脸面，在下不才，祖上乃嬴姓。此言一出，顿时一片哗然。嬴姓赵氏，这怎么可能？这可是始皇帝的后人啊！众人一阵骚乱，窃窃私语起来。此事乃家师告知在下的，家师曾言，我祖上乃是始皇帝长子扶苏一脉，故隐姓埋名至今。无这一脉家中，如今就只剩我这一人苟活于世。
原来如此，怪不得刘公子的文采这般好，原来祖上是始皇帝的后裔，难怪啊！是啊，是啊。众人对刘成态度顿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脸敬畏之色地望着刘成。总算是蒙混过关了，不过今日过后，自己这身份肯定会被传遍天下。思聪啊，没想到你竟还是始皇后人。我张某的此良婿，实乃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张角才不管刘成说的是不是真的，始皇后人的身份加以利用，对整个局势都是有着非凡意义的。加上他门下信徒众多，传至天下后，最后不是真的也是真的。岳父大人过誉了，莫也是实属无奈被迫道出祖上，可能会对岳父造成极大困扰。贤婿不必多礼，汉可以灭秦，而秦亦可灭。嘿，大哥。张良打断张角即将说出口的话，虽然他们要造反，但是在场人这么多，肯定不能自己就把话说明了。乔某这脑子酒喝多了，有些糊涂了。诸位刚才可否听见了什么？众人也不是傻子，当然知道张角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什么。没有，大贤良师今日嫁女，一时高兴。大贤良师刚才说了什么？大贤良师说喜得贤婿。啊，对，众人纷纷附和，表示没有听清楚。新娘到，既然新娘来了，仪式就开始吧。刘成看着对面张宁，心中一阵荡漾。虽然是在张角底下打工，但是白得一个媳妇还是不错的。吉时已到，新人行夫妻之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张宁被小玉搀扶着离开了大厅。此时众人开始饮酒作乐，众人推杯换盏，纷纷开始对刘成恭维起来。始皇后人这个身份可是深深吸引着众人。刘成也开始对着众人挨个敬酒。我告诉你们，我这个侄女婿本事大了去了，琴棋书法样样精通，兵法更是一绝。这尼玛，这不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吗？本来是皇后人这个身份就经不起考究，一句话直接把我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不就是始皇后人罢了，若真有大才，又何须在这次卖弄？好，你这小子好胆！本是如此，我又何出狂言？阁下言之有理，吾等世家子弟，苦读数十载亦不敢称自己有才，今日闻言，笑煞我也。庶子焉敢嘲笑于我？今日我二叔切勿生气，天下有才之士固然不少，但这与汝何干？尔等皆不过是靠着父辈余荫罢了。士族也好，寒门也罢，岂不知天下何许人最多？当今天下有志之士，何不为民？请问阁下为何？在下刘胜，自知得，而刚才所言简直乃是笑话。吾等有志之士，自当为国为民。为国为民，我辈读书只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敢问在座的诸位儒家子弟可有办到？在场的儒生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反驳。岂不知天下百姓苦汉久矣，百姓食不果腹，皇帝昏庸无能，宠幸宦臣，上有十常侍这等烟祸作乱，下有贪官污吏横行霸道，更有士族欺压苦农。尔等这圣贤之书可否教过百姓疾苦，只为自身所虑，不为天下百姓所思？放肆！你这个狗贼，竟敢公然辱骂当今圣上！你才放肆！岂不知先秦为何所灭？我为先秦遗孤，自认为先秦被灭实属应该，而如今同20之年，又有何意？陈胜、吴广皆无过错，反而有功，民如水，君如舟。汝等这群腐儒，焉能可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理？好一个有功，好一个先秦遗孤，好一个民如水，君如舟。太守大人，这刘成口出狂言，试问该当何罪？本官倒要听听这先秦遗孤如何述说我大汉的不是。此话一出，此时整个大厅内剑拔弩张，张宝右手已经放在了身旁的剑柄上，随时准备大干一场。洪二弟所行之事，想必在座的诸位也都知晓。刘某就不再多加赘言。我从蜀中一路行来，皆是背井离乡的难民，我也曾是这群难民中的一员。流浪至此，新得岳父大人赏识嫁女与在下，路边饿死的灾民，试问在座的诸位，他们何其罪也？朝堂之上可否有赈灾于民？我等身为天子之民，何来受过天子之恩？哼，荒谬！你说这些，谁能信你？尔等岂不知晓，故作自欺，简直愚昧至极。这就是尔等这些所谓有志之士的所作所为吗？岂非大丈夫所为？尔等皆不过是一群趴在吾等百姓身上食血的禽兽罢了。好一句禽兽，畜生不如！是啊，思聪所言句句在理，深得吾心。太平道教的将领见状，纷纷站出来力挺刘成，对于他刚才的所言，简直大快人心。可恶，这先秦遗孤实乃口舌之徒，竟然妄图蛊惑天下人。刘成，你休要妖言惑众，吾等儒家子弟岂容尔在此污蔑？住口！汝这老匹夫，尔等有何颜面称自己为儒家子弟？孔圣人之学博大精深，却是以人礼为先。尔等今日所作所为，比起那些朝堂之上的奸佞之辈，又强到哪里去？可叹尔等张口经典，闭口古训，整日忙碌于
于笔砚之间，我看尔等恐怕只会舞文弄墨而已。世上有尔等这群腐儒，简直就是民之不幸。刘某奉劝尔等，别要玷污了这圣贤之学，更不要玷污了儒家之名。你什么你？汝年纪一把可有功于百姓，如枉活这般年纪，我从未见过像尔等这般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大胆！汝这狂悖小儿，竟然敢辱骂长老，吾等岂容你在此撒野？刘胜，你除了搬唇递舌，你还会什么？简直丢尽了儒家门风。大胆！今天是我张某嫁女的大喜之日，诸位为何这般闹事啊？看来张某在这巨鹿还是少了几分薄面呢。张角在巨鹿就是土皇帝，黑社会大哥，砍死他们这群儒生，太守估计屁都不敢放一个。张公明鉴，你这女婿虽言辞犀利，但确实是有一番道理。恭贺张公喜得贤婿。如此也罢，思聪啊，我看你面带醉意，就先去入洞房吧。估计小女也等不及了，某陪这些宾客好好喝几杯。早晚一天要找回这个场子，跟这群人讲道理，简直就是侮辱自己的智商。不说了，兄弟们，去洞房了。夫君刚才舌战群儒，妾身亦有所耳闻，夫君不必生气，那些腐儒和他们是讲不通道理的。我相信二叔会为夫君教训那群腐儒的。夫人说的是，今日能迎娶夫人，是我刘成这辈子的福气。夫人放心，思聪绝不会辜负夫人的厚望。夫君放心，夫君既为始皇之后人，想必今后定能重振秦氏一脉。我刘成此生能取得宁儿你这样如此美丽的佳人，也算是三生修来的福分。夫君夜已深，就让妾身服侍夫君休息吧。好。与此同时，张府大厅内宴会早已草草结束，张角坐在首座上，眼中充满了怒意。废物，这点事情都办不好，留尔等何用？来人拖出去！饶命啊，梁帅，实在是唐州太过狡猾，吾等3人才会失手，求梁帅饶命。哼，若是你们早点动手，怎会失手？我怎么会派出你们这3个蠢货？此时正是用人之际，此事明日还是询问一下思聪，看可有补救的办法。大哥，唐州掌握洛阳所有的人员名单，还有咱们谋反的证据，马元义等人恐是凶多吉少了呀。你们3人火速前往洛阳，通知马元义等人撤离。要是再搞砸了，你们也不必再回来了。遵命。 3人离开之后，张角的脸色依旧阴晴不定。他现在很担心唐州去朝廷告密。大哥如今箭在弦上，由不得我们了。明日咱们就得起兵了。言之有理，来人，通知我二弟立刻回来，让他别管那群腐儒了。是。此时刘胜的马车上正坐着3名儒者，这3人在刘胜的邀请下同乘，他们正在马车内闲聊着，全然不知自己即将大祸临头。就按刚才说的办，这刘成竟敢辱骂吾等儒家子弟，明日吾就要他的名声臭遍大江南北。不错，辱骂当今圣上，其罪可诛。就算他是始皇后人又如何？到时候天下儒者共唾之。说的没错，就是要这张角的女婿名声臭遍大街小巷，到时候我以韩氏宗亲的身份上书朝堂，告他谋反，他们必死无疑。车内不断传出一阵笑声，而张宝带着一群壮汉正在城内一处偏僻的地方。二爷，此处无人，怎么做？既然他们喜欢满嘴喷粪，那就把他们丢进粪池里淹死，方能解我心头之恨。是，等我上。今晚3名儒生的下场可想而知。清晨，阳光照射进窗户，夫妻2人早早醒来。夫人，咱们再做一次早操吧。姑爷，家族有急事，请姑爷立即过去。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刘成快速来到大厅，大厅内聚集了人，每一个人都面色凝重。刘成就知道大事不好。思聪，你二叔派出去除掉唐州的侍卫失手了，此事你如何看待？启禀主公，此事已然无可挽回，唯有立刻起兵举事，趁朝廷未有反应之际，以迅猛之势取得河北之地，直逼洛阳，36方统一调度，方可一战。若朝廷已有防备，则我等只能退守冀州，与朝廷划江而战。思聪，你可还有何良策？主公，朝廷兵力强盛，我军多为民众，我军不占优势，却可与之僵持。我军不占天时地利，但是可以得天下百姓响应。这民心，我军必要牢牢掌控。军纪军规也必须执行，成立一支执法军，分于36方军中，如有违者，先斩后奏。待我军主力攻破洛阳城池，则朝廷必亡。思聪，此话当真？千真万确，只需我军发挥出人海战术，便可将朝廷打垮。到时候我自有妙计，可让主公安天下。好啊，我有思聪，何愁不能胜朝廷？众将士听令，随我张角今日起兵。遵命。对了，思聪，再为我军响一支旗号如何？口号怎么还要我给你想？你自己不是有吗？见张角盯着自己一脸期待，刘成就知道他现在肯定没有想好旗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此旗号甚得无心。刘成，上前听风。
属下在。今封你为雷公军师，已知军命，三军将士无所不从，如有违者，定斩不饶。多谢主公，这雷公军师还真是难听，不知道以后张角会不会喊出雷公助我。思聪，接下来的单排就交由你了。众将士听令，检阅士卒，出兵伐汉。遵命。刘成知道此次出征关系到自己将来的命运。思聪啊，本是打算3月举事，没想到提前2个半月，你刚完婚就要带兵出征，实在是委屈你和宁儿了。岳父大人言重了，您能将宁儿嫁与小婿，是小婿这辈子的福气，又岂会委屈？如今大事要紧，相信宁儿也会理解的。好，你能够有这份心态，魏父很是欣慰，魏父就把宁儿交付于你了，希望你今生能够善待她。岳父大人放心，小婿绝不负您所托，今生必然让宁儿幸福快乐，绝不受任何委屈。好，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你快去和宁儿告别吧。告别完，我就派人把她安顿好，5时咱们就出发。遵命。刘成回到了后院，看到张宁穿着一新，一脸伤感地坐在凉亭里。夫人，姑爷来了。宁儿，你真美。夫君，我听说你今日就要出征，妾身心中甚是不安和惶恐。宁儿，你放心，我定会平安回来的。对了，宁儿，再为我吹一曲吧。好。宁儿，岳父正等着我呢，我该走了。夫君一切小心，妾身会为你祈福的。晌午，耀眼的阳光如金线般倾泻下来，将一切染成了金黄色。阳光之下便是5万士卒，只见他们全都头戴黄金，手中拿着各式武器。众将士，士别3日，尔等今日令本军师刮目相看，我很满意。现在我将带领你们去打仗，尔等有没有信心？既然有信心，那么你们记住，你们现在要做的便是跟随着本军师走向战场，杀死敌人。不管敌人有多强大，只要吾等敢于战斗，哪怕战死，也绝对不能退缩。主公，该您发言了。诸位将士，今日登台祭天，宣告吴张角为天公将军，吴二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吴三弟张良为人公将军，吴女婿始皇后人刘成为雷公军师。也正是向我等宣布，咱们皆为皇天子民，金皇天理，民心顺，奉皇天之令，讨汉。天公将军万岁！万岁万万岁！出征。5万黄巾军依次朝着平乡县开拔而去。刘成早已做好规划，主力军率先占领整个冀州，再占领邺城，随后杀至洛阳。第2天，5万人抵达平乡县，在刘成的指挥下，分为3波：第一波东门，第2波西门，第3波北门。张角，尔等焉敢造反？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苍天不管天下百姓的生死，我等自当另立黄天。大贤良师，你我之间是否有什么误会？不如坐下来慢慢谈。你说你这是何苦？你若是放弃抵抗，我可以向陛下求情，饶恕你的罪行。这太守明摆着分不清局势，还想让我投降，这简直就是痴人做梦。将士们，随我杀入城内。此时城内还在抵抗的汉族听见这呐喊声，看到太守和县尉这些当官的全跑了，于是直接把武器丢掉，跪在地上投降。二叔，你赶紧带人前去衙门府库，看好里面的物资，防止有人纵火。好，我这就去。府衙大堂内，一众官员跪在地上战战兢兢，仿佛坐在大堂上的张宝随时会砍了他们。大将军饶命啊！大将军饶命啊！哼，你还有脸求饶？老子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当官的，要不是军师有交代，早把你们砍了。你为何不跪？匹夫，死则死耳，我田丰何惧之有？好，田丰你够胆量，既然如此，那老子便成全你。你这个叛贼，你不得好死！来呀，陛下会为我田丰报仇的。天兵一到，尔等反贼艰难逃出连九族，你们都得给我田丰陪葬。动手，给我砍了这老贼！二叔，且慢！思聪，你怎么来了？大哥和三弟可是直接就跑去府库了，你怎么不去凑热闹？二叔，我要是来晚了，你还不得把他们都砍了呀？这里就交给我吧，你先去府库吧，听说有不少好东西呢。那好，这里你来处理吧。久闻元昊先生天资聪慧，乃奇才也。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哼，田某可当不起辱这反贼军师的夸赞。说好的身手不打笑脸人呢？就这耿直的性格，不被袁绍砍了才怪。何为反贼？元昊岂不闻这朝廷早已腐败不堪，百姓对其早已失望透顶，吾等造反也是被逼无奈。难道元昊要为这样的汉室卖命？
当今陛下受奸臣所蒙蔽，吾等身为汉臣，自当尽心竭力辅佐陛下匡扶汉室，还百姓一个朗朗乾坤。啊，对，匡扶汉室，而今这汉室早已烂到骨子里。元昊所言岂非无稽之谈？传言你刘成乃先秦已故，今日一见不过饶舌骨唇之辈，安敢在此饶舌？元昊此言差矣，吾之造反，并非贪图富贵，而是为了天下黎民。如敢造反，皆不过是为己私心罢了。尔等叛贼待到大汉天兵将至，尔等皆难逃株连九族。放肆！既然你油盐不进，别怪我刘某无情。来人，把他关起来。随即刘成便离开了大堂，去了太守府大厅内。思聪啊，如今我们已攻下萍乡县，我和三弟商议明日再次出征，你怎么看？启禀主公，我军需以雷霆之势攻占整个冀州，其中安平郡、广平郡、常山郡，人工将军可率军攻打；而清河郡、平原郡、河间郡，地公将军可率军攻打。我和主公攻打其余郡县。二弟、三弟以为如何？没问题，明日我便领兵去攻。军师安排了就行，我没有异议。不过思聪啊，你那800人可否借与我一用？借个鸡毛啊！安平郡下面有个广宗县，如果历史不假，这货肯定会死在这里。三叔，不是我不借啊，这800人其实早已有安排，我有言在先，要成立执法军。这800人是要分于36方军中的，是用来监督其他州的36方将领，还望三叔见谅。思聪如此安排，岂非大材小用？不如这800人作为骑兵，到时候攻城拔寨，岂不美哉？三叔为何紧盯这800人不放？我是军师，三叔若是对我的安排有何意见，还请赐教。思聪所言岂非我的不是了？就依思聪所言，尽快安排下去吧。张良一听就知道这800人他吃不到了，于是也不再多说什么。既然主公已同意，我便下去安排了。刘成带着胡车，此时正在城内巡视。城内并没有因为黄巾军的攻打陷入混乱，因为刘成安排了巡查军维持秩序，显得秩序井然。这样很好，我军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整个冀州，所以攻下的城池必须要有秩序，不得混乱，更不能闹事，不然我定然要治你们的罪。是，经师。还有一件事，去把城中百姓召集到东门市口，把牢里的田丰带过去，我有事情宣布。巡逻的人走后，刘成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他不知道接下来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胡车，我有要事需要你去做，此事关系咱们以后的大业，此事万不可传扬出去。你附耳过来，我与你细说。此事安定为主公办妥。去吧，注意安全。随后刘成赶去教场，此时教场下站着召集来的800个人，而这800人正是刘成之前亲自训练的800个精兵。尔等训练已有10日，今天是时候发挥出你们的作用了。本军师今日要成立执法军，分为20余人为一队，各自组队。你们明日需各自前往8个州，找到36方渠帅，监督他们是否有人敢违抗本军师的军令或军规。如有违者，直接按照本军师颁布的军法执行。此乃本军师授予尔等的权利。众人一听，顿时眼神发光，这可是美差呀，竟然被派遣到36方渠帅那里。尔等皆是胡车亲自挑选出来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受那些渠帅的诱惑。要是我听到那个州出现了民怨，本军师必将追究你们到底。好了，尔等都散了，各自组队吧。明日我便把调令发放给你们。遵命。刘成一声令下，众人便各自组成一队。随即刘成也离开这里，前往了东门市口。此时市口已经聚集了不少百姓，纷纷等着看热闹，不知道这些黄巾义士会做什么。诸位乡亲父老，我乃是大贤良师麾下的军师，今吾等奉大贤良师之令征讨汉室。你们都知道远在洛阳的刘宏此时正在干什么吗？众人闻言一阵窃窃私语，甚至有的人不知道刘宏是谁。刘宏乃当今天子，如今天下民不聊生，到处都是饿死的灾民。吾等身为他的子民，他不救灾，反安心的坐在皇宫里肉吃酒淋。如今这天子不管咱们百姓的生死，咱们自当也不再是他的子民。刘成说完，扫视一圈台下的百姓，见没有任何反应，继续煽动起来。再看看咱们的大贤良师，为咱们百姓散尸浮水，救治大家，而且还派发食物救治难民。河汉天子刘宏简直高下立判。咱们苦农辛苦劳作，一日复一日，只求温饱。可是这天道，这汉室，这些鱼肉咱们的官吏，这些为富不仁的士族，还要压榨咱们，凭什么？凭什么我等穷苦百姓吃糠咽菜，还要受他们的欺压？凭什么受这世间的不公？众人闻言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看起来十分激动，仿佛恨不得冲上前去与汉室拼杀。咱们共同推翻朝廷，推翻汉室，他们凭什么比咱们高人一等？陈胜、吴广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们愿意你们的儿子世代都为农民吗？你们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给那些恶人糟践，甚至是被打死吗？不愿意。我可怜的儿子就是得罪了他们，被打死的。
俺也一样。这样的天子，这样的汉室，大家说该不该推翻？推翻汉室！推翻汉室！推翻汉室！此时，整个城内的百姓都被刘成煽动了起来，声浪滔天，气势如虹，当即决定要加入黄巾起义军的行列。而田丰直接晕了过去，不知道是被吓的还是被气的。刘成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吩咐左右赶紧把田丰给带了下去。元昊，别来无恙啊！刘成，你这个愣某，你竟然煽动全城百姓谋反，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害他们？朝廷大军一到，整个城都将不存。你真是太高估汉室了，不怕你笑话，有我在，这汉室迟早会被我搞垮。元昊何不弃暗投明，加入我等黄巾义军，与我一起共同推翻朝廷？如果你能够加入我等黄巾义军，以后保证让你封侯拜相，岂不美哉？呸！封侯拜相，刘贼，你杀了我吧，我田丰宁死不降。没想到这个田丰竟如此难以收服，来人！把他给我带下去劳动改造，什么时候改造成功了，什么时候给我带回来。军师，何为劳动改造？你没有种过田吗？军师，我明白了，这就去安排。举寿啊举寿！枉你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忠贞不二，忠孝仁义乃为人之根本。若是你的心中只忠于汉室，那你就是民族之罪人，忠于百姓才是真正的英雄。而你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罢了。司聪，事情都处理完了吗？启禀主公，都处理完了，正要向主公汇报一番。哦，司聪，快请讲。其实张角早就知道下午刘成所做的一切，对于刘成帮助自己收买人心很是高兴。刘成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全部向张角禀告，当然并没有说起胡车。司聪，你辛苦了。你说晚上这些富绅豪强会来给咱送粮，这是真的吗？主公，他们想要活命，自然会拿出诚意。我敢肯定，他们今晚绝对会送来大量粮草物资。现如今仍不是动他们的时候，咱们想要在冀州站稳脚跟，就需要得到这些人的支持。只要不动他们的利益，对于他们来说，谁当皇帝都没有影响。主公一旦称霸冀州，就是他们最大的靠山，到时候他们自然会支持主公。司聪所言甚是，只是看着这群富得流油的富绅士族，我就想给宰了，可惜呀。主公何须为这些人生气？这些人就交给属下去办好了。好了，你退下吧。诺。洛阳城看似繁华景象，实际上却已经是风雨飘摇，随时有覆灭的危险。汉灵帝刘宏也得知了黄巾军起义的事情，这次朝会也并没有派出大军，只是发放海捕文书，让地方官员把贼首全部株连，如同历史上记载的一样，恰恰给了黄巾攻打城池的一些时间。光和7年3月中旬，整个冀州主力军已经达到了15万余众，犹如滚雪球。黄巾军越来越多，刘成也得到了自己应有的利益，他政权也更加稳固，投奔到他手下的人才也开始逐渐变多。最重要的是，他的威望越发高涨。15万主力大军一路南下，冀州各郡县因武备薄弱，兵力弱小，面对人多势众且士气高涨的黄巾军，根本无力抵抗。地方官吏皆望风而逃。此时主力军正在广平县城外聚集了15万黄巾军，他们都在等待进攻的命令。县令此刻正站在广平城墙上，眺望着远处的情况，眼神里充满了绝望与愤怒。城墙上的人听着，我等奉军师之令，劝尔等速速开城投降，莫要负隅顽抗，我军优待俘虏，绝不为难。尔等回去告诉你们反贼军师，我举寿身为汉臣，岂能屈膝投降黄巾贼寇？若敢来犯，必将誓死相搏，绝不会让尔等轻易占领广平县。举大人，现在该怎么办啊？能够和诸位一同战死，是君莫的荣幸。我等身为汉臣，自当为汉室尽忠。此时城外，张角、刘成还有一位女将。司聪啊，终于遇到敢于反抗的人了。我等一路横推过来，似乎太过顺利了一点。今天正好拿这些人祭旗。主公可否与我一赌？我笃定这个举寿会被绑起来，送到我等面前。哦，司聪，你有什么把握？主公有所不知，适才我派人劝降，乃攻心之计。此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我大军15万，想要攻占广平县，只需一攻而下，不费吹灰之力。现广平县四面而围，对方根本没有任何招架的能力，只能投降。夫君说的没错，广平县早就军心涣散了。爹爹千万别和夫君赌，不然必输无疑。既然宁儿都这么说了，那岳父大人以为如何？你这孩子，别以为你替为父着想，我就不与你计较。不是安排你去避难吗？等大业稳固时再接你回来，你竟敢独自偷偷跑回来！爹爹，女儿知错了，还请爹爹原谅。女儿真的不是故意偷跑回来的，只是不放心爹爹吗？担心你夫君才是真的吧？你那点花花肠子为父岂不知晓？哼，哪有？女儿只是想爹爹了吗？啊，对。天公将军、雷公军师，广平县城墙上挂起白旗了，并且城门已经打开了。司聪啊，果然如你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看来这次我们又可以轻松拿下广平县了。
传令，擂鼓，全军进城。主公且慢，还是要派人进城查看一番。我总感觉这个沮授不会这么快投降。思聪此举是否有些过虑了？主公，这个沮授是不会这么轻易投降的。思聪刚才说他们会投降的是你，现如今他们怎么又不投降了？这是何意呀？难道一个小小的广平县还能阻我大军不成？人家都还没出来，你就领着大军往里窜，这不是赶着去送吗？爹爹，夫君说的有理，小心谨慎一点，总归是没有错的。为父都还没说什么，宁儿你就如此向着你夫君，看来我这个爹在你心中的地位真是岌岌可危呀。还有你这个丫头，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身穿盔甲，哪里像个大家闺秀？主公，我曾听闻过沮授此人擅长用兵，且颇具良谋，方才觉得他可能有诈。哦，主公下令全军进城，只待我大军一入，对方万一纵火焚城，我15万大军只怕插翅难逃啊！此刻城墙上，沮授见对面迟迟没有动静，不知道对方是否已经知晓自己的企图。举大人，计议不成事，乃天亦如此，非吾等能够左右。把我绑起来送过去。举大人，这可是不得啊！有何不可？只要能葬送这些反贼，我沮授死不足惜。举大人，您这又是何苦呢？我一决，来吧。就在刘成下令进城排查的时候，沮授被绑着来到了大军面前。这时众将士纷纷将沮授等人团团围住，带到张角面前。想必这位被绑起来的便是沮授，举公语了吧？呵呵，这被捆绑起来的模样倒是有趣。汝等反贼，不配与我相提并论。公羽兄不愧是个分不清局势的英雄豪杰，事到如今竟还敢这般与我说话，只可惜英雄再怎么英勇，终究是英雄种。要杀则杀，哪来的这么多废话？诸位将军，我等越想，就是这个沮授下令让我等负隅顽抗，我等这才将他绑起来，交由各位将军处置，还请将军饶恕我等。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主公以为如何？来人，且慢。我有要事禀告，事关天公将军这15万大军生死。县尉赶紧求饶，生怕张角会砍了他们。王浩，你岂敢胡言乱语？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沮授事到如今，汝难道还看不透这形势吗？汉室早已民心尽失，你愿意为这汉室尽忠，凭什么拉着我等陪你一同送死？你愿意做英雄，凭什么要带上我们？沮授闻言，顿时哑口无言。是啊，他自己甘愿为汉室捐躯，可为何偏偏要拉上别人呢？沮授啊，沮授，枉你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忠贞不二、忠孝仁义，乃为人之根本。若是你的心中只忠于汉室，那你就是民族之罪人，忠于百姓才是真正的英雄。而你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罢了，你将会被百姓钉在历史的长河中，受万世唾骂。是啊，他一心只为汉室，却没有考虑过其他人。沮授想到这儿，脸色变得苍白无比。你以为你设计焚城，我不知晓吗？呵呵，百姓中早已有人把你在城内所做之事告知我等，汝还不自知，岂不可笑至极？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汉室有你刘成这样的敌人，岂能不亡乎？沮授早已算到黄巾主力军一路南下，就是要攻占邺城。前些时日便在城内民宅之中布满干草和火油，借此机会烧死这股黄巾军。可却没想到，不仅没能成功，更是被刘成用言语刺激到吐血晕厥。主公，先派遣大军把城内给清理一下，明日咱们继续行军南下吧。思聪所言甚是，这些人你自行安排吧。随即刘成便将沮授等人全部发配，和田丰一起回巨鹿参加劳动改造。我是黄巾军首席军师，起义后占领了2座城池，朝廷也派出何进、黄甫松等将军来镇压我，还有没扬名的曹操。续接上集，黄巾军接管了广平县，并在城内搜出了大量的火油。这个沮授还真是好胆色，还敢把石油运回来城内，就不怕玩火自焚吗？夫君，你说的这个石油究竟是何物？就是那种遇火即燃，无法用水扑灭的。不知道这个沮授是在什么地方找到这种原油的？好了，宁儿，咱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这里太危险了。洛阳皇宫内，臣等参见陛下。诸卿平身吧。多谢陛下。你等可知太平道教已率15万大军开始南下了，并且直指我洛阳，各位爱卿可有何良策啊？陛下，臣认为太平道教也只是人多而已，他们的人数再多，也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根本就不足畏惧。臣以为，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便是在洛阳周围布防，且派出卢植将军正面北上迎敌，黄甫松将军右侧包抄，朱俊将军左面夹击，将这股反贼主力军歼灭，其余各部州组建相拥御敌。
这个何进虽是出身屠户，但是这一番谋略确实不错。汉灵帝不知道这个番言语是何进手底下做事的曹操教他的。陛下，洛阳的将士许久未曾训练，早已养成懒散的性格，且拖欠的薪俸迟迟未曾发放，臣担忧他们上了战场也会畏首畏尾，难以立功。陛下，我军粮草虽充沛，只是太平道教人数有10几万人之多，请陛下将拖欠士卒的薪俸全数发放下去。另外，臣以为还需从府库内拨出一笔钱来用于犒赏三军，以激励士气。黄甫松的一番话噎得刘宏哑口无言。他本想让这几个大臣出力为自己分忧，没想到黄甫松一上来就找他要钱。陛下，老奴愿意为这次出征捐献出自己的全部身家，共计5000两黄金。明日早朝就是不知道这些做臣子的愿不愿意为陛下分忧了。好啊，众父果然是一片忠心，不像某些人只会找朕要钱。老奴为陛下效命，为陛下排忧解难，乃是老奴的职责。老奴此举乃是所谓的共赴国难事也。何进听旨，封你为大将军，统帅左右御林军屯兵洛阳，拱卫京师，修筑防御工事，加强京师外围防御。遵旨。封卢植为北中郎将，率北军和地方官军为主力进攻河北黄巾军。遵旨。封黄甫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各自左右夹击张角的这支主力反贼军。遵旨。众人离开皇宫后，何进急忙回到府中，召集自己手底下的群臣商讨此战事宜。诸君，而今河北黄巾军已然南下，本将军按孟德所言和陛下提议，由黄甫松等人三面夹击，我等率军拱卫洛阳，诸位可有何看法？启禀大将军，末将认为利用洛阳中间围川、四面环山的地形特点，设8校尉领兵分别驻守，黄巾反贼根本无法强攻进来。此人正是曹操，字孟德，时年29岁，在何进手底下任职点军校尉。不愧是本将军最看重的部下，孟德啊，此言甚得无心啊。末将不敢居功，属下有一事相求，还请大将军应允。孟德有何求？尽管直言。请大将军允许末将跟随黄甫松将军出击黄巾贼，末将也想上前方战场见识一番。你想去吗？末将不想做一辈子碌碌无为之辈，还请大将军应允。孟德，你果然有勇有谋，放心吧，我准你前往。多谢大将军。冀州太行山一带，一群黑山军正等待着一批商队的到来，领头的正是刘成安排的胡车。真兄弟，这批商队你确定会经过这里吗？这是自然，这支商队正是我二哥真眼的，他每次运送货物都会经过这里。甄瑶作为庶子的身份，根本就没资格继承甄氏庞大的家业，很早便被他父亲赶出来谋生。甄瑶则在巨鹿郡利用甄氏的威望，摸爬滚打些许年，积攒下了一些家业。不过这些家业也全被甄瑶捐给了刘成，作为投靠的资本。就在此时，远处响起一阵马蹄声，紧接着就见一队数百人的商队出现在视线之中。放肆！尔等是谁？竟敢抢我护送的商队？俺家主公曾有言在先，此路是他开，此树亦是他栽。尔等要是想从这的过路，留下这些买路财，哼，找死！吃我一枪！俺管你是个汉子，可否留下性命？无奈何见张合，张俊义是也，他谋取了入这个狗头。几回合后，张合稳稳压胡车一头，且此时的胡车正落入下风。胡车是自己主公的心腹爱将，要是折在了这里，估计自己也落不到好处。你们还在等什么？快去助战，将那张合擒下！张合虽勇猛，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人，在这3人的围殴下，他根本没办法招架。主公交代了，我打不过得要抓获的，等他南下攻克完洛阳后，回来再行处理。随后黑山军便把东西全部运往太行山，而商队的这些人自然也被绑票了。张合被捆住双手，时不时听到他们在讨论刘成的一些安排。他们的主公似乎也是一个狠辣之辈。张俊义是不是对我们口中的主公很是好奇？你不必隐瞒了，你现在一定很好奇，我们口中的主公究竟是何许人也吧？不错，我确实对贵主公很好奇，但这又与我何干？你别以为你打的什么主意我不清楚。俊义骁勇，我如若不叫人上阵帮忙，我主公手底下的第一勇士怕是要折在你手中了。哼，第一勇士不过如此。依我看来，你这个主公能干出抢劫之事，怕也只是个伪君子罢了，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匹夫，胆敢辱骂我主公，你这是找死！此时黄巾主力大部队也已经围困邺城3日，因为邺城守备精良，黄巾军也只能围而久攻不下。加上北中郎将卢植已经渡河北前来支援邺城，局势一下就变得危急起来。黄巾军帅帐内，我大军足有25万，却攻破不了这区5万人的城池，实在是让人很是无奈啊！是啊，我军已经连续攻打邺城3日，却始终没有攻破邺城。现在我军粮草已经所剩不多，若是再攻不下，恐怕就真的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到时候就算是攻下邺城又如何？
思聪啊，你倒是说几句啊！你要是再不说些什么的话，恐怕我军这一战就要败了。宁儿怎么了？昨晚可是累煞夫君了呀！好不容易打个盹，又出何事了？父亲，你看夫君他……常言道，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这句话用在此时刘成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诸位实在不好意思，昨夜刘某确实是累极了，直到现在身体仍旧疲惫不堪。你们两个给我收敛一点，这里是军营。宁儿，你要是再缠着思聪，我就把你送回去。哼！主公，此事怪不得宁儿，昨夜是属下不知节制，所以才会让主公和诸位同僚见笑。我定会改过自新，绝不会再犯。罢了罢了，你们也都是年轻人，我也不能管得太宽。只是你们两个记住，不可胡闹。要知道，这里可是军营。属下明白。你说说看，如今该如何攻下这邺城？主公，前日属下就曾说过，这邺城不可强攻，想要强攻下来，我军必损兵折将。卢植将军，吾等在此恭候你多时了，给我放箭！众将士听令，随我杀出重围。军师，如今朝廷已经派大军北上了，如若我等还不尽快将邺城攻下，如何应对这支大军？是啊，军师，这可是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大事啊！若是我们不攻下邺城，我们的粮草最多也只能坚持半个月。主公，切勿急躁，属下早已派出探子前去打探卢植这支主力部队所在何处，想必今日便有人应该回来禀报消息了。这邺城迟早是主公的囊中之物，属下已有定计，还请诸位将军一切按计行事。既然军师已有定计，那吾等就依军师计划行事吧。对，听军师的就是了。主公，此次邺城的守将乃是韩馥，此人为袁氏门生，在冀州也颇有影响力。只不过此人胆小，尚不足为虑。我军只需将壕沟挖好，引漳河水将其灌满，城内必定震乱。我军只需围点打援即可。哦，什么是围点打援？围点打援，顾名思义，就是围住邺城而不攻打，以诱饵吸引卢植这支主力部队进行增援。其真正目的是打增援的敌人，而后邺城无援的情况下，则会军心涣散，我军自可一战而下。原来如此啊！思聪果然是好计策呀！你为何不早些与我述说，害得我白白担忧数日？这个计谋是属下的拙见。思聪，你是文韬武略，有勇有谋，智慧过人，能够想出这种好计谋，已经是天资卓绝。魏父能有你这样的贤婿，很是欣慰。你和宁儿再努力努力，争取早日让我抱上孙子，我就知足了。爹爹，你刚刚还说这是军营，你怎么能谈论这些呢？宁儿，你们成婚也快2个多月了，你这肚子怎么就不争气呢？为父也是想尽快抱上孙子啊。张角这话怎么像是在交代遗言呢？好了，诸位都下去安排吧。思聪此计定能歼灭卢植这支主力部队。马元义，你且留下，我有事与你交代。是。元义啊，你跟了我多久了？主公，末将跟随主公身边做事已有25年7个月18天了。主公的大恩大德，末将一日也不曾忘却。我记得你跟着我的时候还是一个稚童，转眼间过去25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呀。主公，您怎么了？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啊？我没事，只是有些累罢了。这些年你辛苦了，我有一事要你帮我办到。主公，你有什么吩咐尽管吩咐，末将定会全力以赴。我要你暗中杀掉张良。主公，您在说什么？张良乃是你的三弟，为何要？元义啊，你是我最信任的心腹。实话告诉你，我感觉自己时日无多了，而这正是我这个好三弟在我服用的丹药里面下毒。此事我也是不久前才知晓的。没想到啊，到头来我张角没有死于谋反，却要死在自己亲兄弟的手中，可悲可恨啊！我这就去为主公寻来天下有名的医师，定能医治好主公。不用了，此丹毒我已找过元化先生了，他都无能为力。我这个三弟早在几年前就部署了，如今毒入骨髓，早已无力回天。记住，此事不可宣扬出去，不可让任何人知道是我这个好三弟给我下的毒，以免给朝廷可乘之机，导致我黄巾起义未办，进而崩塌。主公放心，属下定守口如瓶。少主知道这件事情吗？宁儿尚不知晓，不过思聪最近老是追问我身体是不是不舒服，肯定有所猜测。待我死后，你就率我留下的死士任其为主吧，他定能带领你们推翻汉室，建立一个太平盛世。还有，一定要保我宁儿之子为君。是，属下定不负主公所托。马元义不敢违抗张角的命令，他也是一个忠诚的人，张角的话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刘成和张宁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之中，两人并肩坐在床榻边，相视无语。夫君，我怎么感觉爹爹今日有些不对劲？我看到他的脸色都有些苍白了，是不是生病了呀？岳父大人或许是有些劳累过度，应该不碍事的。我去巡视军营了，宁儿你就先睡会午觉吧。夫君，我想给你生个孩子。宁儿，你还年轻，还是再等等吧。
不，我最近老是心神不宁，我等不及了。那好，我答应你，等我们攻下洛阳，我便为你寻来最厉害的医师，为你调养好身体，到时候咱们再要孩子。好。傍晚时分，黄金营帅帐内。启禀天宫将军，雷公军师，属下已经打探清楚了，卢植率领的5万军队，其中有5000轻骑兵、3万步兵、5000弓弩手，另外还有500余辆战车，正经过黎阳，朝着邺城快速赶来。看来卢植这支部队兵种还挺齐全的，汉室虽颓废，但朝廷还是有精锐部队的。张角闻言则有些发怵，因为不止卢植这支部队，还有2支部队正左右包抄，正对应着张宝和张良左右两翼。思聪啊，接下来就交由你安排了。此战必须胜，这关系到咱们后续的计划。主公放心，诸位将军这次需留守15万大军继续围困邺城，而本军师则要亲率10万大军前去伏击卢植这支主力部队。众将领闻言点了点头，对刘成的安排表示认同。主公，邺城就交由您了，还请主公坐镇，待我走后第2日，主公可每日前往邺城外校阵，让敌方误以为主公还在这里，而我大军想要进攻他们，这样敌方就猜测不到我军的意图。如此甚好，我就坐镇邺城，卢植这支主力部队就交由思聪你了。属下这就整军准备出发。当晚子时，刘成带领10万大军悄悄地出发，一鼓作气向着东南方向奔驰而去。2日后，刘成带领的大军很快就抵达了他预先想要埋伏目的地。诸位，请看这张冀州地图，可有看到这2条路有何不同之处？军师，这张冀州地图是真的很详细。我军处于山谷内，属于2条道之中，而官道上方有一条河流。我军是否是用大水淹掉卢植这支部队？不对，军师，如果属下是卢植，属下肯定会走小路，因为我军围困邺城，敌人肯定知晓，需绕道而行，趁我军不备背后搞偷袭。说的不错，但如果敌人是走官道呢？那我军又待如何？末将愚钝，请军师赐教。如刘副将所言，想用大水淹掉卢植这支部队，首先我们就要考虑到，敌军如果是走官道，那么就必然会与我军正面相遇，而卢植这支部队也未必会走小路，所以我等只需将他们逼上走小路，这唯一路径。到时候大军于小道设伏，一举歼灭这支部队，而这官道自然就需要用水来破坏掉。军师英明，我等一切听从军师指挥。刘成浑然不知，这场战役将彻底影响整个汉室的历史走向。第3日，诚如刘成所言，官道被水淹，卢植只能从小路绕道。卢植将军，吾等在此恭候你多时了，给我放箭！众将士听令，随我杀出重围。就在卢植准备突围时，前方又一波黄巾军挡住了去路。卢植，枉你身为一代名将，却中了我这个后辈的埋伏，尔等想来也不过如此，害得我如此大费周章。保护将军，传我军令，务必活捉卢植。冲啊！穿越东汉末年，开局一个碗，结尾一个国。吾乃太平道教军师刘成，尔等若是放弃抵抗，我可饶尔等不死。我们愿意投降，愿意归顺太平道，求将军饶我等不死。很好，来人啊，快去将卢植将军进行救治，不可让其死亡。军师为何要救他？直接将其斩了不行吗？你懂个鸡毛啊！咱们通知汉室买回去，我不信汉室不会拿钱来赎人，不赎人则会寒了汉室这些将领的心，赎人则可坐地起价。当然，刘成也有自己的打算，他要把卢植、黄甫松等这些将领全部抓起来。传我命令，快速打扫战场，返回邺城。大军再次开拔返程，已经是第2日。刘成带着一队骑兵率先赶往了邺城。思聪，快和我说说你是如何拿下卢植的？启禀主公，先这样，再那样。思聪此计甚密，可谓环环相扣啊，实在是妙啊！这次属下与卢植交锋，倘若要是他不中伏，属下也只能另想办法将他击退。这卢植身为名将，又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不可能没有防备。这次是属下侥幸获胜罢了。好了，思聪，你也不必过谦了，你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下卢植，已经证明你很是优秀了。来人，通知下去，今晚全军摆宴庆祝，庆贺我们大获全胜。你们都下去吧，思聪你单独留下。思聪啊，为父可能命不久矣呀。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岳父大人，您的身子骨一直很好，怎么会命不久矣呢？岳父大人，您骗我的对不对？呵呵，为父的身体以前的确是很好，可是现在的身体早已经是油尽灯枯了。我不信。对了，华佗一定能救岳父大人，我现在就去寻他。思聪啊，别费心了，如今大业要紧，这汉室一定要推翻。太平道教乃我毕生的心血，如今为父要把它全托付给你了。岳父大人，您应该托付给宁儿，要不然二叔或者三叔也行，我一定辅佐他们将汉室推翻的，把您的基业发扬光大。不用了，宁儿毕竟是个女子，不适合承担起这重任。再者，你二叔就是一个莽夫，根本就压不住我手底下这些人。至于你三叔，呵呵。思聪啊，你是一个聪明人，如今为父最放不下的便是我这个女儿了。如果将来她不得你的宠爱，为父希望你可以不要让她受委屈。岳父大人，请放心，思聪在此立誓，我刘成今生今世对张宁不离不弃，如违此事，必遭天打雷劈。思聪啊，我知道你的能耐，但是有些事情不能急于求成，你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明白吗？听到张角点自己，刘成便怀疑张角肯定知道自己部署在太行山一带的黑山军这一支底牌了。思聪谨遵岳父大人教诲。此事不可告知宁儿。我累了，你下去吧。属下告退。夜晚，军营内篝火通明，黄金将士们都在狂欢，庆祝军师顺利拿下卢植这支部队。吵闹声不绝于耳，一直传到了邺城城内。韩大人，这可如何是好啊？如今之计，怕是只有趁今夜黄金贼庆祝之际，派兵出城袭营了。只要烧毁黄金贼的粮草大营，敌军必败无疑。诸位同僚，我同意严都尉的看法。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如今我们已经失去了卢植将军的支援，接下来我们必须靠自己了。韩大人英明。好，既然如此，今晚就由我率领骑兵绕后突击，尔等率剩下的士兵正面进攻。与此同时，黄金营帅帐内。思聪，你适才说今夜这个韩馥有可能会出城袭营，那咱们赶紧快些准备，还庆祝什么？主公不必担忧，属下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我相信，只需要韩馥赶来袭营的话，定叫他有来无回。哈哈，好，思聪，我看你是胸有成竹啊。回禀主公，我回来时便已命人在城墙外散播卢植战败的消息，又令3万大军埋伏于粮草大营丛林内，且我军粮草早已转移，就算韩馥派人来烧毁，也是徒劳无功，并且只要他们敢派军出城，城内必定守卫空虚，我军即可乘机将邺城拿下。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发起突袭呢？主公，我已命人埋伏于城北，等待时机。一旦韩馥大军全部出城离开，我军立刻发起突袭，可一举拿下邺城。我这个贤婿为我们黄巾军做出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为了表彰我这个贤婿，我决定册封刘成为我下一任太平道教教主。众人闻言顿时哗然，这相当于立太子了。只要张角挂了，刘成就是下一任教主了，这可是天大的事。多谢主公厚爱，莫感激涕零。思聪，快请起，你是我的贤婿，自然当得起下一任教主。你只要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主公放心，莫一定铭记于心，永世不忘。年儿啊，你长这么大，为父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一心只为太平道教，却忽视了你。你可有生过父亲的气？女儿从来都没有怪过您。那便好。好了，时候已经不早了，今晚庆功宴就到这里了，你们都下去准备吧。众人应诺一声，纷纷退出了营帐。夜晚子时，邺城内，韩馥率领骑兵尽数从仁寿门倾巢而出。在他们走后不久，城内的官吏领着剩下的4万余名将士，从启夏门和上丘门依次缓慢出击。韩馥的3000骑兵刚刚离开邺城，刘成就收到了消息，此时正等待韩馥的到来。启禀军师，前方探马回报，发现敌军大举出动，正快速往我们这边粮草大营而来。好戏终于要开始了。启禀军师，敌军已经距离我方粮草大营还有5里路程，而韩馥这支骑兵径直跑向了东南方向，探马已追上去打探情报了。韩馥估计早就发现了不对，转头把这支部队给卖了，然后跑去黄甫松那边的战场，也就是张良率领的右翼部队，这倒是有点意思了。既然如此，就等这支袭营的部队全部进入粮草大营，本军师火烧连营之际，定叫他们有来无回。韩馥就先别管他了，此人胆小如鼠，不亏为韩跑。军师，那接下来怎么办？传令下去，所有士卒做好准备，截杀逃出来的汉族。此时，严刚带领的4万名汉族正在粮草旁边的树林中
都尉大人，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劲？为何前方粮草大营如此安静？你的情报是否有误？不应该呀，我的情报绝不会错。给我送情报的就是黄金贼里的人，且此人还是我的同乡，岂有骗我的道理？严大人，我们还是先等等韩大人再说吧。好，那就先等1个时辰。于是4万余名汉族便埋伏在离粮草大营不远处的丛林里，而刘成这边也在对面的丛林里。见对面迟迟不敢袭击粮草大营，也是一脸懵逼。这群憨憨怎么还不袭营？夫君，换作是我，也觉得你这个粮草大营有问题。此话怎讲？夫君，你看前方军营内一点人气都没有。以往按照他们惯有的思维，粮草营内肯定是有人气的，而此刻粮营内却静得出奇，所以啊，他们才一直都没有动手的意图。传令下去，让里面搞出一点动静出来。夫君不可。如果故意搞出动静，敌人反而以为我们故意为之。那宁儿，你可有办法？办法倒是有一个，夫君要是想听，那你得答应我。你们先退到旁边去。夫人，答应你什么？我明晚要在上面跟你。夫人，这太刺激了吧！2位来将可留姓名。吾乃河北颜良是也。吾乃河北文丑是也。续接上集，韩馥安排火烧黄巾军粮草，却不知刘成早已粮草先行。兄弟们，韩将军正在来的路上，咱们先去烧了敌军粮草。严都尉，咱们要不还是等等吧？现在他们正在换防，如今杀过去正好。跟我走。严都尉，这黄巾军大营太诡异了吧？不管那么多了，一定要将这些粮草全部烧掉，烧完咱们就撤。韩丕，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为何韩馥还不来支援？可恶可恨啊！尔等是否还在等待韩跑的支援？岂不知此人早就抛弃尔等跑掉了，尔等还不投降，更待何时？啊！严刚听到韩馥跑了，顿时心中一阵悲凉。不过他毕竟是汉室死忠，心中虽然悲凉，但表面上却丝毫不显。韩馥已经抛弃吾等，此等败类早晚不得好死。无言刚宁战死，不投降，将士们随我杀出重围。给我上，不用留活口。没想到这里竟有如此厉害的悍将，而且还是2名。2位来将可留姓名。吾乃河北颜良是也。吾乃河北文丑是也。竟然是河北颜良、文丑这2大名将，这可是2流武将，怪不得如此威猛。黄巾军能拿得出手的2流武将一个都没有，这也是刘成一直感到焦虑的事情。2位将士勇武异常，不知2位愿不愿归顺我太平道教？汝等小儿乳臭未干，我等兄弟2人岂会归顺汝等小儿？对，我等不会投靠汝等反贼。好，很好。既然如此，本军师也不逼迫2位，你俩自行离开吧，我不会为难你们2人。啊！放这2人离开。文丑和颜良听到这句话都是微微一怔，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刘成竟会放他俩离开。我奉劝2位一句，莫要忘了汝等是何出身，你俩保卫的这个汉室如此欺压我河北百姓，你2人自称河北人士，可否对得起咱河北之地的百姓？尔等既身为河北人，应自当为我河北百姓效力，而不是为了给这样的汉室效忠，望2位好自为之。刘贼，拿命来！放箭，给我射杀他！刘贼，你个卑鄙小人，竟然不讲武德，放冷箭！严刚不死，你们也不投降。现在严刚死了，你们反而仇恨我，一个不留，不要俘虏。经过一夜疯狂屠杀，剩下的汉军将士全部被斩杀殆尽。整个粮草大营外围铺满了汉军尸体，鲜血染红了一片土地。在粮草大营的一侧，汉军的尸体堆积成山。命儿，我做错了吗？夫君，如果你不下令杀掉这些汉族，我们剩余的粮草根本养不活这些人，而且还要派大军看守。如今南下在即，夫君万不可因此而自责。如果就此背负万世骂名，我张宁愿和夫君一起承担这一切罪孽。好，不愧是我刘成的夫人，我刘成做事虽算不上光明磊落，但也问心无愧。夫君，我们该走了。探马来报，已经拿下了邺城了。命儿，咱们先回中军大营。张角此时正一脸疲倦地坐在大帐中，正在与众将商议着大军进驻邺城事宜。启禀主公，前线传来消息，已经拿下了邺城，并且军师昨夜下令斩杀了4万汉族。
很好，我军的粮草终于不用愁了。诸位尔等可否明白，军师为何宁可背负骂名，也要杀掉这4万汉族吗？尔等岂非觉得军师做错了不成？属下不敢，属下等人自然不敢质疑军师的英明决策，但是军师的行径，属下等人确实有些担忧。担忧什么？军师这般做，会不会招致天下士族文人的唾骂？属下担心。哼，士族的态度那又怎样？他们难道能替代天下百姓吗？思聪、宁儿，你们回来了。主公事已办妥，如今我军可进驻邺城，待休整数日，即可整军南下。哈哈哈！好。士族文人自诩清高，对天下百姓，尤其是百姓中的苦农，更是不屑一顾。这次我军拿下邺城，就是要告诉他们，我黄巾军是不会屈从于他们的。我们要以强硬的姿态征服整个天下。如今大汉的天下早已千疮百孔，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等身为农民出身，自当要为天下农民着想，自当铲除那些不识趣的士族，而这汉室就是最大的士族。众人闻言纷纷点头赞同，一脸的肃穆之色。诸位，天下百姓可以认为我刘成屠杀汉族有错，但是你们身为我黄巾将士，没有任何资格认为我做错了。因为我刘成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皆是为了诸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背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更是诸位的命运。请军师责罚。我知道诸位看得不够长远，但是我刘成能，因为我站在了诸位的肩膀上，正是有着你们对我军令的拥护，我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等愿誓死追随军师，万死不辞。随后，大军开始进驻邺城。此时，邺城内所有百姓围在两侧观望，他们并不害怕黄巾军，因为黄巾军内很多将士都是这些围观百姓中的儿子、父亲或者丈夫，所以没有人会感到害怕。欢迎北伐军队入城，北伐军威，北伐军必胜。之所以称之为北伐军队，因为这些黄巾军全都是冀州河北人士，这样叫更为亲切。张角等人刚进府衙，就有人前来求见。启禀主公，门外有一道士，自称是您的师兄，前来求见，此时正在门外等候。这张角什么时候有一个师兄啊？思聪、宁儿，快随我前去迎接。府衙外，一个老者站在那里，只见他须发皆白，穿一身粗布麻衣，头上戴着一顶方巾，脚蹬一双草鞋。哈哈哈，师兄别来无恙啊！无量天尊，贫道收到师弟举事之信，没想到时至今日竟有如此规模，实在是可叹，可叹啊！师弟，你这身体怎么回事？师兄里面请，等下咱们可得好好叙叙同门之情啊！甚好。此时刘成在脑海里不断搜索着历史，努力想着张角的师兄。师伯乃公崇义阙上师，寓居东方，往来无会，历经社，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无会人多视之，名唤于疾。卧槽，这不就是历史上被孙策砍死的那个老骗子吗？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师兄，我还以为你不会北上呢。难道师弟不欢迎贫道？你我师兄弟二人已经多年未曾见面，这次贫道可是专程前来与你叙旧的。师兄说的对，我们师兄弟3人已经很久不曾聚首了，只是师弟一直在汉中忙碌于天师教，抽不开身。师弟，你这身体怎么了？贫道观你印堂发黑，似乎命不久矣。师兄说的没错，我这具身体的确已是油尽灯枯了，大业未尽，我心有不甘啊！师兄，如今我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宁儿，我担心我走后宁儿会受委屈。师弟恳请师兄能守护在我女儿身边，助我女儿的血脉登上95。师弟快请起，你且放心，只要贫道还活着，必定帮你达成心愿。师弟啊，你可有何把握？你这个女婿能登峰造极？师兄，你的相属和我乃是一脉相承，如此相问，岂非多此一举？那师弟就不要怪贫道直言不讳了。你这个女婿乃是一个妖孽，我怀疑他的身份不简单。你这个女婿，贫道是真心看不穿。师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贫道观这个女婿命格不凡，他的命运贫道算不准，估计祖老道他也算不准。听到于吉的话语，张角心中大吃一惊。他虽然知晓刘成身具妖孽之姿，但并不知道刘成是个什么妖孽。但现在听于吉的口气，刘成来历定然不俗。对了，师兄，你此番前来不会再离去了吧？不了，贫道决定先留下来辅佐宁儿，将来若有朝一日宁儿生下孩子，贫道再做打算。既然如此，宁儿便拜托师兄多加照料了。于吉是道士，精通各种道术，张角相信他一定能够帮助张宁。一转眼便是光和7年5月初旬，左中郎将黄甫松、右中郎将朱俊各自率领中央军精锐来冀州，分别围剿黄巾，而跟随张宝身旁作战的，则是有一定头脑的36方渠帅之一的波才。此时他们正在营帐内商议怎么灭掉朱俊这支部队，正面进攻肯定是打不过的。
建国的龚将军，952特派员，奉军师之令前来传达军令。波才上前接过印符，确认了前来传达军令者的身份。9527，你叫什么名字？启禀将军，小人名叫易拉罐。易拉罐，回去复命吧。遵命。郭将军，司松怎么说？军师说，他已率主力军从邺城内出发南下洛阳，让我军务必守好朱俊这支部队。如果朱俊撤兵回援，我军只需牵制即可。听到这个回答，张宝顿时松了口气。还有，天公将军病危，如今正卧病不起，恐怕撑不了多久了。怎么会这样？波才，你骗我的对不对？大哥身体一直都很硬朗，这才4个多月未见，怎么可能会病危？地公将军，军师说了，主公病危，万不可传扬出去。如今大业要紧，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啊！司松还有何安排？大哥选的继承人是宁儿还是三弟？天公将军选择继承大统的人是军师。军师还说，天公将军现在最大的心愿便是拿下洛阳，能够坐在皇帝的位置上死去。军师承诺一定会帮助天公将军完成这个心愿。现在不管是任何人，只要敢违抗或是延误军师的军令，耽误军师挥军南下，他就会将其格杀勿论。听完波才的话，张宝本来想赶回去见张角最后一面，可是现在他又犹豫了。地公将军，军师还让我提醒您，让你不要离开这里。如果您不想让天公将军失望，那就要死盯着朱俊的左翼部队，这样才能保证胜算。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传令下去，朱俊要是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前来禀告，绝不可让其回援洛阳。遵命。张良这边被黄甫松击退到了广宗县，而且张良早在10多日前便向刘成派出过求援兵，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兄弟们，随我杀出去，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要去找刘成算账。袁公将军，末将和你一起带着人突围，只要能逃离这里，咱们就有机会回去质问军师，为何不派兵前来支援张良？好，张良压根就不知道马元义是张角派来取他性命的。随即，张良便打开城门，带着一队骑兵突围而出，朝着东南方向逃去。孟德、文杰，你2人火速率骑兵追上去，务必拿下张良的人头。我军必须要尽快回援洛阳。没想到卢植将军竟然败了，现在局势很不明朗。遵命。时间很快来到申时，只见冀州平原上响起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数百骑兵快马加鞭奔驰在宽阔的平原上，在他们身后有一支庞大的骑兵紧紧相随。任公将军，咱们该怎么办？后面的官兵实在太厉害了，根本甩不掉他们啊！不行，一定要甩开他们。可是我们马匹的体力已经耗尽了，这样跑不了多久。不，绝对不能停下来，我一定要活着回去找刘成算账。张良不知道的是，他毒害自己大哥的事情早已经被他手下一名心腹给告密了。更不知道的是，身后的马元义一直盯着他的脖子在看。你可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野心太大，暗害主公，这是你咎由自取。将军，马元义，你这个畜生，你为何要杀害任公将军？而跟在后面的曹操和韩馥则看傻了眼，现在张良都死了，他们也就没有继续追剩下那几个人了。韩大人、曹校尉，这个头颅是张良的，这个确实是张良的头颅。诸位，既然张良已经被我斩首，那么咱们就返程吧。韩馥直接就把功劳划分到了自己的手中，曹操也不好说什么，毕竟职位比他大。广宗之战成就了韩馥，也为他埋下了死亡的种子。经此一战，张良的部队全部被剿灭。5月的天气带有些许微凉，河内郡、黄河以南25万黄巾军已经南渡，全军渡过黄河，正准备向着轩辕关方向挺进。他们将要去面临一场决定着整个中原王朝命运的战役。骑兵军师，我军益州、荆州、扬州3部的16方区帅，共计24万大军已向轩辕关方向集结，请军师指示。立刻传令各部迅速向轩辕关靠拢，安营扎寨，待我军与之会合。遵命。夫君，轩辕关距离此处有100里之遥，大军要是急行军，最少也需要5日后才能赶至轩辕关附近。骑兵军师黄甫松已率军南下回援，任公将军被韩馥斩首了。韩馥汝这匹夫，竟然杀了我的三叔，此仇不共戴天。黄甫松现在何处？骑兵军师黄甫松目前正率领5万兵马朝我后方急奔而来，按行程5日后定能抵达黄河边。再探，遵命。刘成看着身旁悲伤的张宁，不知如何安慰。尽管张角和他说了中毒的真相，但他还是不忍心告诉张宁真相。真相往往太过于残酷。命儿，我们应该节哀，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相信三叔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难过的。你和岳父先随大军前去轩辕关会合，而今岳父精神状态很是不好，一路上你要多加照看，不可让岳父再行操劳。我则需要留守黄河以南，伏击黄甫松这支部队。张宁自然听出
出了刘成的弦外之音，意思是让张宁阻止张角乱发号施令。现在张角病得有些糊涂了，经常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夫君万事小心，我定会看好大军，等你凯旋归来的。好。随后，刘成将张良被杀的事告诉了众将士，将士们的反应很大，一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众将听令，我欲埋伏黄甫松，举韩馥人头，祭奠仁公将军在天之灵。还请军师示下。好，既然大家都想要杀了韩馥纳斯，那就按计划行事。接下来，刘成开始了详细的布置，将各种安排一一讲述，一直讲述了半个时辰。此战韩馥必死，黄甫松和其他将领，我要活的，明白没有？明白。黄甫松大军行军5日，来到了黄河边上。此时，黄甫松看着黄河，眉头微皱，心中有一种不祥预感。这黄巾军会不会设有埋伏？传令下去，制作渡船，明早开始南渡黄河。且慢，启禀将军，黄巾主力很有可能在黄河南岸布置伏击，我军斥候已全部派出，如今却无一人回来传达消息。属下猜测，我军派出去的斥候肯定是被黄巾全部擒获，我军不宜渡河。孟德，你可有何看法？将军，据之前情报，5日前黄巾已经渡过黄河。如果他们在黄河的南岸布置伏击的话，那我军渡河一半，敌军乘机偷袭，我军则必败无疑。孟德所言不无道理，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依属下之见，我军必须打探清楚南岸情况，不可贸然南渡。一旦在南岸遭遇埋伏，我军必然全军覆灭。孟德果然乃我大汉之栋梁，很好，就按照孟德的办法吧。你们何人愿带兵前往南岸打探情报啊？听到这话，众人皆有些闪躲。南岸明显可能会有伏兵，去打探情报，这不是找死吗？怎么，你们难道都怕死吗？怕死可以直接离开，汝等岂非要丢尽我大汉的颜面？韩将军勇勇勇谋，斩杀张良立下大功，不知可否愿意前往南岸探查情况，再立奇功？曹操已经把话挑明，自己如若不答应的话，肯定会得罪人。将军放心，末将一定会竭尽全力侦查南岸情况。很好，文杰，你能斩杀张良，可谓是大功一件。如果你侦查有效，本将一定为你向陛下请赏。将军放心，末将必定竭尽全力。韩馥此时恨极了曹操，要不是他老爹曹嵩是3公之首，早就和他翻脸了。既然诸位都没有异议，那文杰你就先去准备吧。黄甫松将军率军南渡黄河，却不知早已落入黄巾军的圈套。大战过后，黄甫松手里拄着长枪，脸色苍白，额头上布满汗珠，显然已经竭尽全力。陛下，我黄甫松愧对你啊！黄甫松，此战你已无路可退，还不速速降之！黄巾贼，入不得后事。尔等凭什么说我等是反贼？我是吃了你们汉室的大米，还是怎么的了？我都懒得骂汉室，你等可知我乃是始皇后人，只允许你们汉室刘邦灭我大秦，就不能允许我这秦氏遗孤灭了你们汉室吗？天下哪有这般道理可言？黄甫松被这句话对得哑口无言，气得浑身发抖。但是他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和刘成争辩。黄甫松，我敬你乃忠义之士，你若是放弃抵抗，我可饶你不死，还放你回去如何？刘成，你休要欺人太甚，我就算死也绝对不会投降。好，那你看看这是谁？是卢植将军。卢植将军，你没事吧？我可没有为难你们卢植将军，我可是命人好生照看了的。你们看卢植将军都快长胖了不少，你们要是不投降的话，我可不能保证。哼，刘贼，快放了卢植将军！不，你待如何？大汉只有战死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将军，不要啊，黄甫将军！校尉赶紧夺过黄甫松手里的长剑，阻止了黄甫松自刎。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怎么黄甫将军这是要自杀吗？我可替黄甫将军感到太不值当了。不投降也成，我们可以慢慢谈啊。哼，刘贼，汝少在这里假惺惺！我黄甫松对汉室的忠贞，岂容尔等小人羞辱？啊，对，我管你对汉室忠不忠贞，在我刘某人看来，你就是一个志同僚于不顾、战败了却、只想着一心求死、不识时务的懦夫而已。我说的可都是事实，你自杀吧，到时候我会让我麾下将士四处宣扬，说你已经投靠了我黄巾军，是你导致的这场战役的失利。反正你都死了，也没有人会证明我说的是假的。刘贼，你也有脸提朝廷二字吗？怎么样，黄甫将军考虑好了吗？我的耐性可不多了，我刘成一言九鼎，说了以后会放了就会放了你，绝不食言。我数3个数，你若是不答应，我就要让卢植和你剩下的将领们一起为你陪葬了。3、2。黄甫松没想到刘成竟然如此无耻，不讲武德，不讲道义，他宁愿死也不愿意背负被如此泼脏水的名声，这让黄甫松的内心很是煎熬。
罢了，成王败寇，刘贼希望你不要食言。就此，黄河半渡而击之战落下帷幕，黄巾军大获全胜，而黄甫松、曹操也成为了刘成的俘虏。军师已按照您的吩咐，在军营四周撒上了生石灰，两岸士卒的尸体也已经妥善处理了。好，伤兵营情况如何？回禀军师，伤兵营的情况还算稳定，但是伤员的数量太多了，我军为何还要救治那些汉族士兵？不如直接……今时不同往日，他们都是我华夏子民。如今我军已经南下，没有诸多限制，能救一个则是一个吧。我记得你也是苦农出身，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太平盛世，最终离不开这些人的支持。军师，我明白了，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办，我一定把那些救治过的汉族发展成为我们的人。好，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军师放心，这是属下应该做的。这名副将连忙表忠心。现在张良挂了，张角要死不活，黄巾里能扛动大旗的唯有刘成一人，一个个心如明镜。你们都下去做事吧，拿下洛阳后，定当为你们论功行赏，封侯拜相，封妻印子，进入加官，享受荣华富贵，那还不是我刘成一句话的事情吗？军师尽管吩咐，末将万死不辞。去准备些吃食，将曹操给我请过来。没一会儿，一名7尺男子出现在刘成眼前。孟德兄，别来无恙啊！不知在下和刘军师是否见过？我和孟德兄乃是第一次相见，不过却是神交已久，十分仰慕罢了。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曹某与刘军师认识呢。既然军师如此客气称呼曹某为兄，不如曹某就以思从贤弟相称，如何？曹操顺杆子往上爬，刘成非但没有拒绝，也不反感，反而觉得理所应当。两人一阵寒暄，气氛颇为融洽。孟德兄，请。这刘成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管了，就算死也做个饱死鬼。吃吧，使劲造，造的越多，我才好找你老爹要饭钱。孟德兄，我敬你一杯。这怎么可以？应该是魏兄敬你款待之情。无妨。菜过3巡，酒过5味，曹操终于忍不住了。贤弟啊，不知教操过来是为何事？还请贤弟明示。我曾立下鸿鹄之志，是要拯救万民于水火。如若我们这群底层人士不奋起反抗，终身只能陷于平庸。吾等皆厌恶平庸，不甘于平庸。我曾见识过太平盛世，如今却求而不得。倘若事与愿违，何不颠倒汉室，创建一番新的局面，岂不快哉？贤弟的宏图霸业，我曹孟德佩服。孟德兄过奖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刘某的私欲在作祟。当然，为了能建立一个能让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不受外族欺辱的太平盛世，我刘成宁愿不择手段。刘军师果真豪迈，敢做敢当，曹某佩服至极。倘若世人明天皆看作你私通，我曹孟德依旧相信你定能不忘初心。孟德兄，你我虽初次相见，却是惺惺相惜。你说的对，也许是人昨天看错了我刘成，今天又看错了，但是我仍然是我，我刘成从来不怕别人看错我。好，思聪贤弟果然豪气干云。哪里，我观孟德兄英姿勃发，一表人才，且具雄韬伟略，富有良谋，在我刘成看来，也绝非寻常之辈啊。军师谬赞了，我曹孟德何德何能，能当得起军师如此夸奖，实在惭愧。曹操不知道刘成这句话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只是心中有些疑惑。我并没有见过刘成此人，应该和他没有什么仇怨啊。孟德兄，你站起来干嘛？快坐下喝酒。曹操心中还是非常忐忑，他并不知道刘成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来人！军师有何吩咐？去把昨日在林子里摘的青梅拿过来，我要跟孟德兄青梅煮酒，好好畅饮一番。遵命。刘贼，就凭你也配招降于我吕布？刘贼拿命来！孟德兄久立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还请示为某言之。我曹操肉眼暗是英雄。孟德兄修得过谦，尽可说来便是。贤弟既想知天下何人可为英雄，那某愿献丑一二，说得不好，还请贤弟莫要见怪才是。呵呵，孟德兄尽可说来，某洗耳恭听了。那董卓镇守西凉，威震四夷，世人宇宙，可为英雄乎？董卓虽勇武过人，善于兵计，却生性残暴。若论英雄，他不及也。闻听此人身边有一婿名为李儒，善谋略，又道是成败皆在李儒。并州丁建阳，粗有谋虑，勇猛有武力，且善骑射，可为英雄乎？丁原乃种中枯骨内忌外宽之辈，怎可为英雄乎？不过麾下有一义子，名为吕布，此人一压天下，勇冠四海，倒称得上是飞将。可惜有勇无谋，有气无节。曹操闻言陷入深思，刘成的情报似乎太过于强大，似乎什么人都了解一般。
孟德兄可知平原郡有一支邪范吕之辈，名为刘备，此人亦是汉室宗亲，又胸怀大志，以匡扶汉室为己任。仔细想来，此人应该还在北海郡阻拦我黄巾青州部攻城吧？刘备，曹魏曾听闻过，此人可谓英雄乎？孟德兄，莫要小瞧了刘备，你又怎会知道今天的无名之辈，来日会不会名震天下呢？此人连我都看不懂，不过任何敢阻拦我黄巾义军起义者，吾都恨不得将其杀而诛之。我黄巾主力军虽已南下，可洛阳有8大雄关，守军不知几何，若无骑兵，怕是难以攻下。孟德兄以为如何呀？曹操这才明白刘成绕了一大圈，就是想知道洛阳8大关的布防图。8大雄关乃镇守洛阳之关键所在，如何布防，岂是我这小小点军校尉所能知晓？不瞒司从贤弟，我只负责管理黄甫将军手底下这些骑兵，其余之事并不知晓。刘成知道曹操没有说真话，也知道他话里的意思。要是卢植和黄甫松这些汉士死忠能将布防图说出来，那才有鬼。时辰不早了，明日我黄巾大军还要赶路，来人送客。大牢里，曹仁和曹洪2人见曹操被带了回来，顿时松了口气。大哥，这个刘成会不会杀了我们？不会，他这是在未雨绸缪，没取得8关布防图前，不会善罢甘休。大哥，这可如何是好？如今他为刀，我们为鱼肉，任凭宰割啊！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今我等孤立无援，除了等死外，还能如何？黄巾贼就没一个好人。而今除了朱俊将军未被俘外，卢植将军和黄甫松将军皆已被捕。早知如此，我等就该去朱俊将军那边。曹操心里也很是烦躁，本以为跟着这位汉室最能打仗的将军能立下点功劳，没想到黄甫松竟翻车了。曹操现在很是后悔来讨伐黄巾。大哥，你这是要干嘛？我要睡觉。大哥，你快想想办法呀！吵什么吵？再吵小心你们的菊花哦！此时刘成正在营帐内处理政务。骑兵军师轩辕关传来急报，说是何事如此慌张？还不快说！我军被一名手持方天画戟的悍将连战8名取帅，现在前线士气大挫，我军士气低迷。我不是下了令，全军扎营，不可妄动吗？是谁在违抗本军师的军令？怎么回事？仔细说。军师，这件事是这样的。副将将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刘成听完副将的描述，心中不由得有些惭愧。命儿呢？他没有阻拦吗？末将不知。明日我率骑兵先行一步。李通和邓茂那边还没有消息传来吗？暂时还未有消息传来。传我命令，让他2人继续追。如果不能将韩馥杀掉，就将其赶出冀州即可。我要尽快赶至轩辕关，亲自督战。还有后方邺城粮道乃重中之重，务必谨慎小心。遵命。翌日天际微亮，刘成率领500黄巾骑兵，向着轩辕关方向疾驰而去。轩辕关，洛阳8关之一，黄巾军主力之所以选择从这里进攻，主要是刘成考虑到益州、荆州、扬州3部黄巾军北上，正好可以与南下的主力军会合。启禀天公将军，那敌将吕布又在营寨外50里出教吗？何人再去迎战？营内众将面对张角的询问，皆不敢言语。父亲，如今我军士气低迷，不该应战。哼，妇人之见，这一仗必须要打。我军若不应战，士气将会一蹶不振。若是再拖下去，恐怕就会全线溃败，到时候只有死路一条。启禀主公，司从军师求见我。快请进来。司从，你回来了，后方战役如何呀？见过主公，某很是担心您的身体，所以尽快解决了后方黄甫松这支部队，现在后方无忧。司从，你有心了。主公，我倒是想会一会这连斩我黄巾8名渠帅的悍将，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神勇。贼将甚是厉害，如若不敌，司从千万要以自身为重啊！主公请放心，我绝对会保证自己安全。黄巾渠帅也不是随便任人宰割的，我定会为我军扳回一局。好，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吧，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于是刘成点起5万精锐大军，其中5000人都是弓弩手，浩浩荡荡地向轩辕关行去。而等待着收割人头的吕布，见到远处一群整齐有序的大军正赶过来，顿时惊讶不已。刘成站在战车上，眺望远处那个手持方天画戟的吕布。奶奶的，现在历史发展完全偏离了正规，估计以后也没有18路诸侯陶董了。汝就是那滨州吕布，吕奉先是也。不错，你是何人？可敢与我一战？吾乃黄巾军师刘成是也。汝这3姓家奴，休得猖狂，岂敢在我正义之师面前狗叫？快保护好我！辕门射戟这个传说，吕布万一要是给自己来上一箭，岂不是要创业失败？大胆反贼，何以辱骂吾乃3姓家奴？某虽为主簿，也不是汝这反贼能够羞辱的。此乃预言，岂不闻我黄巾义士，乃民心之所向？吾观你吕奉先，乃人中之龙，可否降于我太平道教，与我等共创大业？刘贼！
就凭你也配招降于我吕布？刘贼拿命来！刘成现在相当值钱，汉室的臣子们一致认为黄金贼里面就是因为有刘成这个军师在，所以才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只要斩了刘成，那可是能直接封万户侯的。放箭，快放箭！吕布立刻调转马步，他是莽夫又不是傻，冒着箭雨还往前冲。刘成，你个卑鄙小人！你个憨憨，我就卑鄙，你能奈我何？上了战场，谁与你讲规矩？岂不闻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今日之仇，我吕布记下了。说完，吕布领着骑兵就回轩辕关了。义父，孩儿回来了。奉先吾儿，此战可有再斩敌将首级，有立义功否？不等吕布回答，远处刘成便领着黄金大军出现在了丁原的视野里。丁原此刻皱起眉头，不知在想什么。他把吕布斩敌的战功全部包揽到自己头上，官职就跟坐火箭一样，升到了骑郎将。义父，怎么了？难道是这些黄金贼太厉害了？我滨州调回的边防军虽是百战精锐，但黄金贼势大。奉先你虽斩敌将12，可谓伤其根本。且我观此举乃是那张角故意为之，这是为何？我们军师说了，轩辕关之战，我军必胜，尔等必败。我黄巾军兵势惶惶，焉有不胜之理？若是尔等开城降于我军，可饶尔等不死。混账东西！汝等反贼想要攻破我这轩辕关，岂是这般容易的事情？吾儿奉先在此，尔等休要猖狂。我们军师还说，要比智谋，就算10个吕奉先也比不上他刘成。尔等武夫只知勇猛，却无谋略，岂是我军的对手？还有就是吕布，你可知你为何现在还是一个主簿？你的第一任爹没有给你报军功，如果你投靠我黄巾军，定当封你为36天罡上将中的某一将。这话一出，丁原的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眼神也是阴晴不定，明摆着就是离间他们父子关系。我确实是独吞了功劳，但是这个刘成怎么会知道？义父，孩儿是杀那刘贼，请让孩儿率兵出战。义父，孩儿是杀那刘贼，请让孩儿率兵出战。不可！如今我轩辕关守军只有3万，黄金贼兵临城下，正是要我等出城，不可中计。义父，为何我现在还是个文职？别看是个文职，魏父这是在锤炼你的谋略。今日正是你勇武且无谋，才被敌军所耻笑，所以你更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好好学习。义父所言甚是，孩儿明白了。经过黄巾军的几番攻城，双方都没得到好处。轩辕关这块骨头果然难啃，如果靠强攻打下来，49万大军至少要折损10余万人不止。传令，鸣金收兵。轩辕关，吕布立于城楼上，手握画戟，目送着黄巾军的离开。义父，不如我现在带兵追击突袭。不用了，黄金贼刚才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我们把轩辕关守好就行。现在只有靠公孙瓒率兵奇袭冀州后方，断其根本了。可冀州的情况压根就不清楚，公孙瓒如果也从幽州撤下，那先卑。呵呵，为报汉室，我们不是也被调离滨州了吗？做好自己的事吧。夜晚，黄金大营内，众人正在议论讨论着白天的战斗情况。军师，这个轩辕关的防御力还真不赖，我军连城墙都没能踏上，就已经损失了5000余人。不过也仅此而已，何须助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待休整数日，我军定然攻陷轩辕关，此事我已有计较。众人闻言一阵疑惑，他们的军师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轻敌了？你们都下去吧，我自有安排。是，军师。洛阳皇宫偏殿内，什么？你再给朕说一遍。哼，废物！皇甫嵩也是废物，什么关系名将，牵走朕那么多的宝马，居然也被抓了。还有那卢植，是条犬也不会中了埋伏，全都是废物。陛下息怒，这皇甫嵩不知好歹，牵走陛下的宝马寸功为力，这些宝马恐怕还全都自敌了。老奴建议也将他的家眷打入天牢。传朕旨意，将皇甫嵩全家打入天牢。跪在地上通报的禁卫浑身发抖，他知道此刻自己已经触怒了圣颜，但他真的没有办法呀。轩辕关还有捷报传来吗？启禀陛下，丁将军战地将12之后，并未有任何消息传来。传朕旨意，命凉州董卓火速将边防军给朕调回来拱卫京师。遵旨。启禀陛下，袁司空、曹太尉、杨司徒3人前来觐见。快宣。臣等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3位爱卿平身，你们说说，现在黄巾贼都快打到洛阳了，朕该怎么办？陛下，臣等建议迁都长安。老臣附议，如今黄巾势大，斩我北上10余万大军，如今洛阳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再行御敌了。老臣建议迁都暂避锋芒。
启奏陛下，老臣附议，待我汉室重整旗鼓，再一举拿下黄金贼。刘宏听了三人的建议之后陷入了沉默，他没有说话。其实他心中也清楚，如果洛阳保不住了，他只能去长安，只是一时间下定不了决心，毕竟迁都是一件大事。陛下，如今并州10万边防军被紧急调了回来，而幽州边防军远水救不了近火，各部州的地方军又要剿灭地方的叛贼，京师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兵力了。老母也赞同3位大人的话。朕决定将此事交由3位爱卿负责。另外，曹爱卿，朕命令你立即整理好洛阳剩余的南军，防止有人在洛阳生乱，让杨彪给朕查最近是谁在洛阳散布谣言，将散布谣言者全都给朕斩杀。同时派人去益州和荆州征集粮草，如果黄金贼攻破大古关，你们就着手迁都事宜。臣等遵旨。好了，你们都退下吧。洛阳一处宅院内，一群人正在密谋着什么。跟历史一样，王芬、许攸等人密谋诛杀黄门、中常侍这些宦官，再废掉刘宏，改立合肥侯为帝。徐某虽是有才学，可惜却无名。此事若能成功，我徐某也就能够名扬四海了。这样的好事，我岂能错过？诸君稍待，此谋容我三思。诸位，我与合肥侯曾有过约定，如果诸位能够助他成事，事后定当厚报。如我大业能成，那么我大汉之国必将又会是一片繁荣昌盛，本侯必将振兴汉室，复我汉武光武之威。不知诸君意下如何啊？参见合肥侯。诸君快免礼。合肥侯，此次的计划是由你提出的吧？不错，我等都知道陛下已经被奸佞蒙蔽，如今已经被逼迫着去做一个暴君，不能容忍。本侯见我大汉基业将倾，故不得已而为之。不知合肥侯可有几分把握能够成事？这个你们不必担忧，洛阳有我3000死士，皆是勇武之士。徐某倒是有个主意，可惜孟德不在洛阳，不然我有把握说服他。以他爹太尉的身份，至少有90%的把握。不过诸君可知，我还与那原本出有救，他家族43公的身份，我估计拉拢不了。但是我只需将他约出来吃酒，待他喝醉，取走他的腰牌，将合肥侯的死士带入皇宫，则有70%把握可以成事。70%把握已是不低了，不过宫里还有一支2000余人的狼卫军掌握在简硕手中，得先把他给灭掉。本侯觉得可行，诸君欲成大事怎可无险？只要本侯一举定乾坤，朝廷上下皆无理由反对。最后，众人便开始商议这次宫变的细节，约定好于6月中旬举事。时光荏苒，6月初旬，黄巾大军被阻挡于轩辕关外，寸步难进。这段时间，刘成一直在套路曹操，希望从他的口中得到洛阳8关布防图。孟德兄，我49万大军兵临边境，这刘宏就跟狗一样，急得上跳下蹿。最近又干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思聪贤弟，可否与我说说？我于近日收到洛阳传来的消息，你可知卢植的家眷被刘宏给打入了天牢？试问他们何其罪也？我本欲用卢植和黄甫松2人跟刘宏换取一些粮草，看来此事怕是难以成功了。呵呵，这刘宏不过尔尔，汉室岂不亡乎？思聪贤弟，不知我曹操值多少石粮食？孟德兄，你现在的身价大概是50万石左右吧？听到刘成的报价，曹操顿时气急败坏，这摆明了不想放他离开，把他全家卖了也凑不齐这50万石粮食。贤弟此言差矣，我曹操怎值得了如此之高的价格？顶多就值个5万石，贤弟意下如何？孟德兄怎可妄自菲薄？令尊乃3公之首，你曹氏和夏侯氏家境殷实，怎么会不值这个价呢？不过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孟德兄可以用8关布防图，以此来作为交换。这个刘成果然没安好心啊，看来是走不成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不能坐以待毙。好了，孟德兄，咱们就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8关布防图，无论如何我都要得到。你可以选择不给，但我会杀掉你的2位从弟。如果有幸攻破洛阳，那么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灭你曹氏和夏侯氏满门。当然，你可以当这是威胁，你也可以选择不信。我刘成说过，为了推翻汉室，我会不择手段。孟德兄休要怪我刘成不讲情面了。不愧为始皇之后人，我曹某人倒是小瞧了你。也罢，就算给你8关布防图，你拿下整个司隶州又待如何？天下皆是汝等为贼，且汉室根深蒂固，也不是你刘成能为之覆灭的。能否覆灭汉室，就不劳孟德兄牵挂了。孟德兄，咱俩不妨打个赌，如何？打什么赌？赌我刘成10年内是否能统一华夏。如果我能办到，你曹孟德就做我的臣子；反之，如果我没有办到，不。就算我刘成办到了，也答应你3个要求，如何？好，就依你所言。既然我们2人达成共识，那么就请孟德兄绘制布防图吧。
这洛阳八关布防图我会尽快绘制出来给你。可大将军如果没有做出调整，那么凭借此图，你拿下整个司隶州易如反掌。如此，那就多谢孟德兄了。我相信何进再怎么调整，总体而言也不会有太多变动。攻破大古关之后，我定会放你离去。如为此言，我刘成不得好死。孟德兄，请回吧。告辞。汝是何人，竟能与我吕布战上20几个回合不落下风？某乃南阳黄忠，黄汉生事也。今日就让你见识一番我黄某的厉害。曹操绘制出来布防图后，刘成便识破了图的真假。夫君，这曹操画的布防图真真假假。夫君既视他为心腹大患，而他确实如此狡诈，若不除去，恐怕后患无穷啊。此事不用担心，我军只需要攻破大古关，此图便无任何作用。我相信以刘宏的性格，必然不会死守洛阳。这曹操嘛，不说也罢，我是真不舍除掉他，我宁愿他与我为敌，也不愿这个世上没有此人。夫君何出此言？对于刘成而言，格局要打开，与其去收服那些谋士和武将，还不如直接收复他们的主公。此事我心中自有计较，我不会拿剩下这48万大军的生命去冒险。3日后，轩辕关外25万黄金大军严阵以待，剩余的23万则留守大本营。传我军令，先登城墙之队，每队赏金500两；开城门之队，每队赏金1000两。此时，丁原站在城楼上，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不禁心中暗自赞叹：果真是好气势啊！义父为何助他人志气？奉先，你可知秦始皇为何能一统6国？孩儿愚钝，还请义父赐教。我在这群黄巾军的身上，仿佛像是看到了先秦时期的影子。他们虽然是黄巾军，但是那个刘成给人一种他就是秦始皇的感觉。奉先，你率骑兵出城，将敌方的投石机全部破坏掉，能否守住轩辕关就看你的了。义父放心，孩儿定当完成此任。随后，吕布领着3000兵周郎骑冲向了黄巾军，而后面的陷阵营也跟随了上去。陷阵之志，有死无生。那是谁的部将？我军竟有如此勇士，我怎不知晓？启禀军师，此人乃末将北上时招揽的一名部将，在末将麾下担任一名小都统。对了，此人名叫黄忠。啊，黄忠就是荆州南阳人，不过怎么会被张万成裹进黄巾军里面了？刘成知道现在不是多问的时候，历史因为他的到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汝是何人，竟能与我吕布战上20几个回合不落下风？某乃南阳黄忠，黄汉生事也。今日就让你见识一番我黄某的厉害。再拖延下去，恐怕会被活捉。我吕布可丢不起那个人。随后，吕布用尽全力射了一箭。黄忠看到吕布射箭，赶紧取出自己的绑雕弓，朝着吕布所在的箭矢的方向射出了一箭。好强的射术！吕布没想到自己这一箭竟然会被黄忠拦截，顿时心生敬意，而且此人武艺和射术皆不在他之下。黄汉生，我吕布记住你了，来日再与你大战800回合。我黄某岂会怕你？对于黄忠没有打败吕布，刘成并没有觉得奇怪，至少黄忠也没有输。现在黄巾军里面有了一个堪比吕布的顶级武将，这已经是极大的收获了。传我军令，投石机继续进攻。吕布和高顺带着剩余的骑兵撤回了轩辕关。丁原看着自己的骑兵损失惨重，不禁很是肉疼，这些都是他的私人财产。义父，孩儿无能，没能杀掉刘成。奉先，此事不能怪你，为父知道你尽力了，况且刚刚的情况我也看到了，能够挡住你那么久的敌将也是不俗。罢了，轩辕关如不可守，咱们就撤往下一个埋伏点。吕布闻言，脸色有些羞愧。丁原心里当然很气，不过脸色却丝毫不显。将士们，给我攻破轩辕关！一过此关，我大军将无人能挡。25万黄金士卒依次向着轩辕关发起进攻，场面极为震撼。义父怎么办？传令，宣军撤退，快！丁原逃了，丁原败了，斩杀丁原，斩杀丁原！他若不死，必会再次阻拦我军。夜晚，月亮高悬于空，清冷的月光照耀在大地上，使人们更加的清醒。轩辕关内篝火通明，黄巾主力军攻破轩辕关后，刘成并未派兵继续穷追猛打，而在轩辕关安营扎寨。诸位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尽可提出来。启禀军师，末将认为军师安排的合情合理，末将没有任何意见。末将赞同。末将附议。
众副将纷纷表态，这些人都只是农民出身的武将，不懂什么谋略之类的东西，但是他们都相信刘成，相信军师绝对不会害自己的。好，既然列位将军都赞同，那就按计划行事吧。攻下洛阳后，再行论功行赏。如今只是打开了司隶州的大门，诸位切勿大意而为。是。刘成的话说得很明白，只有攻下洛阳才会为他们按军功封赏。毕竟刘成本人也只是个军师，而且他心中早就有了计划，到时候他会自立为王。好了，你们都退下吧，黄忠留下。汉升将军今日勇冠三军，更是替我挡了一箭，刘某可是全都看在眼里呀。军师谬赞了，黄忠实在愧不敢当。汉升将军客气了，我有个疑问，汉升将军为何加入了我等黄巾军？实不相瞒，黄忠也是被逼无奈。我本欲北上寻找乐化先生，救治我儿黄旭，不料却在途中遭遇朝廷派来的将领杀良冒功，着实可恨至极，竟将我等视为反贼。我一时气不过，便将那名汉将斩杀。而后遇到张渠帅率军北上，于是在他的劝说下，这才加入了黄巾军。原来如此，黄旭身体可还好？我能帮你做些什么？黄忠没想到刘成竟然看透了他的想法，而且还愿意帮助他，顿时心里一阵感动。恳请军师帮我寻的乐化先生，黄忠愿以命报答军师的恩德。无妨，汉升，你既然加入了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兄弟，帮助你也是应该的。我会利用我军的情报系统，帮你将乐化先生尽快找到，并且带来。多谢军师。汉升，你今日救命之恩，本军师为你记下了。现在暂封你为先锋牙将，等你再立奇功，36天罡上将，必有你的位置。多谢军师栽培。汉升，如果你有什么需求，只管和本军师提，我一定尽量满足你的需求。你就先下去休息吧，明日我大军还要继续进攻洛阳。多谢军师，末将告退。来人！军师有何吩咐？发布海捕文书，让太平道教所有教徒给我寻找华佗，找到之后立刻给我请来，不可延误。还有，将我岳父没吃完的灵芝和人参，算了，你先去办那件事吧，这件事我自己处理。遵令。其实当年为不甘，才楼修求配良缘，平贵享了我红宗。本初兄，野花虽没有加花香，但这些野花却甚是耐人寻味啊！看来资源也是我辈中人啊。许攸可比不了本初兄，还是本初兄会玩。咱们许久未曾聚首，今日不如就借此机会，无醉不归。好啊，那就陪资源贤弟无醉不归。甚好，甚好，连本初兄，咱们饮此杯。好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袁绍已经喝了不少的酒，此时看起来有些晕乎。本初兄，我挂你面带醉意，要不今夜就留宿于此。我可是为你安排了好几位美人，保证让你满意，如何？极好，极好，还是许攸贤弟深懂我意。反正今日南宫也无事发生，那魏兄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另一处厢房内聚集了一群人。合肥后，袁绍的令牌已经偷过来了。诸位，成败在此一举，能否成功就看今夜了。兵发皇宫，一切听从合肥后的。夜晚，南宫、宣武门宫门口，合肥后带着3000人正在宫门口等待放行。干什么的？这是袁校尉的进宫令牌，我们是给皇宫运送粮食和用物的，还请将军放心。打开检查一下。将军且慢，这么多东西如果都检查的话，可是很耽误时间的。我们还得在天亮之前离开皇宫呢。将军能否通融？如何？原来是袁校尉安排送给陛下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自然不会阻拦，快进去吧。不过你们的马车速度要慢一些，皇宫境内不许喧哗。多谢将军提醒。合肥后一行人顺利通关，向着皇宫内进发。后爷，前方就是正宫了。文祖啊，还得是你。放心，只要咱们今夜起事成功，明日定任你为大司马兼太傅，加封关内侯。后爷说的哪里话？能为后爷效劳，乃是我王芬的荣幸，岂敢奢求太多。文祖，你可是我最信赖之人，有你相助的话，那这个皇帝之位就非本侯莫属了。嘿，来者何人？竟敢擅闯宫廷！宦官或国殃民，吾等今日行清君侧，诛杀宦官，还我汉室朗朗乾坤。给我杀！随我冲入正宫，诛杀宦官，活捉刘宏。合肥后，朕早就猜测到会是你，你还真是不识抬举啊！朕可是一直待你如同亲兄弟一般，没有降你的爵位。可是你呢？为何还要来反朕？你们一个两个全都来反朕，朕何错之有？你们都该死！
混奸！事到如今，少在这惺惺作态，汉室都快要亡于你手，居然还有不悔改！你死后有何颜面去面对我汉室先祖？朕是皇帝，就算是做错了，也容不得别人来说三道四。来人，将合肥后给朕拿下！哼，是啊，朕要他死。属下遵命。哼，就凭你一个小小的护卫吗？金属交鸣声响起，在寂静的夜空之下，格外清晰，仿佛是催命符般。给我上，拿下刘宏，尔后重重有赏。王月，拦住他！想我6岁习武，练剑20余载，居然败于你的手中，剑圣之称果然名不虚传。刘宏，我会在阴曹地府等着你。正当众人觉得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合肥后强忍着一口气，射出了袖箭。陛下，快传太医。翌日清晨，旭日东升，洛阳城一处宅院内，诸位，而今合肥后已然败亡，咱们该何去何从之？吾等既然逃脱不了被清算，还不如就此加入黄巾军罢了。不行，张角乃农户出身，无才无谋之辈，怎可覆灭汉室？诸位岂非忘了陈胜、吴广的前车之鉴？诸位可知最近洛阳街传言刘成此人为人刚正不阿，善于用兵，覆灭汉室10万余大军，且居四皇之资。吾等何不投靠于他？将来必定有一番作为，也不算是埋没我等。尽管如此，黄巾如今依旧未能一举定乾坤，而今汉室忙于对付黄巾，无暇顾及于我等。华某决定举足避祸，徐州隐姓埋名，静观其变。许攸是一个冒险者，对于华歆做出的选择也并未相劝。此时曹府内，刘成也派人来索要粮食。晚辈甄瑶见过曹公。免礼。我儿的青钢剑为何会在你的手中？我儿到底怎么了？令郎的安危，曹公不必忧虑，他只是在我家主公那里做客罢了。哼，先生，既然代表你家主公来我府上，不知我曹家需付出何种代价，你家主公才会放了我儿？还有，我儿近来可好？可有在你们那儿受罪？曹公说笑了，令郎在我家主公那里做客，何来受罪之说？可是恰逢饥荒之年，我家主公就算是地主，家里也没有余粮啊。令郎能否平安归来，全凭曹公您的态度了。依你之言，多少石粮食可换回我儿？这个嘛，就要看曹公您的意思了。好，那老夫就给你1万石粮食，希望我儿能够平安归来。曹公此言差也，1万石粮食怎可与令郎相提并论？哼，既是如此，还请先生明示。20万石啊？没有商量的余地吗？曹公乃是3公之首，据我所知，曹公在这洛阳城中的产业就不下100余，曹公怎会拿不出这20万石粮食？你觉得老夫会用我曹家全部家产赎回我儿吗？你们不要太过分了。曹公此言差也，遥有一法，可使曹公不出1分1毫，便可赎回令郎。是吗？那你有何办法？很简单，只需要曹公将征集给何进粮草的位置告知我等，这粮草我等自己去取，这既可保证曹公家里的产业全部安然无恙，又可以赎回令郎，此乃两全其美的办法，如何？你休想！老夫不同意，你这是让老夫背叛朝廷，背叛汉室，这无异于断我曹氏的后路。曹公此言差也，若是曹公不同意，那只有你自己出这笔粮草了。据我所知，曹公这太尉之职，每年都得给汉室缴纳一笔不菲的钱财，就算甄某有权给曹公打个对折，那这也是一笔不菲的数目。曹公若是用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那么这第2年的太尉之职可是要痛失其手了呀。甄瑶这句话说到他的心坎里了。如果是花汉室的钱办自己的事，那么就能保住官职，毕竟只是透露一点消息罢了。也罢，你附耳过来，老夫告知于你。6月初旬至中旬，半个月时间，整个司隶州陷入了黄巾军疯狂的进攻之中。晌午时分，太阳正烈，刘成正领着7万大军朝老杨坡方向行去。传令下去，埋锅造饭吧。是，军师。随后，黄巾军正离老杨坡不远处生火造饭，一股股香味朝老杨坡不断飘散而去。我日他的，这些反贼真是幸福啊！不仅仅是吃饭，好像还能吃肉，我像是闻到肉糜的香味了。就是，搞得我都想加入黄巾贼了。你个憨憨，小点声，不要说这些。要是被丁将军知道了，你小子肯定会被砍了的。这都还没到饭点，黄巾军就开始生火做饭了，能不能有点职业操守？不知道我们这边还饿着肚子，埋伏你们吗？传令下去，给士兵发放干粮，吃饱了，等下给本将军好好的干他们。
高将军，我的也给你吃吧。吕将军，你不饿吗？吕布和丁原明着是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实际上背地里和丁原躲着偷吃。我不饿，高将军你快吃吧，等下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多谢吕将军。高顺也不客气，接过后几下便啃完了，他的心里也对吕布越发的崇敬起来。吕布要是知道一块饼子就把高顺收买了，那还不高兴坏了。注意看，穿越者正在带领黄巾军吃大锅菜，殊不知吕布张辽、高顺早已埋伏在前方。汉升将军，这是我命人专门为你烤的烧鲲。汉升作为我军第一猛将，无肉而食，那怎么能行啊？军师至此终不敢推辞，多谢军师厚爱。汉升啊，你最近也不必太过于担忧黄旭。华神医正赶往邺城，而令郎想必也快要到邺城了。相信过段时日，以华神医的医术，令郎必然康复。多谢军师大恩大德，末将无以为报。汉升，你我之间何须如此？黄忠面对这几只烤鲲，自然是和自己手底下的士兵瓜分了，他也不好一个人吃独食。这黄金贼怎么还不前进啊？就是好歹咱们并州边防军也是威震先辈的存在，如今只能用这一招来对付黄金贼。谁说不是呢？还不如回老家摘砂糖橘呢。丁原心中也憋着一股气，最近被黄巾军打成狗，连续3次落荒而逃。孟德兄，大古关离这儿不远了，攻破大古关之后，我俩就要分离了。我倒是不舍你离开呀。贤弟莫不是要食言不成？孟德兄不必忧虑，我秦城答应过会放了你，自然是会办到的。只是这些时日同孟德兄相处的异常开心，一想到孟德兄会离我而去，我这心里就甚是不舍啊。我们也许会有再见面的那天。是啊，也许说不定再见就是敌人了呢。或许吧。那孟德兄，你可得加把劲啊，不然你这个敌人太过于弱小，我还真是不屑与之为敌啊。听秦城这样一说，曹操不禁一阵苦笑。孟德兄，你可知前方隐藏着怎样的危险吗？贤弟莫不是以为前方有埋伏不成？这的地势就是山地，不难看出我们四周都是群山，灌木丛生。而今天气逐渐炎热，诸位可有何想法？钟以为按军师所言，敌军肯定在远处山坡上设了埋伏，并且是想通过火攻来消灭我等。不错，汉升所言甚是，正是如此。我军的兵力数倍于敌人，若敌军是正面进攻我军，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住我军攻强大的攻势，只有依靠火攻，这样才能打败我等。军师谬赞了。诸位将军带兵打仗不仅仅是靠勇猛就够了的，更多的是要有谋略。你们看到那边远处的山坡了吗？遇到地势险要之地，你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敌军是不是会在那里设伏。而今正值夏季，周围也有很多干柴，正适合运用火攻。众将领闻言恍然大悟，曹操此时下定决心，回去之后就把7岁的曹昂送给秦城当徒弟。军师，如果远处山坡上真有埋伏，我等该如何将计就计，将其破之？诸位将军，你们能想到将计就计，也不枉我这些时日对你们的教导。汉升将军，想必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末将认为，敌军既然选择了在山坡上设伏，那么他们肯定是藏在了山坡上那茂盛的杂草丛里。末将以为完全可以反过来，我们利用火攻来对付敌人，我等只需要派人沿山谷两侧纵火，点燃杂草，借助风势。呵呵，不错。起风了，传令，火烧老杨坡。遵命。好一个将计就计，好一个以火攻火啊！孟德兄，这次还得多亏于你，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不可能逃过这一劫。此话怎讲？孟德兄，你从我军攻破轩辕关之后，就表现得有些不正常。直到前些天，我准备继续招降卢植和黄甫松2人时，你猜黄甫松说了什么？说了什么？呵呵，孟德兄，你倒是沉得住气。孟德兄，你也不用掩饰了，你们曹氏4兄弟向来形容不离，如今我却只抓住曹仁和曹洪，还有一个曹纯，想必孟德兄早就知道他就在对面的山坡上了吧？我想知道黄甫松说了什么，让你怀疑。孟德兄何必装呢？我既然敢说，自然就证明我的确是有证据的。我把所有因果关系全部结合起来，猜测到丁原肯定会设下不同于八关布防图的埋伏，而埋伏地正是此处的老杨坡。只要卢植和黄甫松也死在这场战斗当中，你曹操自然能洗脱供出八关布防图的嫌疑。贤弟，你在说些什么？曹某听不懂了。也罢，孟德兄倒是沉得住气。不多时，老杨坡两侧开始燃起熊熊烈火。丁原率军刚冲下山坡，就见到下方黄巾大军人正等着他们。曹纯，你不是说在这里埋伏万无一失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个说法。丁将军计已不成，实乃天意如此。我曹家死士愿是死护卫丁将军撤退。另一侧山坡，吕布等人同样被山火逼下了山，而等着他的自然是黄忠率领的3万黄巾。
贤弟，能否让我族弟一命？不行，孟德兄，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你的杰作，你怎么能不好好欣赏呢？是吧？你怎样才能放过我族弟曹纯一命？开出你的条件。孟德兄，瞧你这话说的，我听着怎么像是在埋怨我呢？想要救你族弟也可以，我要你回去后想办法帮我把玉玺偷来，一个玉玺换你族弟的性命，还是很划算的。玉玺，你难道还想称帝不成？怎么样，孟德兄？曹操看着被围住的曹纯，眼神中闪烁着犹豫，他心中很清楚，只能先答应秦城。好，我答应你。听到此话，秦城赶紧下达军令，活捉曹纯。不过丁原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丁将军快走，有我殿后。丁原听后没有任何迟疑，直接骑上马就想逃离。文远将军，你等，若是放下武器投降，我便放过丁原，如何？此话当真？自然当真。没过多久，张辽等人全被活捉，而吕布这边，高顺等人为了掩护吕布逃脱，同样也被当场活捉。傍晚时分，山坡上的一棵棵大树被烧成焦炭，看上去一片荒凉，没有半点生机。山坡下，营地内，骑兵军师战损已统计完毕。此战我军歼灭敌军3000余人，俘虏敌军4000余人，我军伤亡500余人，重伤100余人。军师，这些俘虏如何处理？去将各级副将叫来营帐，将所有降将给我带过来，还有将曹操、卢植、黄甫松也给我一并带过来。遵命。不多时，曹操、卢植、黄甫松和张辽、高顺等8名部将全都被捆绑着带到了营帐之内。诸位，是生是死，自己决定吧。军师，我愿意投靠黄巾军。没有骨气的狗东西，竟然选择做黄巾贼的走狗。高顺将军，你自己不愿意投靠我黄巾义军也就罢了，为何还要羞辱于弃暗投明的人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高顺闻言，把脸朝向一边，压根就不搭理秦城，似乎对他有很大成见。文远将军，那你是如何选择？死则死耳，我张辽何惧之有？文远将军，你是否对我有什么误解？我张辽虽是一介武夫，但也知道人生天地之间，当以忠孝为本，要做汉室的忠臣而不是叛徒。我既已加入汉室，就应该为汉室效死，不能做一个背信弃义、忘恩负义之徒。素闻文远将军乃忠义之士，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汉室何德何能，能有文远将军这等忠肝义胆之士，实为汉室之心。我黄巾的诸位将军也当向其学习才是。吾等皆愿誓死效忠军师，宁死不降。好啊，文远将军，不光你乃忠义之士，我这些黄巾将领也不遑多让啊。张辽没有说话，脸上充斥着坚毅和坚强。他看得出这些黄巾副将一个个都是宁死不降之辈。穿越三国的朋友都知道，武将美女那是样样不能少，但是咱们的主角是带领黄巾军起义，而这些忠于汉室的名将自然不愿意归顺。续接上集，秦城不断的给张辽、高顺二人洗脑，奈何二人始终不肯归降。翌日清晨，黄巾军继续开拔，准备进军大谷关。军师，既然张辽等人不愿意投降，为何不让他们领盒饭？这你就不懂了，我会一点一滴的转变和固化他们的思维，最终成为我最忠诚的追随者。武将也好，谋士也罢，包括这些黄巾将领，都是需要时间去慢慢的转变他们的思维。大谷关作为京师洛阳正前方的一道门户，自然有大军驻守，而这守关之将便是何进。何大将军，我有一计，可覆灭黄巾全部大军，只需要您点头即可。孔张有何妙计？快与我道来。启禀何大将军，伺候回报，他们安插在黄巾贼中的间谍获取了他们后方的粮道的消息，只要我们派出人马奇袭他们的粮道，那么黄巾军定然全线崩溃。何进闻言眉头紧皱，他自然知道粮草对于黄巾的重要性。此消息属实吗？千真万确。容我三思。玩呢，将军，这还三思什么？如今黄巾军堵死了洛阳的所有出口，我们无处可逃了。现在死守在关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既然如此，那便按照你的办法奇袭黄巾贼的粮道。只是如此一来，大谷关就危险了。何进知道如今死守大谷关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能选择相信陈琳。何大将军尽管放心，我这就安排人马前往奇袭粮道。你且去吧。遵命。陈琳告退离去，何进看向远处的黄巾营帐，心情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如今皇帝刘宏虽是重伤，可是并没有死，他的小心思自然也就破灭了。这位兄弟，曹阿瞒是不是在这里？曹操被我家军师关起来了。兄弟，能否前去告知一下你家军师，就说南阳许攸求见，在这里等着吧。许攸，真的是你呀？南阳许攸见过秦军师。久闻南阳许攸天资聪慧，智计无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快随我入营。随即许攸跟着秦城进入了营帐之内。不知子远前来，所谓何事啊？某愿投靠秦军师帐下，还望秦军师收留我。说吧，为何来投我？说来惭愧，我许攸助合肥后宫变，无奈此事未能成功。
许攸毕竟是来逃难的，这件事情说出来又丢脸，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过去之事无需再提，子远能够加入我黄巾军，实乃黄巾军之福啊！多谢主公。许攸对于秦城给他留面子也是十分感激，随即秦城便安排酒宴款待，讲述了洛阳发生的事情。万万没想到洛阳发生了这么多事。根据许攸带来的情报，洛阳此时已然空虚，并且朝堂上下全都在收拾东西，准备跑路。主公，莫有一计，去洛阳易如反掌。那不知子元可有何妙策？若是能够帮助他将洛阳夺下，可以借此成为他的心腹，甚至将来他还会给自己封侯拜相。主公，洛阳作为皇城，而今虽是守备薄弱，不过却是城高池厚，易守难攻。主公想要活着流失皇族，包括朝堂中的那些官吏，唯有一个办法，那便是里应外合。想必子远已是在洛阳城中早就布置好了一切，对吧？主公英明，在洛阳城中，我说服一些人并不困难，而今朝堂上下全都在准备突围而逃。若是主公错失良机，待流失皇族逃出私利，那么就算主公攻下洛阳，也只是一座空城罢了。合肥侯宫便只是贼首伏诛，而参与其中的不少人如今还待在洛阳。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能保住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出卖汉室完全就是无所谓的。主公，我等这支大军现在完全就可以绕过大古关，直奔洛阳而去。只需我军发动攻城，城内必然会有所响应，届时可一举攻破洛阳，直取洛阳皇宫，则大业可成矣。子远之计虽是可取，不过我仍有自己的打算，子远可不能因为我不采纳你的计谋，怪罪于我啊！主公明鉴，有绝无这个意思。不必如此，子远乃智谋之士，而今我的帐下正是缺少谋士。如果子远愿意，我可以让你担任我帐下的第二任幕僚。有自知比不上主公您的谋略，还望主公不要嫌弃有余钝，有愿凭主公取使。既然子远愿为我效命，那我自是不会亏待于你。但是我军的军规军纪，你必须遵循。谨遵主公教诲，谨遵军规军纪，又不敢有丝毫逾越。很好。对了，主公，属下前几日偶然从别的渠道得知，有刺客已经混入大军之中，伺机行刺主公。啊！秦城早就猜到了会有刺客来暗杀自己，不过他没有想到居然来得这么快，而且还混入了大军之中。此事我自有安排，你先下去吧。属下告退。来人，去传黄忠来。不多时，黄忠走了进来。军师，汉生啊，我有一事需要借用，你那百发百中的射术能否办到？军师有何差遣，尽管吩咐便是。中练习剑术30余载，早已练就百步穿杨的神技，绝对不辱使命。很好，是这样的，我大军中混入了刺客，本军师准备抛砖引玉，再引蛇出洞，一举歼灭这些刺客。军师放心，钟一定会竭尽所能完成军师的安排，不负军师所托。虽然秦城有着上百的亲卫保护，保不齐万一什么时候跳出个刺客给他一刀，他就死翘翘了。洛阳城中一家酒楼内，一个青衫如绣的青年正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喝酒。店家，再拿一壶酒。好嘞，客官稍等，甄大人，请随我去后院说话。见过甄指挥使大人。此人正是秦城任命掌管黄金情报的甄瑶，现在整个洛阳则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不必多礼，在洛阳散布消息的人先让他们停下来。我近日发现洛阳城中一则关于主公乃始皇复生的谣言，查一下究竟是哪一方势力在散播。属下遵命。另外，派一些人盯住皇宫，要是有逃跑的迹象，立刻向我禀报。是，属下知道怎么做了。甄瑶来到大厅，便看到一个青衫如绣的青年独自坐在角落喝闷酒。阁下在此独处岂非寂寞，不如在下与你同桌共饮，如何？请坐。在下甄瑶，字子纯，在下喜重，最制才。今日我等在此相见，实乃缘分之子。相见恨晚，我定要与制才贤弟多饮几杯。闻听此话，便知子纯兄乃是爽快之人，信某自当奉陪到底。不过若是子纯兄酒量不济，那我可就真的不配了。细制才的一句话，直接拉近了二人的关系。酒桌之上，两人相谈甚欢，气氛极为融洽。两人酒过3巡，菜过5味，终于停止畅饮。我观贤弟言出不凡，不知在何处高就啊？不值一提，信某只是区区一介寒士，岂有高就之处？贤弟啊，当今这世道，我等寒士想要出头，不外乎就是举笑脸。就算是熬到了出头之日，可却依旧是这些世家子弟的附庸，还不如就趁着还能活着的时候拼搏一把，去改变，去为自己的未来争取，这才是我辈寒士应该做的。庸者怎配为我之主？真兄高义，信某佩服，恭敬你一杯。
不知智才贤弟对当今天下如何看待之？细谋不才，但也知道目下正值乱世，而乱世则必出英雄。现今黄巾造反，若不出意外，1月之后汉室当王。若汉室未亡，也必将造成地方豪强割据一方，秦城则为这最大的一方诸侯。那贤弟可曾听闻过这样一句话：民如水，君如舟，而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敢问子纯兄之主奈何许人也？正是贤弟口中的秦城。在三国乱世，带领黄巾军起义是一种什么体验？大军一路占领青州、冀州、兖州，如今大军更是直逼洛阳。书接上回，戏志才分析了天下局面，于是甄瑶打算把戏志才举荐给秦城。志才贤弟，我主曾言，国运衰败，国势衰弱，唯有开启明智，教化万众，方能使得国家重生，而民族兴衰，天下兴亡，在我主，在我，也在你。那子纯兄认为我该如何做呢？志才贤弟聪慧过人，且目光长远，有你的辅佐，主公必定可以扫清障碍，开创太平盛世之景。不知贤弟可愿为我主效劳？子纯兄如此抬举于我，细某实在惭愧啊！若是如此，细某甘愿为其效死命。好，过段时间我便向主公引荐于你。那就劳烦子纯兄了。洛阳皇宫，此时整个皇宫的侍卫、宫女、太监都在宫内搬运东西，因为董太后要跑路了。养心殿，刘宏有些虚弱，躺在龙榻之上，看着下方的5个宗亲，就知道他们的来意，来看他到底死了没有。陛下，我等听闻陛下龙体有所康复，特此前来探望。如今见到陛下无恙，心中也是着实为陛下感到高兴。哼，君郎，你是为朕高兴吗？臣不敢。朕也知道你等心中对朕有诸多不满，可是如今汉室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如果朕这次死了，恐怕就算是朕的儿子登基，也无法稳固朝政，甚至会被奸臣篡权夺位。所以为了汉室，你们必须帮助朕。刘宏现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汉室宗亲的身上，祖宗基业他不想亡于自己手中。陛下，臣等愿为陛下效死。很好，如今黄巾反贼已经快要打到京师，朕现在身受重伤，朕不会撤离，朕决定以身殉国，希望朱清能够保全我汉室的江山，不然朕就算是死，也没有脸去九泉之下见列祖列宗。陛下三思啊！如今黄巾反贼已经占领了青州、冀州、兖州，再加上如今这4利州，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被黄巾反贼所占。朕决定废除此事，改立州牧。朕要你们回到治下招募兵马，将黄巾反贼全部剿灭，护我汉室江山稳固，你等可否办到？陛下，臣等绝无二话，定将誓死守护我汉室江山。刘焉、朕封你为益州牧，刘表你为荆州牧，刘虞为豫州牧，刘岱为扬州牧，刘周为徐州牧。臣遵旨。好了，你们退下吧。大古关一连3日过去，大古关内终于有了动静。军师大批人马于昨夜悄悄离开了大古关，足足有2万余人，而且吕布也跟着一起去了。邓茂、李通，你们2人率5000骑兵闪袭洛阳城外粮草大营，务必拿下此座粮草大营，并且给本军师守好，不得有误。遵命。李义山、韩忠、许攸你3人率2万精锐，联络后方粮道何曼的3万人马，以前后夹击之势覆灭吕布这2万人。要是谁抓住了吕布，定当后赏。遵命。你们先行一步，其余众将明日与我绕道大古关，直取洛阳。遵命。你去通知我夫人，让他们也向洛阳进发。遵命。秦城部署好后，何进也得知了黄巾大军调动的消息。你确定黄巾调动大军了吗？不太肯定，不过他们的大军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可能向我们发动进攻。统章，你如何看待？大将军不必忧虑，大古关依山而建，曾到此后易守难攻，黄巾贼相攻进来也绝非易事。只怕是关外黄巾贼是要绕到大古关了，可是我们却是没有办法阻止的啊！大将军，洛阳来至。何进连忙接过诏书，一目十行地扫视起来。传令下去，全军收拾行装，我们立刻前往函谷关。大将军，这是为何？洛阳来至，让我等合兵一处，向函谷关突围，撤向长安。陛下准备独自死守洛阳，立皇子协魏帝前往长安即位。怪不得何进这么生气，封他侄儿刘辩为弘农王，可以说已经让何进寒透了心。如果再加上一个糊涂的董太后辅政，那岂不是要断绝我们的后路吗？大将军，此乃圣命，我等该如何是好？哼，区区圣命，即刻整兵出发。5日过后，河南郡一处庄园内，淳于琼负责在这里看守粮草。淳校尉，属下接到命令，让我等将粮草向长安转移。粮草向长安转移？哼，那尔等自己去办，别打扰我喝酒。淳校尉，属下只负责传达军命，至于怎么办，还是得您亲自去处理。哼，行吧。当淳于琼出了庄园门后，邓茂、李通2人早已等候多时。一定是酒喝多了，出现幻觉了，再去喝点。来人，将他绑起来。
另一处，冯方和吕布二将也是刚刚烧完黄巾军司隶州的一处粮草补给处。奉先，我们这次行动很顺利啊。冯校尉英明。二人殊不知秦城来了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因为司隶州的粮草补给一共是6处。快撤！敌人埋伏！吕布见此情景，直接抛下冯方，带着人朝前方突围而去。而前方韩忠领着大军正堵在出口处，对于活捉吕布，他们是势在必得。吕奉先，你跑不掉的，乖乖束手就擒吧。哼，想抓我没门！吕奉先，你是逃不掉的，现在你已经被包围了，投降则不死。我们军师说了，只要你投降，绝对重用于你。休想！今日我就算是死，也要拉上你们几个垫背的。吕奉先，听说你吕布的女儿不错，你要是死了，我可以替你保管。许攸一句话说中了吕布的软肋。吕布听到许攸的话，脸上露出了犹豫的表情。就在吕布准备答应的时候，一群汉军突然从后方冲了过来。不好，快撤！作为黄雀，许攸等没料到身后却还有猎人。汝等是谁的部下？为何会在此中伏？见过朱将军，我乃并州刺史的一子吕布是也，奉大将军之命和冯校尉前来袭击黄巾贼粮道上的粮草，不料撤退时却被敌军埋伏。随后朱俊向吕布了解关于洛阳的情况。7月初旬，已是夏季，天气也逐渐炎热起来。此时秦城带着主力部队5万精锐，正赶往洛阳的途中。贤弟啊，你不是说攻破大古关之后就会放于兄回去吗？孟德兄啊，其实吧，我这个人呐，最讲信用了。那你为何直到现在还未兑现承诺呢？我只是说攻破大古关才放你离开的，可是我军没有攻破大古关啊，你说对不对？秦贼就是个伪君子，孟德你就别做梦了，他当初还说过会放了我呢。哼，秦城就是个卑鄙小人，屠杀我10万汉军将士，就是个手段残忍的屠夫。再敢辱骂军师，小心老子撕烂你们的嘴！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出来干枪！好啊！启禀军师，洛阳密报。秦城接过密函，打开仔细的阅读起来。传我军令，命堵在函谷关的部队务必拦截住刘氏皇族和汉氏官吏，不可让他们逃出函谷关。堵在其余5关外的各部，各率2万轻装人马，全部绕道向函谷关方向前去支援。此命不得有误。遵命。下完命令后，秦城也在思考刘宏为何不一起撤退，居然还要死守洛阳。刘宏不能死在黄巾的手中，就算要杀掉他，也必须将矛头指向别处，让别人来背锅，并且还要让天下百姓将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身上，才能将这件事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就算城覆灭了汉室，天下间嫡氏族或是寒门子弟肯定会对黄巾产生反抗心理，重新开国肯定是困难重重，可能还会崩塌。主公，怎么了？大虎啊，南呀！主公，有何难事？只要你一声令下，俺大虎就是死也会替你完成。大虎，这些日子我待你咋样啊？俺本是少主的一名小侍卫，得主公赏识，赐亲信于俺，还提拔为亲卫首领。主公对属下自然是恩重如山。咱们黄巾推翻汉室之后，你想封个啥官位呀？某想过，想，现在就想。属下自知跟随军师身边，寸功为力，不敢奢求太多，只求将来立下功劳，能封个将军。好啊，对于你，不用等到将来，我现在就封你为72地煞中的地平中将，还有爵位，将来一并封给你儿子。谢主公，我有件事，你一定要给我办妥了。主公请吩咐，末将万死不辞。你附耳过来。去吧，你的妻子我帮你养。穿越者正在带领黄巾军攻打洛阳，没想到竟然被剑圣王悦追杀，关键时刻竟然被年仅20岁的赵云所救。7月16，已是入伏，董太后正在带领官吏、太监、宫女逃亡函谷关。卞儿、协儿，你们都给哀家牢牢记住，汉室皇权尚存于世间，我汉氏子孙不论何时都不能屈贼。你们要学习你父皇，哪怕是死也要保护好汉室江山，汉室江山绝不可有失。你们2人记住没有？孩儿记住了。皇祖母，我母后呢？我要找我母后。你母后身为皇后，自当陪伴你父皇身边，你就别再问了，让哀家清静一会儿。我要我母后，我要我母后。卞儿，不可胡闹。哭泣声在车架中响起，传遍四处，震耳欲聋。3日后，洛阳城外，秦城带领5万黄巾精锐兵临城下，传令下去，所有黄巾军进城后不可扰民。属下遵命。城内的汉灵帝刘宏也是安排了刺客准备行动。王悦，记住了，这次不准失误，必须一击将秦城致命。属下遵旨。
大街上，秦城等人向着皇宫行去。不过走了没多远，远处大街上出现一个看起来30来岁的女子，披麻戴孝。此刻秦城也不确定刘宏到底死了没有，如果死了就万事大吉，反正刘宏不能死在黄金手中。我乃汉室皇后何氏，尔等反贼，如今陛下已经驾崩，难道尔等还要为难陛下的遗体和我这个未亡人吗？我赌你们这龙棺里没有刘宏。汝这话简直可笑！陛下就躺在里面，汝居然敢说龙棺里没有遗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洛阳城的百姓们，这些反贼已经攻破洛阳，竟然还要为难我这个妇道人家，这就是这些黄金反贼的真面目。哟呵！来人，开棺验尸，有没有刘宏的尸体？打开便知。我相信再怎么胡闹，假的真不了。开棺验尸，这些行丧的人却坐不住，只见他们纷纷抽出藏起来的武器，诛杀黄金反贼，秦城大汉万年。整条大街瞬间发生混战，离秦城100米处最高房顶上的城中也是大发神威，1000个来，1000个死。此时刘宏也出现在了洛阳城的大街上，他准备用自己的死来给黄金添堵。朕乃大汉皇帝，今国库空虚，朕得恶名。朕今日必将手刃黄金反贼，并以死向全天下的百姓谢罪。毕竟刘宏以前做的那些事，伤透百姓和朝堂忠臣的心。为了保全汉室江山，他唯有出此计策，为我朱贺废后报仇，诛杀昏君。我等乃合肥侯门客，昏君等候你多时了。合肥侯的死尸早死光了，这肯定是黄金的军师秦城安排的，竟然用这种方法来坑害朕，简直该杀！杀掉他们！刘宏一声令下，他身边寥寥无几的几个侍卫便迎了上去。秦虎知道秦城给他的命令就是让他死也要带走刘宏，于是径直朝刘宏扑杀而去。大胆反贼，找死！昏君，你竟敢谋害我朱贺废后，去死吧！放开朕！朕不是昏君，朕乃汉室皇帝。主公，大虎完成任务了，终于为我朱如玉报仇了，兄弟们来生再见。当秦虎喊出这句话的时候，那些刺客全都义无反顾，自刎而死。秦虎见状也是横剑自刎。陛下驾崩了。此时这边的刺客听到刘宏遇刺的消息，全都越发的凶狠起来。秦城你逃不掉了。这一刻，秦城体会到了死亡是离自己如此的近。要死了吗？秦小友，贫道来救你了。你是何人？贫道左慈。作词，你是那个屋角新师？不错，正是贫道。汝为何阻拦我杀他？天之正者不可逆之，此人乃我道教天命之所在，逆之必亡。哼！秦小友须当谨之，为政者自当为国为民，望你勿忘初心。老头，你别跑啊！谁来救我啊？哼，去死吧！子龙，拦住他们！你是谁？快放开老子！不好，军师被抓走了。夜晚，一处府宅内，你就是秦城？你抓的我，还问我是不是？有病吧？你真是始皇的嫡系血脉？你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很好，这个东西你也有吧？把你的拿出来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此乃和氏璧制作一喜时用剩余的边角料打造的玉珏，一共9块。你的呢？不知道啊，我这一脉的祖上没有传下来啊，有可能是先祖弄丢了吧？狡辩，你根本就不是先祖的血脉。这位姑娘此言差矣。我虽然冒领了始皇血脉，但我又没利用这个身份去干坏事儿。现在是用这个身份去帮你们先祖报仇，如今汉室都快被我搞垮了，这不是功劳一件吗？哼！你到底是谁？为何要抓我？我本嬴姓赵氏，先祖嬴子婴，第二子嬴渠，第27代子孙，必获改姓为赵。赵双说的头头是道，比自己当时胡扯时具体多了。我本以为你是子婴先祖第一子的血脉，那一脉就是改姓为秦。今日看来，你也不过是个奸诈之辈罢了。我不仅乃奸诈之辈，还是个卑鄙小人。怎么你要杀了我不成？我黄巾军攻破洛阳，也只不过是伤及汉室根本。就算你今日杀了我，你以为你嬴氏血脉还能称帝不成？赵双没想到秦城的嘴巴竟如此之毒，他的确不会杀了秦城，因为他还需要秦城帮忙，他要复国。二爷，咱们被黄巾军包围了。子龙、兀律，这黄金的军师还在我们手上，他们自然不敢强攻。秦城是吧？咱们谈谈吧。谈什么？很简单，你有合作，你可以继续用始皇后人的身份，不过你要认祖归宗，恢复嬴姓，并且我会帮你打开骊山皇陵，取出先祖存放在里面的无尽财富，并且复国后，我要你封我为后，立我嬴氏血脉为帝，如何？我是有媳妇之人，你说的这些我一概不答应。
哼，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我就杀了你。那你就试试吧，你们要是杀了我能跑得掉，我才不信。你说的没错，我的确逃不走，所以才会想要找你合作。这样吧，只要你改姓为营，并且昭告天下，我就答应放了你，并且我还让我弟子龙保护你，陪你征战天下，如何？我麾下又不是没有猛将，我麾下第一猛将黄忠，你弟能打过吗？赵双知道，目前他弟弟不是黄忠的对手。赵云如今才20岁，10年之后未必打不过这个黄忠。黄忠不过如此。此时，一个男子从屋内走了出来。大言不惭，汝是何人？某乃赵峰，字子虎。我大兄出手，你麾下黄忠自然不是对手。不过我大兄练内功伤了经脉，不宜出手罢了。我不答应，让我秦城改姓，这无异于让我背叛自家祖先。再说了，我就算改了姓，也不是你们营氏血脉，你丫的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哼！秦城，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若是你不愿改姓，那就只能让我杀了你了。好呀，那你来吧。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1/4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你再不答应，我就把你给杀了。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我一心为民，于是带领这些权势流民、苦农的百姓去推翻汉室，立誓要让他们翻身，不再遭受苦难和忍受贵族的压迫。但也是为了我华夏子民不再遭受苦难。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还是会打着秦始皇的名号推翻汉室。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没有成功，没有做到对百姓的承诺吧。你走吧，你给我走啊！这个赵云能不能？好啊，我放你离开。你还要打我弟弟的主意，那你别走了。臭贼！秦城，是你。赵子龙，你要干什么？你小子这么能说会道，怕不是骗了不少女子吧？子龙，把枪放下。也罢，我可以让我弟跟着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何事？如果是让我改姓何娶你？没门！我要你帮我把玉玺夺回来，我要进骊山皇陵取一样东西。什么东西？这你别管，玉玺是开启皇陵最后一道门的钥匙，没有这钥匙自然打不开皇陵。如果打开了，我会将里面的财物全部送给你，如何？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你没资格不相信，因为我们赵氏一族的人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先答应他再说，到时候再看这个赵双到底搞什么鬼。好，我答应你。少主，围在外面的黄金说，如果半炷香时间没有看到他们军师，他们就杀进来了。去将真瑶叫进来。既然我们达成协议，那么我这个三弟今日就交给你了。我三弟武学天赋凛然，护得你安全，自然没有任何问题。那就多谢赵姑娘了。我有你弟赵云，天下何处去不得？既是如此，那今夜就在此设宴庆贺。明日我和大哥就回族的，等你玉玺的消息了。如此甚好。主公，你没事吧？无碍。主公，各方情报已经陆续传来，还请主公前去下达指令。诸位今夜这贺宴就算了吧，秦某告辞了。且慢，怎么还有何事？明日我等就要离去，怎么你这秦姓一脉似乎不太给我们这赵姓一脉保面啊？奶奶的，竟敢威胁老子！也罢，我先处理下军务，随后便陪你等痛饮300杯又何妨？主公，冀州传来急报，公孙瓒、田阶、韩馥3人共率10万边防军，分别攻打我军后方，如今已经打到常山郡。地公将军和菠菜将军他们领25万大军正在抵御，且步步艰难，不敢与敌正面硬拼，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传令命马元义和黄忠领本部3万精锐，火速返回冀州支援。冀州为我军后方绝不可有失。对了，许攸呢？正要向军师禀报，韩忠、李义山、何曼、彭托4人在许攸偷梁换柱的奇策下，活捉主将朱俊，并且用火攻歼灭敌军3万人，而吕布则带着1万余人不知所踪。传令让他们5人领部下立即返回冀州支援，命青州、兖州2州所有部将全部守好边境，防止丢失。是。函谷关有消息传来吗？今日已有消息传来，何进的6万人马与我军17万人马正在函谷关对峙，而刘氏皇族已经逃向长安，目前抓住了不少汉室官吏，包括3公之中的曹氏、袁氏等这些大官。将那些抓住的汉室官吏全部给我送回去，记住一定要当着何进的面送回去，让函谷关的人马继续与之对峙。派人去跟何进说，如果想让他侄儿当皇帝，这些人是我送给他的礼物。是。对了，今日刺杀情况如何？刘宏已死，并且坐实了他乃
何飞侯门客所杀，刺杀主公的刺客全部伏诛，并且活捉何皇后。大虎呢？完成任务后自刎归天了。将秦虎的遗孀和儿子接到邺城，自其豪宅为其子，请最好的师者教导，必须使其成才。属下遵命。还有，我夫人和岳父后日应该会到洛阳，我岳父想死在他梦寐以求的位置上，这件事尽快安排下去。他们一到洛阳，直接为我岳父举行封地仪式。主公如今称帝怕是。将死之人称帝，也不过是满足其虚荣心罢了。放心，我目前是不会称帝的。主公，尧还有最后一事，向主公举荐一人，此人教细之才，有大才。很好，子纯，这件事干得不错，这细致才的确是有大才。那尧就先去传达主公的命令了。待今夜主公与族人聚晚，明日尧便将细中带过来。去吧。对了，安排些人将刘弘送去刘氏皇陵安葬了吧，人家好歹是皇帝。属下遵命。宴席上，众人也是推杯换盏，秦城也是喝得大醉。二妹，你当真要给他吗？大哥，只要能够保我嬴氏血脉登上皇位，牺牲点儿又算什么？二妹，你让我这个当哥的如何说你呢？大哥，我得去了，趁着现在他不省人事。看着赵双黯然神伤的模样，赵峰也是叹了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第二天，整个皇宫已经被黄巾军所占领，此时的皇宫大殿一片狼藉，看不到任何值钱的东西。通知下去，收拾一下正殿。明日天公将军就要抵达洛阳，我们要在天公将军抵达之前把皇宫清理干净，免得到时候天公将军到来后看到这么破败的皇宫，影响心情。属下领命。傍晚时分，曹府，秦城入住了曹操的家，并且把这当做他临时办公的地方，在曹操府邸中住了下来。主公，城内百姓已经安排妥当，只待明日天公将军到来。且刘弘的行丧队伍也向着皇陵而去，卢植和黄甫松这两个汉室死忠也全都带了过去，安排他们去送刘弘一程。行，我知道了，你去把细致才带过来吧。子龙，你去后厨吩咐一下，准备酒宴。是。不多时，细致才便匆匆来到了曹府。细先生，细中见过秦军师。细先生，快随我回房间，宴席已备好。多谢秦军师款待。宴席上，秦城也是一顿文化输出，给细致才听得心血来潮。今日有幸得见秦军师，实乃戏中三生之有幸。终不才愿拜秦军师为我之主。好，快请起。多谢主公。吩咐传宴吧，这里毕竟是曹府，去将曹操也给我请过来。主公，那个曹操是何许人？曹操算是我的一位友人吧，此人我亦收服，可他却有凌云之志，不会屈居于人下。主公，此人若是有爱我等大业，尽可除之。实在不舍呀。主公中有一计，可使他背弃汉室，投靠主公。制裁快说来。曹氏失守汉了，只需将其与何皇后发生奸情，我等只需将此消息传回长安，他曹氏必将大祸临头，却无可却，只能败于主公之下。制裁此计甚得我心啊！贤弟，叫曹某来何事？说曹操就到。孟德兄，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入席就坐。今日借贵宝地，我得一大财，所以这才叫你过来喝酒，算是便宜你了。贤弟果然好运气啊！那曹某恭贺贤弟了。孟德兄别客气了，请入席就坐吧。席间，秦城、细致才二人变相的说曹操的各种不行，曹操也是猛喝酒，以此来宣泄，想通过酒精麻痹自己。孟德兄，今晚我可是为你准备了惊喜啊！惊喜？什么惊喜？贤弟莫再难为我了。孟德兄放心，这乃好事，我怎么会难为你呢？来人，给曹老板抬到房间休息。月黑风高，秦城正在曹操房间外听声音。何皇后一声声广播体操传了出来。曹贼果然乃一代风流人物啊！你们两个守好，明早我就带人过来捉奸了。第二天清晨，曹操惊醒过来，只见那何皇后身上已经满是青紫痕迹。我怎么会在这里？昨晚发生了什么？你别偷看，你这个淫贼，还不快点把眼睛闭上！曹贼！秦城，是你。曹贼，什么是我？我问你，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昨晚上你是不是对何皇后做了什么？好啊，老毛病又犯了是吧？你竟敢如此胆大，玷污皇后！秦城，汝这狗贼陷害于我。孟德兄，怎么叫我陷害你？这么好的事，那怎么没有人陷害我呢？行了，别哭了，你俩收拾一下，给我出来！小曹啊，瞧瞧你干的好事，坏习惯都用到何皇后身上了。秦城，你个卑鄙小人，竟敢陷害于我！小曹啊，这你就误会我了不是？上次咱俩喝酒，你告诉我你小子就好这一口，我可是一直记着你的这句话，这不给你弄了个身份和容貌都绝佳的女子陪你过家家，咋地？听你这意思，怎么像是在埋怨我呢？
送什么不好？可这特么送的是和皇后啊，这要是传出去，我名声算是全臭了。好了，不逗你玩了，说正事，我要的东西这件事，孟德兄，你必须给我办到。今天我就放你离去，什么时候东西到我手上了，什么时候我再放了你那3个从弟。哼，至于你和皇后，我也会放你回长安。我孟德兄要是有事找你帮忙，你要尽可能帮助他。哼，别忘了你俩的把柄可是握在我的手上，你俩自己看着办吧。你。好了，孟德兄，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这和皇后就麻烦你一块给带回长安吧。此去长安千里，护得和皇后安全回去，也是功劳一件吧。至于你俩路上再发生些什么，那就不干我的事了。贤弟放心，我曹操绝对把和皇后安全送到长安。曹孟德，我劝你别耍花样。怎么，以后咱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能耍什么花样？无非过点家家罢了。晌午时分，洛阳城门口，张角被黄巾精锐一路护送过来。岳父大人，夫君，父亲快不行了。宁儿，别太难过，岳父大人也不希望你伤心的。咱们这就去实现岳父大人最后的愿望。等一下，师伯，这是什么？此丹药服用之后，可立刻激发体内所有的生机，药效只有1个时辰，抓紧时间吧。思聪啊，我这是要当皇帝了吗？是的，岳父大人，马上为您举行封地仪式。我张角果然没看错你。随后，张角被带到了祭坛上，祭坛四周黄旗招展，大旗之上则是绣上鲜红的8个大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请皇天神灵显圣。天神降世，恭迎诸神。天神在上，吾皇万岁。皇天在上，福佑万民，太平天数，福泽苍生。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朕登基就天降祥瑞，天佑苍生啊！张角喊完后，身体便有些虚了，因为马上要到1个时辰了，现在只能将他尽快带到皇宫。宁儿，快扶着陛下，咱们回宫。皇宫未央殿透露出一股威仪尊贵之气，让人不敢放肆。宁儿，父亲，我在。思聪，岳父，我在这。宁儿交给你了，记住我们的约定，谢谢你。爹，岳父。夫君，我没有爹了。宁儿，逝者已逝，你还有我，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好了，别难过了，岳父毕竟是无憾而终，你也不必太过伤心。我们应该振作起来，继续替岳父完成未完之事。我知道，你再陪一会岳父，我先去安排一些事情，随后与你一同处理岳父的后事。随后，秦城离开了这里，他要去安排一下，毕竟张角才称帝就挂了，现在首要的便是需要稳住军心和民心，不然肯定会出大乱子。主公，封谥号怕是不妥啊。我也知道，就这么办吧。可是主公，这了皇天高贤弟有点那啥了吧？主公，不如传扬您岳父之前是为给天下苍生祈福，耗光了所有寿命，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借着这个理由封谥号，还可以招揽一部分民心。就这么办吧，明日我就和志才返回冀州，司隶就拜托于子纯你了，安排一些密探前往长安，盯住长安的一举一动。属下遵命。夜晚，皇宫内灯火辉煌，人们都在忙碌，准备为明天的祭奠做准备。宁儿，你累了吧？我带你去休息。我想再陪陪父亲。好，我陪你一起。明日咱们就把岳父带回家乡巨鹿，让岳父尽快入土为安。对了，父君，这是父亲让我转交给你的。这是什么？这是南华仙人赐给我父亲的太平药书原本，此书共3册。父亲说，师祖曾言这东西最终会回到他原来的主人手上。父亲曾说，这3本书上面的字很多他都不认识，破译的也只有1点。秦城闻言，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毕竟这东西和自己一起穿越的，他当初还到处找过自己的背包，自己竟然会和这3本书同时穿越，并且说比自己还提前不知多少岁月。父亲还告诉我，他曾学习过这3卷太平药书，但是只学会1点，因为这个太平药书太复杂了，想要理解其中的含义很不容易。宁儿，有了这3本书，只要我把它译出来，太平盛世，我相信已经不远了。夫君，你真的能译出来？放心吧，9年义务教育没白上。翌日午时，张角的行丧队伍从皇宫而出，所有的黄金士兵全部手臂上系着一条白绸，形成一道白色长龙，跟在后面。子纯，我知你能力很强，但私利毕竟是天下之中，如不可守，你就率驻防军全部退回冀州。只要有冀州在，咱们还可以再次夺回来。多谢主公信任，遥定当保司隶不失。
秦城把大军调走之后，接下来私立州将会面临各种困境。此去冀州再无阻拦，10几日便能抵达冀州边境，击退幽州军后，天下应该能享1年太平。这段时间，我要在冀州训练好大军，后年我决定称王，再行征伐。10年之内，我秦城定当，席卷天下，收回华夏剩余部州。主公，您已制定计划，我等定当尽全力协助主公完成这些宏伟计划。好了，制裁咱们也启程吧。7月26，这是曹操护送何皇后前往长安的第一日。有着何皇后在马车内，他并未快马纵行。孟德，皇后有何吩咐？那一夜的疯狂，何皇后感受到了真男人的力量。当然，这些感受她不能说出来。这一趟路程虽不远，但也是危险重重。孟德可不能丢下哀家呀！你如果丢下哀家，那哀家可是活不下去的啊！放心吧，臣定当誓死护送皇后回到长安。孟德呀，只要哀家平安回到长安，助卞儿登上皇位，定当为你封赏。到时候你想要什么官职，那还不是哀家一句话的事。臣不求官职，只求护得皇后能够安全到达长安即可。马车继续朝前方驶去，两人时不时说2句话。夜幕降临，一堆篝火旁，一男一女正在休息。孟德，给你干粮。多谢皇后。曹操接过干粮，大口吃了起来。讨厌，怎么还叫人家皇后？私底下叫哀家小何便可。小何，你这人偏偏叫这么肉麻，讨厌。此时曹操只觉得身体一阵燥热，有些把持不住，眼睛也忍不住，时不时瞟向何皇后。小何，你真漂亮。你过来看看哀家有多漂亮。小何，我来了。夜空下，蛙鸣声阵阵，连月亮都在看着第3套广播体操。次日天明，何皇后醒来，睁开眼睛，感觉浑身酸痛。小何，你醒了。真是的，孟德，你也太粗鲁了。小何，我知道我错了，下次还会。你还好意思说？小何，你乃千秋绝色，悦目佳人，试问天下哪个男人能忍受的了呢？孟德，你就会哄我。小何，当初在洛阳皇宫见到你的第一眼，我曹操就喜欢上你了。只是你贵为皇后，身份高贵，我只能将这份感情深藏于心，直至今日才敢表露出来。曹操说了几句情意绵绵的话后，两人便收拾妥当，继续驾车出发长安。孟德，你现今只是一个小小的点军校尉，难道你就没有什么野心吗？野心？我只想做征西将军，这个算吗？何皇后闻言松了一口气，只要曹操能为她所用，并且助他儿子登上帝位，她自然会提拔曹操做汉室的大官。世人都说刘备假仁假义，而穿越者带领黄巾军活捉了关羽，刘备是否会为了关羽撤军呢？续界上集，曹操一路护送何皇后抵达函谷关。阿蒙，你发什么呆呢？本初我且问你，你们袁氏作为43公，门生故吏，是支持皇子辩还是皇子协？阿蒙，这是何故？我祖上世时汉禄，若不遵从先帝之旨意，岂非愧对先帝之恩？如此说来，袁氏是要支持皇子协了。孟德，咱们走。车内坐的竟然是皇后，这个曹操敢耍我！皇后娘娘，属下刚才多嘴了。此时，车骑将军何苗也赶过来。何苗是何皇后的同母兄，何进则是何皇后的同父异母兄。见过何将军。末将何苗拜见皇太后。称呼皇太后，何苗是有他自己的打算。何将军不必多礼。二哥，我卞儿现今如何了？四妹，大哥带着剩余的大军和董卓一起赶回了长安。董太后欲立皇子协为帝，我猜测一定会得董卓的支持。现在你也回来了，你得快马追上他们。只要你平安回到长安，就已得到先帝口谕的名义，立卞儿为帝。那么董太后也奈何不得我们。可那这黄巾贼怎么办？大哥已和黄巾贼私下达成协议，1年之内互不侵犯。他们也得忙着回去对付幽州军，到时候咱们就以卞儿皇帝的名义，传檄天下，共同举兵讨伐黄巾贼。那行，我就先回长安了。那好，我派500人护送你回长安。多谢二哥。孟德，这次多谢你了。何将军不必言谢，这是我应该做的。8月初旬，黄巾军在冀州彻底打响了保卫战。公孙瓒把10万幽州军分成9路，是要在最短时间内席卷整个冀州所有的郡县，而刘备3兄弟便是这其中的一路。大哥，你说二哥能杀3个人过来吗？二弟天下无敌，杀几个黄金毛贼不是轻轻松松。此时关羽正在阵前叫嚣，毕竟武将都喜欢单挑。汝是何许人也，竟敢如此放肆？尔等乃插标卖首之辈，岂有资格问及吾的姓名？哼，好大的口气啊！就凭你一人吗？正是无一人。好，我倒要看看你有多狂妄！兄弟们，杀！黄巾军之所以一起上，是因为秦城的规定，他知道自己的手下已经急了。
该死，这些无耻之徒！关羽不备，被石灰粉泼了满脸，眼前顿时一片朦胧，失去了视线。卑鄙鼠辈！关羽，如意口一个鼠辈，也今天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鼠辈！兄弟们，一起送他归西！嘿，休伤俺二哥！张牛角见状，赶紧下令抓住关羽。他知道这三兄弟都很猛，要是3个一起上，他们8人就算手段再卑鄙，也打不过。当刘备和张飞赶到近前，关羽已经被擒住。要是不想他死，给我撤兵！大胆反贼，快放了俺二哥！你们要是再不撤兵，我便杀了这关羽！撤兵，大哥撤兵啊！退兵。汉昌县县衙内，关羽被五花大绑起来，给他清理了眼睛后，终于能够看见。鼠辈，关某今日算是栽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奉劝尔等最好快点杀掉我，否则我定然会报仇的。我说你这绿帽野推不懂礼貌了，也不打听我张牛角在太行山是干什么的？你这么好一个人质，我们怎么可能杀了你呢？哼！卑鄙小人，本以为你们黄金救治灾民，也算得上是英雄豪杰，没想到全是蛇鼠一窝。呵呵，这你就说错了。你知道我主在冀州救了多少灾民吗？天下要是没有我主，饿死的百姓没有100万，也有80万了吧？他自然称得上是英雄豪杰。我告诉你，你骂我没有关系，但不能骂我主。哼！城外军营内，张飞在营帐内急得团团转。大哥，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二哥啊！二弟，你先别慌，你二哥肯定不会有事的。只要我们大军在，他们必定会以此为要挟，阻拦我等攻城。关将军被绑在城墙上的木桩了。就知道这群王八蛋没安什么好心。大哥，俺要去救二哥。三弟，不可胡来！黄金贼就是要我等投鼠忌器。你如果带人强攻，他们肯定狗急跳墙，必定会对二弟痛下杀手。难道就让二哥这样被绑在那木桩上吗？三弟，你先别急，我想办法。公孙瓒此次来势汹汹，我军必须尽快击败公孙瓒。志才说说你的看法吧。主公，幽州共有12万边防军，公孙瓒如今已领10万下冀州，2万人独守幽州边界。属下担心鲜卑外族肯定会乘机入侵幽州进行歼灭。如果幽州陷落，必然会再次南下，甚至打到我等冀州边境来。如今只能先将公孙瓒进行驱逐，不能覆灭他也就算了，只要把他赶回幽州就行。主公英明，但是主公可知灵帝立木的寓意何在？刘弘分封的5个州牧全是汉室宗亲，且都在南方，意在拖延时间。如今不只是他们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长安生乱世必然，势必会造成群雄割据，汉室也无法稳定局势。主公英明，而今主公已取天下4州，势力强于各方诸侯。但是主公切记，天下各方世家都有自己的地域，主公的计划之中，很多都是侵犯他们乃至天下豪族的权益。一旦开始实施，势必会引发诸侯联盟，甚至各方大伐的抗争。志才，你所虑颇多啊！主公，属下只是提醒主公。那你可有何妙计？主公，若想一统天下，必须要将汉室宗亲清除掉。但是主公又不能直接灭杀，只能借刀杀人，让他们和各方势力互相厮杀，然后主公再坐收渔翁之利。这样既能消除士族之患，又可让天下士子为主公所用。不错，这个办法确实可行，不过如何能够做到呢？主公，这个就交给属下去办。我需要返回长安，一切因果皆因长安而起。当主公以后全面推行科举制之日，就是天下士子皆为主公所用之时。好，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是，属下遵命。智者不入暗河，成年人必须洗脚按摩。8月中旬，秦城带兵准备与张宝会合，期间路过巨鹿郡一处麦田。主公，那不是第9集被你抓到巨鹿改造的田丰和沮授吗？智者不入暗河，成年人必须洗脚按摩。把他们全部带过来。诸位，别来无恙啊！擒贼，你不是南下了吗？想必是被大汉的将军给打回这巨鹿郡了吧？笑话，6个月的劳动改造，元昊，你还没想明白？刘弘已死，司隶已被我黄金所占，天下我已得4州之地，刘氏皇族已逃往凉州，你所谓的汉室，恐怕不久的将来就要消失了啊！秦城的话像是一把尖刀，深深地扎进了田丰的胸口。京城你欺人太甚！我欺人太甚！我在冀州救活了多少逃难来的百姓，尔等凭什么指责我？我知道你等心中对我秦城无不充满恨意。秦城开始了他的洗脑大法，田丰、沮授等人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居易不才，愿拜秦军师为我主，为主公效力，为冀州百姓出一份力。好，既然居易兄弟愿意归顺于我，那我秦城自然不会亏待你，全都解开脚链吧。
诸位，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击退公孙瓒，保卫冀州。这公孙瓒领10万幽州军四处劫掠我冀州百姓的粮食，你等大多都乃冀州人士。我希望诸位能够团结在我的麾下，共同抵御来犯的公孙瓒。主公，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团结在您的麾下，与公孙瓒拼死一战。那就好，那我们就继续行军吧。田丰、沮授二人都是聪明人，他们当然能猜到秦城的意图，但是现在形势比人强，只能被迫被携带着一起行军。8月底，秦城也是今日与张宝会军一处，共计40万大军，在界桥南20里，公孙瓒领7万部族并排，中心主力则为白马一从。启禀公孙将军，敌军阵型已经完全展开，已经做好了准备，看样子是打算与我军决一死战。哼，这些黄巾贼全是乌合之众，岂是我幽州军的对手？主公，现在刘宏死了，汉室也就基本名存实亡，咱们也要为自己打算了。对，传我军令，3军准备，白马一从为先锋，左右2翼骑兵为护盾，一起突击敌方中阵。界桥之战拉开序幕，但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只是换了主角。界桥大战以黄巾40万大军，损失竟高达8万的代价覆灭幽州3万大军，俘虏敌方2万人，取得惨胜。这样的战果让人不由得咂舌。秦城也是万分痛心，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势必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禀报主公，幽州已然全境陷落，辽西鲜卑、乌桓2大首领各领10万部众南下劫掠，并且不断向着滨州境内劫掠而去。自己刚把幽州军打废，人家就来劫掠。要是黄巾不出面御敌，那么黄巾以后就是民族的罪人了。此刻秦城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选择继续挥军北上赶去支援，将外族打退。深夜，月光清冷，一轮皎洁圆月悬挂于空中，散发着银色光辉。秦城站在营帐外，看着满天星宿，心头却无比的惆怅。他现在很需要时间，这一去耽误的时间最少又是近半年。指望汉室派出西凉军镇压，估计黄花菜都凉了。主公莫忧，此次救援幽州定能击败外贼。子龙，你说我犯过错吗？主公没有错，错的是这世道，错的乃是刘宏与公孙瓒，他们就不该动边防军，他们就是民族的罪人。子龙啊，现如今的局势，我军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镇压滨州外患，一旦调走大批军队，我黄巾所占领的其他3州可能就会丢失。不过我没有办法，民族大义面前，我只能让出另外2州之地。主公，不用说了，子龙，你先下去休息吧。诺。第2天，秦城便和各部将商讨此事。诸位将军，我有一件事要宣布，这一次我将做出战略调整，放弃兖州和青州。思聪，这是何意？外族入侵幽并2州，这2州之地已经无大军抵抗，我打算领冀州全部的大军打退来犯之敌，并且让兖州和青州所部所有人马赶回来驻防冀州。主公，不可。是啊，幽州和并州的百姓死活关我们什么事？又不是我们造成的，要怪只能怪昏君撤走边防军。我们只要去支援幽州，汉室肯定会乘虚而入。主公三思。都闭嘴，听思聪怎么说。传令兖州、青州全部撤回冀州，并传缴天下，一方有难，8方支援。我黄巾军不是反贼，在我华夏民族遭受危难之时，我黄巾会率先挺身而出。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敌，望天下有志之士能相聚幽州和滨州赶来支援。我冀州和私立的黄巾绝不阻拦，并且给予粮食和武器。幽州9月中旬，当秦城的角文传至天下后，各方年轻气盛的俊杰纷纷踏往了幽州和滨州的路上，参与这次的保卫华夏领土的战争之中。凉州、长安，刘辩已经被何进所掌控，如今已经改立刘辩为帝，而刘协早已被董卓接出皇宫，随时准备着为刘协复位，二者各有筹码。长安宫，曹操又被何太后叫进皇宫。哀家的好爱卿，你终于回来了，快坐下吧，哀家有重要事情找你商议呢。太后，不知您找臣来有何重要之事？哀家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要惊讶呀。什么事情？我怀上你的孩子了。小何，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如果是让何大将军知道了，哀家知道你怕什么，放心好了，这件事情只有哀家与你知道，绝对不会有其他人知晓的。哀家打算生下来，孟德你觉得怎样？如果这件事被何进知道，他一定会将自己碎尸万段。孟德如今虽是立了卞儿为帝，可哀家知道我这个大哥他也想自己当皇帝，如今事事都经过他手处理，哀家这个太后也无可奈何。小何，此话是何人与你说的？张常侍。如今宫里哀家没有信得过的人，孟德你要帮助哀家，就算不为卞儿，也要为我们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闻听此话，曹操也是一个头2个大。何太后这是用肚子里的孩子要挟他。张让的话你也信？这些人怕是早已被董卓买通。如今你肚中这个孩子，
事到如今，这长安不可久待。小何，你可愿随我前去兖州？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曹操想带着何太后一起跑路，如果他待在长安，必然会被董卓害死。我放心不下卞儿，孟德，你能不能想个办法，帮我把卞儿一起带走？如今皇帝被何大将军所掌握，想要带走根本不可能。不过什么？孟德，你有办法？这董卓一直在谋划着篡夺大汉江山，而何大将军仗着皇帝年少，以后肯定会不满现状。他如果赢了董卓，汉室江山也必然被其夺走。可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啊！最近关于哀家和你的流言四起，不然哀家就不会叫你进宫了。只有你才能救我母子逃出这个牢笼。如今之计，只能将计就计。记住，一旦张让让你把何进骗进皇宫的时候，你就派人通知我，到时候我会带着你和皇帝一起逃跑。只要咱们逃到兖州，就安全了。孟德，既然这样，哀家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办，哀家和卞儿的安危就交给你了。好，你敢相信何皇后竟然怀了曹操的孩子？而曹操也明白，何进如果知道了，肯定会灭掉他。小何，你先让刘辩封我为兖州牧，然后等待时机，我就带你回兖州。孟德，我相信你。还有玉玺，把玉玺也交给我吧。孟德，你要玉玺干嘛？这事就说来话长了。曹操的3个胞弟还在秦城那里，需要曹操拿玉玺交换。夜晚，曹操带着玉玺回到了自己家中，并且将自己的谋划告知了荀彧。文若，如今汉室颓废，只有这样，我等才能匡扶汉室。主公，天子羸弱，若是能够将天子控制在手，到时候主公以大义就能一统天下。好，趁着董卓与何进争斗，无暇顾及我等，咱们部署一下逃离长安的计划。启禀主公，府外有一文士，自称是你的旧友，前来求见。我怎么不记得有文士旧友？他说他姓系名中，字志才。他来干嘛？请他进来吧。见过曹将军。阔别3月，曹将军如今在长安可谓是风光无限啊！这官职就直接当上了中郎将，我家主公都得敬佩3分啊！不值一谈，系先生别来无恙，快入席就坐。文若师兄，别来无恙啊！师弟，汝为何加入了黄巾反贼？荀彧，住嘴！秦城乃大义者，他能带兵北上御敌，我曹操佩服他。只要他大胜归来，天下不知道多少才子猛将会投靠他，那时群雄岂还是他的对手？曹将军在我家主公那里做客许久，看来也是受益颇多呀。志才先生，不知你来长安作何打算？今日曹将军入宫，想必已经拿到我主想要的东西，还请差人送往邺城。时辰也不早了，我还要去董卓那里做客，就先告辞了。弟嘞，这何尽意思？曹将军可得看好了扫地刘辩，免得丢了。主公，这戏中能在长安如此搅动风云，宫内肯定有他的人，不可不除。如果今天我动手杀了系志才，那么明天他夏侯氏和我曹氏一族绝对会被灭族。主公，秦城的势力虽然强大，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等主公占据兖州，以天子矫诏和天下诸侯之力，定能将其剿灭。世上有秦城在，复兴汉室怕是无望了啊！看着曹操离开的背影，荀彧也陷入了沉思之中。王儿，魏父来看你了。父亲，您怎么来了？听说你最近在练习武功。对啊，练得如何了？父亲，您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魏父有一个敌人，这敌人名叫秦城，魏父目前打不赢他。魏父希望你以后要是学到了他的本领，就可以帮助父亲打败他，你愿意吗？愿意，当然愿意。父亲都不是对手的人，那一定很厉害了。王儿，魏父要你无论如何也要拜他为师，或者加入太平学院，唯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孩儿明白了，这秦城到时候肯定会引诱你，你可千万别上了他的当啊！记住魏父说的话。孩儿记住了，父亲放心，我肯定不会被引诱的。到时候学好本领，我就回来。好了，王儿，你早点休息，魏父就不打扰你了。上古郡莒阳县连续7日的防守，城墙之上的黄巾几乎都已疲惫不堪。这7日，这些鲜卑和乌桓连续不断的发动攻城，从白天到夜幕没有丝毫的停歇。兄弟们，这一次一定要冲破城门！此刻秦城正在城内部署百姓们的工作，全城百姓全部都被调动了起来，他需要尽快组织一支民兵部队起来。主公，鲜卑和乌桓又发动攻城了，这次似乎大军全调动了起来。走，随我上城墙！听到鲜卑的喊杀声，秦城的眉头紧紧皱起。主公，云可带你突围而出，再这样下去，莒阳县早晚会被攻破，不如趁早突围。
子龙还有3天，如果我先逃走，那城内所有百姓必将遭难，我不能这么做。有赵云、黄忠等一干武将护着他，想要杀出去肯定没有问题。将士们，在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守护的百姓。我秦城最后一道军令：若是敌人爬上城墙，不要停下手中的武器，握紧手中刀剑，狠狠砍向他们的脑袋。日月山河还在，我与诸位同在。这一刻，秦城成了一个传奇。城下，鲜卑的大军也发动了最猛烈攻势。由于7日的攻城，黄巾早已没有了箭矢，也没有了守城的器械，都是苦苦的用命死撑着。此时，远处出现一批汉军，打着公孙旗帜。快看，是汉军来救援我们了！援军来了！将士们，援军到了，杀！乔进许褚来此助战，陈留典韦来此助战，安平文丑来此助战，琅琊颜良来此助战，东莱太史慈来此助战。说出5名，吓入一跳，我乃是零陵上将军秦昭荣。赶来助战的人不断的抱着自己的名号，万一不幸战死沙场，至少证明他们来过。启禀主公，战损统计完毕，如今我军所有人马能战之士还剩15万，而鲜卑和乌桓加起来估计能有15万能战者。多谢诸位义士前来相助，今日我等能杀掉这个乌桓王，明日就能杀掉鲜卑这个单于，大败鲜卑军团。这是我等应该做的，秦公何必如此客气？对呀，秦公不必如此客气，我等热血男儿何曾怕过他鲜卑？诸位义士厮杀半日，想必也疲倦了，今晚好生休息，等赶走鲜卑后，我秦城再为诸位接风洗尘，摆庆宫宴。多谢秦公美意。待众人散去后，秦城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大厅内只剩下公孙瓒、田丰、沮授几人。秦教主，多谢你能来救援幽州，之前是在下冒犯了秦公，还望你原谅在下。我公孙氏愿归顺秦公麾下。公孙将军如此客气，秦某可不敢当。我能来救援幽州，可不是看在你的面上，是看在幽州百姓的份上。秦公您能带领如此大军前来救援，足以证明您对幽州百姓的爱护之心。之前我父亲领兵攻伐冀州也是奉命行事，还请看在我等今日领兵赶来救援的份上，放过我公孙氏一族。宝玉不得无礼，退下。我父亲虽是犯了大错，但如今也在将功补过，还请秦公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若不是你父亲将边防军调走，这乌桓人能看到机会吗？灵帝昏庸也就罢了，你父亲也昏庸不成？你让我放过你们公孙氏一族，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不来的话，这幽州岂不是被鲜卑和乌桓占据了？你可知道今日死伤了我黄巾多少勇士？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请秦公责罚。只要放过我公孙氏一族，我愿以死谢罪。不用了，既然你们公孙氏一族来救援，那我就不会再追究。今日你们来了，那昨日之事就算是翻篇了。你们今日救援我秦城，我秦某人也不会恩将仇报。多谢秦公宽宏大量。好了，你们下去休息吧。秦公，你也早些歇息，我们就先告退了。秦公，如今第一批援军虽到，但无端又多出10几万张嘴吃饭，城内粮草算下来只够大军和城内百姓3日的用度，就算是1日1餐也只够5日啊。秦公，我等现在是继续坚守下去，还是……穿越者带领黄巾军大破鲜卑乌桓，这种大义引得天下武将纷纷前来助战。反贼，安敢侵我境界！幽州大局已定，黄甫松、卢植、朱俊3人这段时间也在幽州发光发热。之前没有趁乱逃跑，是因为他们守护的这个大汉王朝。卢植将军，此战已定，幽州也算是彻底保住了，咱们也趁乱逃回长安吧。黄甫将军所言甚是，这秦城虽答应会放了我等，但依旧改变不了他狡诈的本性。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好，那咱们现在就走。3位将军且慢。3位将军，这是要不告而别，偷偷离去。哼，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这是我主为你们准备的通关文凭，你等可直接前往长安，我黄巾绝不阻拦。我主有言，3位将军皆乃大汉之忠良，我主自知福薄，不得相留。若以后3位的家眷有难，可送往邺城，我主自当为其庇护。卢植接过包袱，打开看到里面有一卷文书和一些金锭。这3人回到长安也无济于事，放回去肯定是搞不赢董卓这些人，可能还会被其所害。然后秦公再以收容他们的家眷为由，在他们走投无路之下，把自己的家眷送给秦公庇护。知我者袁浩也。秦公，这些义士中，万一有不愿意加入黄巾的，您打算如何处理？是杀，亦或者是放？秦城闻言笑了笑，知道是这2人最后的考验。别人收个谋士简简单单，自己怎么这么难？细致才要考自己，田丰、沮授也要考自己。袁浩、龚宇，你2人这是在为难于我呀？还请秦公回答。
这收拢人才和收藏古董不同，古董是可以放的，越放越值钱，而人才是不能放的，要么就用它，要么就杀了它，不然别人就会用。此话一出，二人也是惊出一身冷汗，这妥妥的一个枭雄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居高位者就一定要想办法扭转大势。我如果因别人不愿意投靠于我，便杀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那么我秦城也就彻底失去了做人的准则。我能让你等改变想法，能让那些不愿投靠我的人改变想法，这就是我秦思聪。主公在上，受天分一拜。当今之事能有元昊、公于两位大才入我秦城帐下，已是天大的幸运。二位快快请起。多谢主公，我等定不负主公所望。此刻，幽州官道上正上演着古代版的《速度与激情》，稍有不慎便是坠马人亡。白马一从怎么还追到前面了？哼，想回草原的，给本单于杀！来嘛！兄弟们，鲜卑首领是我的了。何以你打不过他，让我来。你俩等等我。公孙越一见这三人，心里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弟弟公孙范就是被这三人围殴偷袭而死，于是他便装作无意的骑着白马挡住三人的进攻路线。就算他们公孙氏得不到鲜卑的人头，这三人也别想要。奶奶的，大家说好的一起来助战，竟然不带我，哼！老子自己去干鲜卑。邢道荣刀下留人，兄弟们，我邢道荣就不客气了。我邢道荣终于能够名震天下了。此刻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竟然被邢道荣这厮给捡漏了。公孙越，汝为何有意阻拦我等？何将军，这鲜卑首领乃是我白马义冲拦住的，没有我们白马义冲，这邢道荣哪里有机会斩杀？这首功既然归我们白马义冲。操你妈！此话顿时引得诸多黄巾将领的不满，而张辽、高顺等这些降将自然也站在黄巾这边，纷纷朝着公孙越大骂：操你妈！混账！怎么，汝等黄巾贼也要争功不成？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吧？郭泰可受不了这窝囊气，一刀直接杀向公孙越，随即二人站在一处。子龙兄能否阻止他们？自己主公做了那么多，换来的却还是他们一句黄巾贼。公孙小姐，这是何意？快快请起！都给我住手！郭泰还不退下！郭泰这才反应过来，刚刚赵云拔出的这把剑可是秦城的佩剑，相当于代表了他们的主公。见此剑，如见主公。此事回去后自有主公亲自定夺。你等随我回举阳县。遵命。返程的路上，公孙宝月没有理会公孙越，他知道公孙越回去肯定会被父亲教训，况且他身为晚辈也不好教育自己的叔叔。赵将军，公孙小姐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我想请求赵将军一件事。让我帮你向主公求情，还是免了吧？此事主公自有定夺。赵将军，求你了，只要赵将军帮我求情，以后公孙氏院为将军效犬马之劳，我们公孙氏院对郭将军奉献一份薄礼，以表示歉意。公孙小姐，此事我恐怕办不到，我回去后只会如实禀报。至于其他的事情，主公自有判断，你还是放弃吧。赵将军，翌日清晨，县衙大堂内，赵云也是赶了回去，并且向秦城详细禀报了这些事情。你说的确定是真的吗？主公，云无半点隐瞒。启禀主公，公孙越神父经常前来请罪，公孙瓒也在门外求见主公。这公孙瓒给我玩负荆请罪这一套，倒是有点意思，让他们进来吧。片刻后，三人相继进了大厅。公孙越一脸忐忑不安的模样，看起来似乎有点害怕。见过秦公，免礼。混账东西，还不赶紧给秦公跪下磕头认错！且慢，伯龟兄，你这是何意？秦公，我族弟他不懂规矩，冲撞了诸位黄巾将士，实属不该，还请秦公降罪。秦公恕罪。好了，公孙将军，你这是做什么？大可不必如此，快快起身吧。秦公，我岳叔愚昧无知，还请您严惩一二，希望秦公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公孙氏一族今后将是秦公手里的一把利剑。公孙越又不属于我黄巾将领，我无权责罚他什么。而今鲜卑已退，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黄巾绝不阻拦。主公，公孙氏镇压幽州边境数年，虽有大过，但也有苦劳。且白马一从围镇外族，若是就此加入我等黄巾阵营，以后扫平天下，定然会成为我黄巾的一大助力。主公不妨考虑一番。这个赵云不是不愿意求情吗？这话听着怎么这么顺耳呢？主公在上，请受公孙瓒一拜。
公孙将军，你这又是何必呢？我们都是自己人，又何须行此大礼？此话一出，三人顿时松了一口气。而公孙宝月此刻看向赵云，也觉得他没有那么让人讨厌。主公贵为始皇血脉，如今又是我黄金的领袖，自然当得起这一拜。伯龟兄此言差异，出身寒微不是耻辱，能屈能伸方为丈夫。区始皇血脉，何足挂齿？主公，属下还有一事，请您务必考虑。伯龟兄说来听听。主公，小女如今年方19，正值花季，还请主公恩准收小女为侍妾。不瞒主公，我嫡女宝月上马能杀敌，下马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今正是花季，小女如今也到了嫁娶之龄了，所以请主公恩准。这样吧，子龙而今尚未婚配，公孙小姐有如此才情与美貌，配子龙那才叫天造地设，不如。主公，天下未平，云不敢有此念想。子龙就这么定了。可是，怎么子龙还有什么疑虑不成？多谢主公。主公英明，那我就替宝月谢过主公了。伯龟兄客气了，到时候回到邺城就替子龙和公孙小姐举办婚礼。这是自然，主公，这公孙越还请主公依军规重重责罚。好了，之前你们不属于我黄巾军，我无法用军规约束你等，此事就此作罢，你们都下去吧。晚上记得来参加庆功宴。我等告退。子龙，此次你与公孙瓒联姻，我想把你调个位置，你意下如何？主公，云做错了何事？还请主公明示。你很称职，但是我想让你帮我把白马义从抓在手中。云只想跟着主公身边，还请主公应允。大破鲜卑乌桓后，秦城也是大摆宴席，在宴席上，秦城也是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理想。诸位，若是我等想建立一个不同的强国，我希望的是，我们亲手缔造的这个国家将不再有饥饿，也不会再有压迫。我们建立的国家将会拥有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盛。主公英明，主公万岁。他们会给百姓修路，亦会给百姓修建学堂、医所等等。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我秦城和诸位曾经建立过这样一个太平强国。秦公英明。宴会结束，众人纷纷离席而去。这次的演讲，秦城也达到预期的效果。他相信自己的威信将会得到一次极大的提升。主公，接下来如何打算？回咱们的冀州。12月已是入冬之际，整个天下终于迎来短暂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最后宁静。大将军不可进宫啊！为何？太后此诏必是张让、简硕等人之谋，将军切不可去啊！去必有祸。笑话！我亲胞妹召我，有何祸事？若大将军非要进宫见太后，必先召张让等人出宫，然后可入。哼，此乃小儿之见也。我掌天下之权，这些个常识，敢待我如何？对于何进来说，如今的十常侍就是拔了牙的老虎，他们岂敢加害自己？此时，曹操也带着何皇后跟刘辩逃往兖州。见过大将军。哼，曹将军，这皇宫我劝你以后还是少来为好。有些事情一旦被人抓住把柄，就休怪我不留情面了。大将军说笑了，此乃太后召见，让臣带上家眷去宫里给他看看。不管怎么说，一些规矩末将自然还是懂的。既然孟德将军知道规矩，那我就不再多言，好自为之吧。呸！恭送大将军。曹操赶紧拱手相送，现在他只想着尽快跑路。不多时，何进便进入了最后一道宫门。太后特宣大将军，其余诸人不许随入。段珪，你好大的狗胆，敢阻拦本大将军！大将军恕罪，太后说了，只宣大将军一人入内，我等也奉命而已。您还是莫要让我难做，请吧。哼！何进此刻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妹妹早就被拐跑了，而这些太监同样也没有意识到。傍晚时分，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何进亲卫久久不见何进出来，也是有些着急了。大将军，宦官谋杀大臣，随我杀进宫去，诛杀恶党。随即，众多将士冲入宫门，见人就杀。而张让等人第一时间也是去寝宫寻找何太后，威胁他让这些人退兵。可是进入寝宫，却发现了2个假货。原来曹操带走的那2人就是何太后与刘辩。现在怎么办？去找董卓，找他才能活命。董卓府内，制裁先生，此时天色渐晚，我等该如何是好？董将军不必着急，尽管放心等待消息便是。我相信很快便有消息传来。制裁先生，当今天下，你主秦城独占冀州与私立2州之地，但你主靖还敢北上救援，只怕到时候元气大伤。你就不怕南方诸多势力合盟北上剿灭你等？所以只要你们2州不来捣乱即可。这也是我为何前来与董将军达成合盟。启禀主公，皇宫西门跑出来了一群太监，正朝我们这边而来。哼！
传令，命由府典骑兵马随我进宫。遵命。志才先生，恐怕你所谋之事已然成功。这张让等诸多宦官如今已成为你的弃子，我等是否可以捡起来再用呢？请便。此刻，曹操带着一行人马直奔长安城外。快打开城门！曹将军这么晚了，为何出城？是否有大将军的统领？我奉太后之命出城办事。太后懿旨在此，还不速速放行？我尼玛出个城，至于把懿旨整出来吗？稍等，末将这就为你打开城门。这几日，整个长安陷入乱斗之中。董卓改立刘协为帝，董卓的残暴也震惊了朝野。长安的混乱，正是戏志才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中平元年正月，大雪纷飞，银装素裹，黄巾军凯旋而归，整个邺城格外的热闹。小贤良师回来了，小贤良师万岁！张宁得知自己的夫君回来的消息，也是欣喜万分。夫人，外面天冷，还是进里屋等吧。家主应该没有这么快回来的。不，我就要在这等，这样夫君一进来就能看到了我。奴婢亲自为你熬了参汤，夫人先喝一碗暖暖身子。毕竟现在你可不是一个人呀。好，宁儿，我回来了。夫君，你终于回来了。大冷天的，怎么站在外面呢？夫君，我想你了。宁儿，你肚子？夫君，妾身已经怀上了，已经有6个多月的身孕了。宁儿，我这是要当父亲了吗？子龙，通知下去，我秦城有子嗣了。主公到。放心吧，这个月挑个吉日，替你把这婚事给办了吧。是，末将告退。宁儿，我们快点进去吧，外面冷。宁儿，你现在身体重要，要多注意休养，不能长时间待在外面，否则会受寒。等我忙过这几日，便好好陪在你身边。夫君和妾身说说幽州发生的事情。这几个月听到幽州不断传来不好的战报，妾身很担心，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你。不用担心幽州的事情，幽州的百姓已经被安置妥善，幽州也部署了我黄巾10万多将士，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夫君，今年南方诸侯们只怕是都在招兵买马，如今北方平定，明年他们势必会拧成一股绳，北上攻伐我们。不知夫君可有什么办法应对？放心吧，今年我打算先从农商军队这3个方面入手，等地多了起来后，再实行摊丁入亩，按人头分配田地。夫君，那些世家的势力很强大，他们的根基也非常深厚，我们想要对付他们，恐怕没那么容易啊。当然，路也要一步一走，饭也要一口一口吃。夫君所言极是。其次就是强军，如今我黄巾的军队很多，但真正的精锐知识很少。这1年将这些将士分批系统化的训练，到时候就算是南方合盟，也不是我黄巾的对手。自己的男人终究是不一样。而且今年10月1日，我也有一个大的动作，那就是立国。穿越者带领黄巾军打天下，曹操竟把大儿子曹昂送给穿越者当质子，只因穿越者有大帝之资。邺城、秦城如今也是头大，刘备不见踪影，抓住的这个关羽砍了可惜。这段时间让人给他洗脑，人家油盐不进，而且脾气还挺暴躁。主公，曹操派来的人正在门外候着。大早上的就来了啊，让他们都进来吧。是。夏侯渊携公子昂拜见秦公。免礼吧。谢秦公。秦公，如今奉我主之命已将东西带来，是否能放掉我主的从弟？秦城拿到玉玺，仔细打量了一番。子龙，这玉玺崩掉一角，不会影响吧？回禀主公，并无大碍，只要修复一番即可恢复原貌。不过若要修不好这一角，恐怕需要一些时间，而且需要用到和氏璧的边角料。秦城闻言点了点头，只要能修好，不影响开地宫就行。那行，这东西就交给你了。是。夏侯渊听到2人的对话，云里雾里，他此刻也猜不着秦城拿着玉玺到底要干什么。既然东西到了，等下你就可以去府衙大牢领人。对了，孟德兄进来可好啊？多谢秦公挂念，我主一切皆好，就是最近事务繁忙，恐怕无暇前来邺城拜访秦公，特遣长公子曹昂带他前来邺城拜访秦公。曹昂，你抬起头，我看看。小子见过秦公，果然乃少年英才，不愧为曹操的儿子。孟德兄能有你这个儿子，真是幸运啊！多谢秦公夸赞，小子想拜秦公为师，还望秦公收下弟子。这曹昂明摆着就是曹操送来的质子，就是为了安自己的心，他好躲着发育。秦公大才者，我主仰慕万分。此次让大公子前来，一则想要拜在秦公门下，希望能学到秦公的一些本事；其次就是希望与秦公达成合盟。我主即将入主兖州，希望秦公不要与我主为难。
这倒是有趣。兖州就在冀州下方，你让我不为难孟德兄，只怕是到时候孟德兄会突然发难，领着一群人北上来为难我呀。秦公，您就别开玩笑了，我主是什么性格，您应该很清楚，他绝对不会为难您的。既是如此，也罢，你回去告诉他，我能抓他一次，也有第二次，让他别忘了轩辕之事。是，秦公放心，末将定将秦公的话一字不差的转述给我主。曹昂，你想跟着我学什么？武艺、谋略，亦或者是其他东西？这么说，您答应收下弟子了？大公子，快给秦公叩首。徒儿曹昂叩见师傅。先起来吧，想要入我秦城门下，须当遵守我立下的弟子规，你可愿意遵守？弟子愿聆听师傅教诲，弟子一定会按照师傅的规矩来。很好，这段时间你就先在太平学院跟着学习一些不一样的知识，等我这边忙空了，自是会亲自去学院找你。徒儿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好了，徒儿起身吧。妙才，你且随我一起去府衙接人吧。多谢秦公。府衙内，田丰、沮授等人已经等候多时。公羽在冀州建立500所学院这件事，今年10月之前能否建完？主公，学院建立容易，但是夫子怕是不好找呀。我知道，先动工。如今冀州灾民太多，不能总是白养着他们不做事。到时候夫子的问题，再想办法为我黄金立下1等功、2等功、3等功的将士家眷都要安排好，他们子女到时候可直接入读。主公英明，我等定为主公分忧解劳，将这些将士家属安置妥当，保证他们的生活无忧。好，现在我和大家说说这个屯田的事情。春种之前，让灾民和我黄金将士开垦田地。秦城将屯田的事情详细的跟大家说了一遍，当然也让铁匠抓紧打造屈原里有这个神器开垦田地，效率肯定翻倍。安排好公务，以示申时。太平学院位于邺城内的东南角。秦城来到一间学堂外，而在讲台上的正是于吉，也是太平学院的代理副院长。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见过师伯。思聪啊，贫道近日算到我的应节之人出现在邺城，所以到时候想请你帮一个忙。师伯请吩咐。就这样吧，贫道去也。同学们，我是何人？主公。小贤良师，教主。院长，我是反对饥饿和剥削的煽动者。经过1年残酷的斗争，我们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我们的口号是反对汉室，反对汉室。好，你们都是我黄金的栋梁，未来必成大器。你们都是谁的儿子？我叫黄旭，是黄忠的儿子。我叫何毅，是何曼的儿子。我叫何荣，是何仪的儿子。我是薛秦远，我是秦虎的儿子。看着只有7岁左右的秦爱，秦城的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此刻于吉已经来到了邺城大街上，寻找着应节之人。程伯伯、韩伯伯，咱们多久返回吴郡呀？香香想家了，香香好想吃母亲做的鲜鱼汤呀，香香肚子饿了。三妹不可烦程伯伯，程伯伯和韩伯伯是要办正事儿的，等2位伯伯办完了事，咱们自然就能回去了。好了，等下就带你们去吃东西。随即，一行人便进入了邺城的一家酒楼。请问阁下，此处还有空房吗？客官，您来的正是时候，刚好小店还有1间上房，不过1晚需要100钱，您看你需要吗？怎如此之贵？就算是洛阳也没有100钱1碗这么贵呀！贵哪里贵了？这几天就是这个价格，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好不好？兄弟，您有所不知，最近秦公可是要在邺城举办授勋大会，邺城可是来了不少人。你再晚几天来，这邺城你可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哼！给我开4间，再上桌好菜。义公，咱俩走得急，现在可没有多少钱了，你可得悠着点，不然到时候回家都难啊。放心吧，德谋，这点小钱我还是出得起的。没错，这6人正是程普、韩当、孙策、孙权、孙尚香以及周瑜。程韩2人是打算来支援黄巾，半路救下被拐的孙策等人。等到了地方，黄巾已经打完了。我欲投靠黄巾，奈何却无引荐之人，如就此加入，也只怕是不得重视，有志难伸啊。谁能想得到呢？如今的黄巾早已不是1年前之光景，如今之汉室，天下间又有几人还存有匡扶之心？就在2人聊天的时候，突然于吉老道窜了进来。3世同堂，最末为孙。小子你姓孙，南方人，对不对？无量天尊，这面相，孙策就是你了。这位道长，不知刚才所言有何见教？贫道于吉，您就是宫宠义阙上师于吉道长。正是贫道，我观此子资质不凡，将来必成大器。不过此子将来必有一难，若不渡过此难，则必死无疑。啊！道长，此劫该如何化解？是啊，还请道长明示。大哥，你难道又死了吗？
小妹，你怎么能咒大哥呢？这个老头坏得很，简直是在胡言乱语。哼，黄口小儿，做人当的大气量，方可长存。道长，那这该如何化解呢？最接近天道之人，这天道人又是谁啊？很快，他们便反应过来，能被称之为神一样的男人只有一个。最近邺城吵得沸沸扬扬的，就是举阳大战的秦城了。刘大耳，你什么意思？秦公，刘备恳请你放过我二弟三弟。大哥，刘备求您了。大哥。夫君，好吃吗？好吃，像你一样。夫君，妾身有件事和你说。说吧。是这样的，妾身为你选了几房妾室，都是投靠我们黄金的冀州各大世家嫡女。不必了，不必了。夫君，你干嘛这般慌张？我不喜欢这些女子，我正准备动他们家族的利益，你后脚就把这些女的送来，到时候岂不是让我难做？夫君，妾身不是这个意思。可若是夫君以后君临天下，若无后宫嫔妃，难免落人诟病啊。傻瓜，怎么哭了？自古男权至上，古代女子的地位本就卑微，而且男人三妻四妾乃是平常之事。宁儿，不要胡思乱想，你要相信，在我心中你的地位是不会有谁会动摇的，也不会有人敢来动摇的。以后若是后宫之中谁敢乱我心者，必诛之。夫君，你是在为妾身考虑吗？我早就想好了计策，有朝一日咱们儿子有坐稳皇帝宝座的本事，我就会向天下宣布退位，然后咱们隐居二线。夫君，妾身一切都听你的。正月月底，今日的邺城却是人声鼎沸，万人空巷，一片繁华热闹景象。快看，那碑上写的是什么？以热爱军队为荣，以危害军队为耻，以服务百姓为荣，以背离百姓为耻。大哥，这上面写的到底什么意思？三弟，如今我刘氏皇族怕是再无翻身之日，我等兄弟三人今后该何去何从啊？大哥，救出二哥后，咱要不也投靠黄金吧？毕竟黄金救过卓君的父老乡亲。三弟，不是我不愿投靠黄金，只是我乃汉室宗亲，今后必定会受其所害，到时候，罢了，只待救出二弟，你和二弟就投靠黄金吧。到时候大哥独自离开此处，找一个地方隐居终老吧。大哥，我们兄弟三人同生共死，大哥放心，俺张飞永远追随大哥。刘备闻言，心头也暗暗松了一口气。他知道张飞虽然性格粗犷，有点不太会思考，但却很讲义气。一旦自己说出这样的话，他必然会毫不犹豫地跟着自己。主公，这是叶冀州各郡县奏书，已经按照主公的吩咐，安排百姓和闲置的士卒开垦田地，有着屈原离的帮助，效率大增。不过主公这幅水恐怕给予不了多少呀。是啊，主公，按土地的10税1，给百姓留下9成，是不是太多了？此事我自有计较。主公，如今冀州已然步入正轨，还请主公进位称帝。还请主公进位称帝。众人都拱手一拜，只有田丰举寿二人不为所动。如今不是时候，诸位不可心急，立国可不是一日之功，此事我心中有数。如今黄金中的文吏班子还不够，秦城自然不会贸然去搞什么称帝，最多也是今年先立国称王，安抚手底下这群人躁动的心。主公既有所打算，我等自当遵从主公的号令。我虽为先秦遗孤，虽有功德及民，然天下未平。假若天命在我，于今年10月复国称王，到时候这开国大业，少不了诸位的齐心协力。此事还是等改日再行商议。主公英明。主公进位称王，正合天心仁意。明年则可以大秦之名，南下征伐也。愿我大秦扫平南方，一统天下。主公万岁！主公万岁！好了，今日就先到这里了，诸位都下去好好做事吧。我等告退。众人也是对着秦城行礼，然后依次退去。宪和，你还有事？简雍，字宪和，涿郡人，年少时便与刘备相识。启禀主公，属下有一位好友欲投靠主公，让我代为引荐。宪和也要替我等大业招贤嘛，这是极好的事。说吧，是何人？主公，此人姓刘，名备，字贤德。大耳贼这厮投靠曹操，估计都不会投靠我。秦城此刻都有点怀疑，这个耿雍是不是刘备派来的奸细了？刘备现在何处？启禀主公，刘备此刻正在属下家中。那明日你把他带到府衙，让我看看。你先下去忙吧。是，属下遵令。秦城看着耿雍离开的背影，开始琢磨起来，刘备肯定是为了他这个二弟来的。翌日，刘备、张飞二人早早的就在府衙门口等待着。大哥，咱们真投靠黄金吗？咱们假借简雍投靠黄金，而秦城自然会放了二弟，然后咱们带上一段时间，借机跑路。大哥，这计妙啊！你们两个随我来吧。罪人刘备见过秦公。
玄德何罪之有？被去年随师兄公孙瓒征伐冀州，战败后逃至滨州，遇胡人扰我边境，见秦公深大义于天下，被心生愧疚，特来请罪，并愿跟随秦公，为天下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是吗？我怎么有点不信啊？备之所言句句属实。玄德有此心，我秦承慎是相信。不过我可是听说玄德乃汉室宗亲，中山靖王之后，为何会加入我等黄巾？你真的愿意随我一起推翻这腐朽的汉室吗？回禀秦公，如今汉室倾倒，已经到了无可挽回之地步。何况秦公乃是黄血脉，背着汉室宗亲的身份不值一提。好啊，玄德此言甚是有理。不过玄德乃卢植的弟子，我曾听他言之，他有个弟子一直存有匡扶汉室之心，为人忠厚仁义。他说到时候此人必是我秦城之大敌。玄德可知是谁否？启禀秦公，被没有听恩师提起过，想必是秦公听差了。而今秦公兵多将广，雄踞四周之地，天下已无人再是秦公之对手。被自认不才，想要为天下苍生谋福祉。若秦公不嫌弃，愿为秦公麾下一小力，为秦公效犬马之劳。好，既然玄德有此志，我又岂能拒绝？备还有一个二弟关羽是吧？正是。这大耳贼果然是为了他这个二弟来的。玄德，你二弟关羽确实有几分胆识与武艺，但可惜他不愿意投靠我黄巾，我麾下将士很是反感，于是将你二弟给嘎了。什么？你杀了二哥，俺要杀了你！三弟，秦公，我二弟如何了？玄德这是何意？刚刚我话还没有说完，你这个三弟就要弄死我，这让我有些意外啊！秦公明鉴，我三弟为人性情耿直，就是个粗人，并非有意冒犯秦公，还请秦公大人不计小人过，高抬贵手，网开一面。这让我难做啊！你这个三弟要弄死我！秦公明鉴，备的三弟绝无谋害秦公之意。大哥，你别给擒贼磕头，死则死二，我兄弟三人来世再做兄弟。大哥，大哥！见此情景，秦城也是极为佩服刘备能为他这两结拜兄弟做到如此程度，可见其重情重义。玄德这是何意？快请起，你二弟无忧。多谢秦公。刘备知道秦城让他起身，代表着已经饶了他的三弟。玄德，我很佩服你。秦公此言何意？一个聪明人如果学不会藏住自己的锋芒，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你是个聪明人，我想你应该知道我的用意。秦公有话，但说无妨。玄德，你认为国家重要还是民族重要？秦公，国家与民族孰轻孰重，备心中清楚。只不过秦公，如今我已经没有了退路，不管怎么选择，都是为了心中之理想。要说蜀汉，就是一群人为了理想而奋斗，可是天命不在汉，只是徒劳而已。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我秦城也就不拐弯抹角了。我需要你一个承诺。秦公，请说。当你发现你为之努力所谓的这个理想与你心中的理想背离了之后，我希望你能真正为我华夏民族做一点事情。我可以给你机会。我刘备在此立誓，若是以后备之理想与民族相悖，备愿受天谴，备必将受尽折磨，万劫不复。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否则这个天下将没有你的容身之地。秦城之所以答应放他离去，让他去匡扶汉室，是刚刚刘备的磕头，他想成全这兄弟三人的情谊。此刻刘备对秦城已经产生了心理阴影，他知道汉室民心尽失，已不可服，但他只想对汉室最后再努力一把。玄德，这次你三弟冒犯于我，可既往不咎，来日若是战场相见，必杀之。去吧。多谢秦公。洛克，救我啊！洛克，把耳朵捡起来，把耳朵捡起来！刘备的离开，秦城他还真不在意。没有诸葛亮，他们三人无非就是臭皮匠。启禀主公，一位自称是孙武的后代前来投靠主公，此刻他们正在府衙外等待接见。孙武的后代，快请他们进来。是。我等拜见秦公。四位壮士不必多礼，还未请教诸位。孙坚，字文台，吴郡人士；程普，字德谋，北平人士；韩当，字义公，辽西人士；祖茂，字大荣，吴郡人士。诸位，不知你等为何加入我黄巾？启禀秦公，监视为长子孙策所来，希望孙策能拜入秦公门下。孙策拜入自己门下，这是什么鬼？秦公，是这样的。秦城听后恍然大悟，原来是虞姬搞的鬼，说人家儿子有难，需要靠大气运之人为其挡劫。好，此事我答应了。多谢主公，兼愿为主公鞍前马后。我黄巾有文台加入，何愁扬州不平啊？
主公、程普、韩当二人有万夫不敌之勇，更是勇冠3军的将领。本在扬州当值，只因得罪刘岱，还请主公收留左右。而祖茂乃兼知家将，也愿为主公效犬马之劳。我二人逃官，本欲北上支援秦公，无奈路途遥远，赶至邺城后，方知秦公已平定幽并2州，愿请您留在秦公左右，为主公效力。4位计入我麾下，那从此以后就是我黄巾的一份子。你们放心，我黄巾军法公正，纪律严明。想要封侯拜将，首先凭借的是军功，其次就是个人能力，但不能使用不正当之手段。属下遵命。时间很快到了3月上旬，春耕季节。张宁的产期越来越近，这几天秦城更是寸步不离的守着，这让张宁很是感动。夫君，你放心吧，妾身不会有事的。华神医都看过妾身的脉象，他说妾身胎香平稳，我们的孩儿一定会平安降世的。是啊，老爷，况且还有一大帮稳婆在呢。命儿，你辛苦了。不辛苦，能为夫君生育孩儿是妾身的福分，就怕第一胎不是男孩。家主，有亲卫找您，正在前厅等候。命儿，那我先去处理一些事情，等会儿再来陪你。好，夫君不必陪在妾身身边。启禀主公，跟随赵将军去往骊山的人马已经传来消息，他们抵达骊山，并且见到了赵双，还有左慈、禽兽，秦城的亲卫头领。这个左慈竟然跟他们是一伙的。赵将军说，他姐姐赵双也怀孕了，是主公的。啊！算上时间跟主母的差不多。这么说也要临盆了。是的。此刻秦城感觉头皮发麻，这盘棋局也是越来越复杂了。看来以后行事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秦城便常待在太平学院造物方部门，就是秦城收集了一批忠诚的工匠所打造的研究所。主公，这一是改良36次的纸张了，成本如何？启禀主公，您手上这一张纸成本约不到1枚铜钱，这些原材料随处都有，特别是竹浆占主要成分。辛苦你们了，每人赏金100。多谢主公，我等愿为主公效死。纸张有了，天下舆论的风向自然也就掌控在手中了。邺城月报就是秦城打响改变天下的第一枪，如何办理这个月报，他还要和麾下文吏商量一番，上面能刊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小玉夫人怎么样了？老爷，母子平安，是双胞胎。清河已过，仲夏将至，临潼县营氏祖地内。夫人，把小公子给奴婢抱吧，您吃点东西，院内需要进补，这样身子才能好得快。小倩，别叫我夫人了，人家说不定都不要我母子2人，这哪儿还是什么夫人呢？赵小姐，你们是谁？由我主密令传来。秦统领，可否进来说话？末将不便入内，还是让末将代为口述。秦统领，那你说吧。末将奉我主之命，需要将少主接回邺城。还有呢？没了。不行，这绝对不可能，这是我的儿子，他凭什么要回去？要儿子，你让他自己来。赵小姐，末将不能做主，这孩子必须接回去，不然什么？不然要灭了我们赵氏一族吗？你替我告诉秦城，就算他派大军来灭我赵氏一族，我儿子也绝不可能会给他。禽兽见状，也不知道自己说错什么话了。他的不然，则是自己回去后会受到责罚，但怎么被曲解成要灭了他们赵氏一族呢？老大，这该怎么办？等赵云回来吧，让他自己看着办。他和赵双是一家人，而且这又是主公的密令，他是亲卫首领，自是要替自家主公分忧了。除非他想抗命，反正不关我的事儿。凉州长安内，自从董卓改立刘协为帝以后，便自封相国，这个职位那是相当大了。相国收到密报，丁原与韩馥2人在西河郡筹备兵马，欲对相国行不利之事。丁建阳，这不是被秦城矫文，封之为民族的罪人吗？韩馥只一条善逃丧家之犬，他们有何能耐，对相国行不利之事？文和所言极是，此2人不足挂齿。相国不可轻信贾文和之言，此人怕是早已投靠了黄巾，故意来陷害我等。放屁！我对相国忠心耿耿，倒是你最近事事都替相国拿主意，什么事都是你一人说了算。你如此作为，置相国于何地？臭米包！撤了，尔等都是本相国手下的肱骨大臣，如此大吵大闹，成何体统？相国息怒，如虽有私心，但也是为相国大业着想。相国还有一事，秦城派人来信，欲派3000人马前往骊山祖的进行祭祖，需借道函谷关前往临潼县。此事还请相国亲自做主。秦城派人去骊山祖的祭祖。是的，相国，秦城借自己儿子出生的由头，派人回祖的祭祖告天。这秦城究竟是何居心，还未可知，不可因此小觑这3000人马。
放他们过去吧，记得派人盯着这3000人，要是有何异常，直接派大军剿灭。相国杜可。现今头等大敌乃是曹操，他将废帝刘辩掳至兖州，一旦他奉刘辩为帝，我等手中的刘协就失去最大利用价值。如今不可再与秦城发生任何冲突，我等还需借他之手弄死曹操。文和此言甚是，这样只要这3000人不明目张胆的在凉州行不利之事，就不用管他们了。相国，如今秦城诞下长子，您有一孙女，我等可与知县订婚，占据正式先机，还可使之联盟更加稳固。小婉才刚满3岁，是我最喜爱的小孙女，送给秦城的儿子，这是否有些唐突啊？还是送个女的过去吧。相国，切不如其啊。此事许亦赞同文攸的看法。既然如此，那就照你俩的意思去办吧。此事由文和你带上礼品，去邺城走一趟。是。5月中旬，秦城的3000人马浩浩荡荡朝着函谷关进发。不久之后，一行人抵达了函谷关，守关的乃是董卓麾下的将领郭汜。这不是那几个叛徒吗？非要给别人当看门犬，你们说是这世道变了吗？袁义兄，你怎么能侮辱犬呢？俗话说，好犬不嫌家贫，犬可是最忠心自己主人的。哼，马元义，杀人不过头点地，辱骂我等是犬，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就算我等是犬，那也是一条忠心于主公的犬。那你们背叛主公，投靠汉室，岂不是连犬都不如？马元义，你不要太过分了。如今杨凤等人早已归顺相国麾下，乃是我西凉将领，不是尔等能随意辱骂的。那依照郭校尉之见，我该称呼他们为什么呢？又何尝不是汉室的犬呢？大胆！汝别忘了，你家相国与我家主公之事，今日你敢下令击杀我等，明日就是你等的死期。哼，我看是谁先下地狱。高览，你敢伤我，弓弩手何在？放箭射杀他们，杀了他们。郭汜，欧敢，老子今天就算是死，也要弄死你们！都给我住手！牛将军，你可要为我等做主！这群黄巾不仅言语辱骂我等乃汉室走狗，还出手伤了郭将军。哼，见过牛将军，加点课。真指挥使，随即甄瑶便完整的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切。郭将军，汝难道忘了不久前相国下发的军令吗？还不快把耳朵捡起来！洛克，救我啊！洛克，把耳朵捡起来，把耳朵捡起来！甄指挥使，你等伤我西凉将领，此事你打算怎么解决？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说法？此事我可以看作是他在替董相国向我等黄巾宣战。当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高览将军替你们董相国代为教训。此事就此作罢，如何？哼，此事我会如实禀报相国，请相国裁断。牛将军大可不必，此等小事何必呈报相国？我等还得去邺城为秦公子祝贺，这一去至少要待到8月份。此事私下协商解决即可。这个文和所言极是，甄指挥使，此事本就是一件误会。既然误会解释清楚了，那本将军就自行处理了。你们还要去临潼，我们也要去邺城，那么咱们就此别过吧。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先行告辞了。慢走的。在三国乱世，你带领黄巾造反，占据了冀州之地，这时候各路诸侯纷纷前来讨伐你，而你该怎么办？半个月后，贾诩等人也是来到了冀州。如今的冀州和2年前已经大不一样，从百姓们洋溢着幸福的脸上，似乎看到了他们对生活无尽的希望。文和，这里是冀州吗？是，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实乃令人佩服。不知道这秦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你是说这些都是秦城干的？冀州这些世家为何没有出手？这就不知道了。看来他在治理这冀州的同时，也在进行一些别的事情，否则的话，冀州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这秦城真是奇才啊！刘将军，我去前面打探一下。老丈且慢。不知老丈如何称呼？听口音，你们是外乡人吧？不错，吾等正是凉州人士，此番来邺城是为秦公子的百日宴祝贺，不知老丈如何称呼？原来是为秦公子祝贺的，老朽姓陈，不知先生拦住小老所为何事？陈老，是这样的，我想向你打听一下，你们冀州大规模种植粮食，我等一路走来，到处都是良田，今年的收成肯定不错，这税可不低吧？呵呵，你这外乡人可就有所不知了，秦公本打算只收1成税的。可是因为小公子的降生，咱们冀州百姓也跟着享福，这1成的税，秦公都替咱们免掉了。1成都不要，还免税？
合着这些农民种的粮食都属于自己的了。那秦城今年靠什么去养活他麾下那么多人马？看得出来，秦公对冀州百姓是真的好啊。那是当然，秦公是人君，怎么能让冀州百姓吃亏呢？小老儿的3个儿子全在秦公麾下当兵。陈老，你就不担心你儿子跟着秦公打仗，万一全都死光了，不就没人给你养老送终了？小老儿就算儿子全死光了，还有孙子。小老儿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秦公当上皇帝。要是有人敢反对秦公当皇帝，小老儿第一个就冲出去灭了那帮王八羔子。甚好，甚好。不跟你说了，小老儿要下地干活去了。陈老慢走。主公，你到底还能带给我多少惊喜？早在之前，贾诩便在细致才的搅动下，秘密加入了黄巾。文和，你打探到了什么没有？没什么，只是秦城在冀州的一些治民政策。咱们继续上路吧，还有3日路程就能抵达邺城，赶了半个月路，咱们在邺城好好休整一番。如此甚好。3天后，2人抵达邺城。好厉害的秦城啊！1年的时间能把邺城改造成这样，地上连个马粪都没有。站住！你的马拉屎了，罚款1文钱。一个大婶居然敢找我要罚款，虽然钱不多，但自己好歹是个中郎将，我不要面子的吗？给钱。根据邺城管理条例第36条，马匹进入主街道，未给马匹佩戴屎兜，马匹在邺城主街道上拉屎，罚款1文。哼，大胆！某乃中郎将，哪儿来的乡野村妇，竟敢找本将军要钱，还不快滚蛋！什么战大将？只要外来人入了我们邺城，就归咱城市管理员处理。我可不怕你，我告诉你，不给钱我可就叫人了啊！到时候城管大队来了，可不就是罚你1文钱这么简单了，罚你10倍。放肆！竟敢威胁我家将军，你找死不成？来人啊！有人在大街上拉屎。大妈，误会，这是误会，我等初来乍到，不知城中规矩，这罚款我们缴纳便是。早给罚款不就完事了？一群大男人婆婆妈妈的，还什么战大将？秦城弄的什么玩意？还卫生管理员，简直就是市井泼妇。刘将军，这里不比长安，切勿冲动行事。主公，贾诩和牛夫一行人已抵达邺城，且牛夫还因马匹当街拉屎被罚款。现今他们已入使节关内安住，并想要求见主公。明日就让他们来府衙大厅吧，记得对贾诩要客气些，还有把曹操、袁绍等人派来的使者全部安排住在一起。我倒是要看看他们究竟会搞些什么名堂出来。好嘞。对了，典韦，我还没问你为什么加入我黄巾。能吃香的，能喝辣的。让你待在身边保护我有些屈才，你有没有想过当一个将军带兵打仗，或是镇守一方？末将愿永远追随主公身边，主公安危大于天，就算给末将天罡上将也不换。有典韦在我身边护我周全，天下间何人敢伤我秦城分毫，我岂能有样？主公放心，3尺之内有着我典韦在，无人能伤得主公分毫。好。主公与季道长给您的信。失职啊，贫道也该是时候离去了。这些时日看得出来，你这小子不会辜负张明这丫头。贫道本答应过师弟，让他的血脉将来能当上皇帝，这本是你自己的家事，贫道也不再插手多管闲事。大好河山，贫道打算去益州看看。师叔慢走。翌日，贾诩、牛辅2人已在等候多时。文和，这秦城到底是什么意思？把我等晾在府外已经1个上午了，如此怠慢我等，显然是不把我西凉放在眼里啊！将军不要着急，想必是秦公在忙。嘿，今日突发紧急公务，让诸位久等了，实在是万分抱歉。诸位快里面请。秦公客气了，秦公能如此勤政，实乃冀州百姓之福。文和先生谬赞了，董相国麾下能有文和如此之高才，实在令我羡慕不已啊！秦公此言差矣，许之才不及秦公万分之一。2位快请进。如今秦公盛世滔天，南方齐汉室宗亲势力早晚必会向秦公用兵，届时南方大军北上讨伐秦公，不知秦公可有应对之策？南方大军不济，粮草不足，有何惧哉？据我所知，荆州刘表已筹备大军10余万，随时准备北上。豫州与徐州被袁氏2兄弟所控，此2人为4世3公之后，由此民意在先，并会响应传赵徽军北上。还有兖州曹操、扬州刘岱、青州孔融、陈纪等汉室忠臣，对秦公的态度似乎也不太友好。而活跃在滨州一带的丁原、韩馥等人，更是对秦公恨之入骨啊！若明年若无大事发生，他们势必会合纵起来对付秦公。而秦公看似坐拥4州之地，但唯独冀州才是秦公真正的要害啊！汉室联军一旦攻克冀州，那么秦公便是腹背受敌，只怕是到时候危矣。贾诩一连串的分析，让众人听得暗暗点头。
文和先生，可知我冀州经过1年多的发展，如今早已是民生上百姓富足，军事上精兵强将，天下群雄就是联盟，也不是我主之对手。何况现在我主麾下更有近10万铁骑。子远为秦公所谋，莫非不知兵？秦公自是能够以一己之力压制住其余任何一方诸侯。若是论及不可见之兵，怕是其他诸侯也有不少能人异士。我相信秦公不会认为凭一己之力就能抗衡得了所有诸侯吧。文和先生果真不愧为名士，果真有一番见解。只不过他们若是一条心，我也没办法。秦公所言甚是，不过南方诸侯势力早已达成讨秦联盟，而秦公已是陷入孤掌难鸣之际。现相国让我等来此，还有一个目的，则是为了助秦公一臂之力，合力抗击南方诸侯势力。文和先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知董相国需要我做什么？相国之意，则是想要滨州的西河3郡16县。好大的胃口，真是狂妄！董卓疑惑乱朝后，乱长安之辈，安敢有此野心？竟把手伸到了我滨州境内。主公，贾诩来此，肯定心怀不轨，请主公杀之，以绝后患。文和先生，你怎么看？什么叫我怎么看？这群臣摆明了是别人安插在你身边的内奸。主公，如若董卓得知此郡，就如一柄利剑，悬于我黄巾所占领的滨州及私利之头上，主公万不可答应此事啊！主公万不可把西河郡让出去啊！文和先生，你也看见了，西河郡在谁手上都可以，唯独不能在董相国手上，此事恕我不能答应。既然秦公已经把话说在明处，那么我等也是无话可说，只希望联盟不会因此产生隔阂。那么以文和先生之见，我与董相国之间的联盟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稳固呢？秦公只需与相国结为秦晋之盟，此乃两全其美、稳固联盟之策，还请秦公不吝考虑。哎呦，韦大哥，好几天不见您了，干什么去啦？那啥，给我在2楼找一个好点的位置。不必了，整个2楼我包了，等会我粉丝们要来。公子爷真大气，放心吧，必须把你的粉丝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保证你满意。秦公要想抵御南方诸侯的大军，相国是您最好的合作伙伴。虽然和董卓结盟对于秦城来说并不重要，但少一个敌人总归是好的。秦公只需与相国结为秦晋之盟，相国有一嫡系女，名为董白，恰逢秦公有子，两家若是结为姻亲，我儿还未满100日，此事容我三思，等我儿100日宴过后，再给诸位答复。如此，那我等便静候秦公佳音。告辞。看着贾诩等人离开的背影，秦城决定晚上私底下会见一次贾诩。傍晚，整个邺城灯火通明，秦城解除了宵禁，更加促进了冀州商业的发展。前面怎么回事？启禀主公，最近邺城来了一位色艺俱佳的舞姬叫来婴儿，此女生性孤高雅洁，很受欢迎。看样子你闲暇之余怕是没少去勾栏听曲吧？主公您误会了，那里是正经的地方，只有听曲和看歌舞。如此说来，我倒是要看一看，去把贾诩也请过来吧。属下遵命。随后，秦城便来到了灯火辉煌的红浪漫。哎呦，韦大哥，好几天不见您了，干什么去啦？那啥，给我在2楼找一个好点的位置。不必了，整个2楼我包了，等会我粉丝们要来。公子爷真大气，放心吧，必须把你的粉丝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保证你满意。2楼是专门为一些达官显贵准备的地方，有酒水，有美食，还有专属的美女伺候。舞台中央则是一个女子面带笑容的站立在中间，轻纱遮挡着半边脸。小女子来婴儿，今日为诸位客官献舞一曲，愿大家尽兴。韦大哥，来这里一次，你怕是要花不少钱吧？主公，我等黄金将领是花不了多少钱的。将领花不了多少钱，为何？老鸨子说这里是冀州，是我们黄金自己的地盘，酒水免费。这家店背后的人是谁？背后之人乃是地公将军。张宝被我安排镇守滨州，肯定没有机会搞这些东西，估计这件事连他本人可能都不太了解。若是放任不管，日后肯定一发不可收拾。此时台下的众人已经彻底迷失在其中，而来婴儿却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豪哥，好舞，好舞啊！婴儿小姐不愧是来自洛阳的花魁啊，果然美丽无双。这小妞比买来的那些庸脂俗粉漂亮太多了。三少爷，你可不能乱来呀！家主才下了禁令，这段时间不可惹是生非。知道了，知道了。大哥如今乃秦公麾下第2谋士，怕什么？再说我又不傻，惹不起的人，今天我又没瞧见。此人正是许攸的3弟，许攸已经把自己的嫡系家眷全部接到了邺城。
诸位爷，来婴儿的表演就到这里了。哼，就跳了一曲，看得老子心里直痒痒。是啊，就再跳一段吧。小诸位爷说的，这样吧，今晚来婴儿小姐会在厢房单独会见，这机会嘛。自然人人都有，今晚以拍卖的形式决定来婴儿小姐到底花落谁家。20贯，30贯，哼，50贯。典韦见状也是跃跃欲试，要不是秦城在，估计都开始报价了。主公，您看要不要末将拍下来？我记得你一年俸禄也只有800贯钱了。罢了，你们的私生活，我作为主公不好过问太多。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作风优良，有钱也不能如此乱用，钱还是要省着点花。末将明白。主公，文和先生已请到，快请进来。秦公真乃好雅致，在下可算是来对了地方。呵呵，文和与智才在长安之事，我亦有所耳闻，比不得啊！秦公说的那里话，智才贤弟才是风流倜傥，在长安欠下了不少风流债，我也不过只是作陪罢了，不值一提。文和先生倒是谦虚了起来。不知秦公今日找在下来，所谓何事？我知先生才智非凡，故想拜先生为我秦国之助使，为我大秦以定万世之基。许虽有些许才能，但位居庙堂之上，恐怕如今还是欠缺了些许火候。秦城知道贾诩此人，如果先和他谈理想、谈抱负，还不如谈工资待遇。先生何出此言？而今我于冀州变法革新，也只是进行了一小步。不过任何敢于阻拦我革新者，皆为我民族千古罪人。不知先生对于我这话如何看待？君王治国，自要用人。贾诩的意思是，你是君王，就算变法失败了，这些人也不敢怪罪于你，而下面帮你推行变法的人，以后就是你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了。先生此言甚是在理。今日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来对于我秦国麾下文臣将领，我只需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当弥留之际，回首往事之时，能够大声自豪的给自己道一句问心无愧就好。秦城的意思是，不会做那种过河拆桥、违背自己良心的事，也不会残害帮助过他的有功之臣。好一个问心无愧，许服矣。先生何必行如此大礼？秦公若许为秦公献一计，可取一城，但此计会令城中无辜百姓无一幸免。请问秦公，您当如何抉择？取一城而害及一城百姓，此城不取也罢，若是非取不可。先生莫非以为我此言乃优柔寡断之举否？秦公说笑了，旁人要是这么说秦公也就罢了，秦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在其位则谋其职，他日我若为帝，则需要对整个天下苍生负责，不负百姓全力支持。文和先生，正所谓能力越大，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秦公真我主也，许但凭主公驱使。就在秦城准备给贾诩安排职位、交代任务之时，楼下却传来阵阵打闹声。竟敢跟你老子抬杠，我出500贯。阿武出500贯，还有没有人出了？我出501贯。跟我作对是吧？老子跟随主公刀山火海都淌过来了，还怕你们这些个庶子？汝要作甚？我大哥可是许攸。哼，许攸又如何？今天这婆娘我要定了，耶稣也拦不住我。我说的。大兄弟，这不好办啊！难办啊！我操，就别办了！丢人现眼，典韦去把和武给我带上来。属下遵命。让文和见笑了。主公何出此言？不妨派人查一下这家店背后真正的主事者，想必是有人蓄意挑起我黄巾内部矛盾，借机趁虚而入。是啊，自从把军政分离之后，原黄巾武将打心底不服士族子弟出身的文吏，而这些文吏也是看不上农民出身的黄巾将领，双方本就存有矛盾。如今我还能压制得住，不然早闹起来了。此刻，典韦也来到了下面。典兄弟，你来的正好。这群小兔崽子不就是仗着自己家族有钱，跟我一起弄他们？有人要见你，跟我走。走啥走？啥人要见我？你个憨批，你说呢？不多时，典韦便带着何武上来了。见过主公，不知主公在此，请主公恕罪。何武乃何曼的胞弟，何曼跟随秦城征战，立过不少功劳，早就升职加薪，如今正在幽州镇守一方。他的家眷及胞弟则留在了邺城。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能不能多学学你大哥的上进心，让你们闲暇之余多看点兵书，多学点文字？你可倒好，拿着老子给你的俸禄跑来这里，你很有钱是吗？主公，实在是军营里太无聊了，而且又无战事，好不容易休假出来玩玩，谁知道一来就碰到这些个玩意。自古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啊！主公，我明白了，这次回去后我会努力的，定然不会再让主公失望。记住，下不为例，出去吧。末将告退。400年大旱呐，亡了。
公元195年，穿越者在冀州建国称王，对汉室更是毁灭性的打击。天下手握兵马的诸侯们，以袁绍、曹操为首，决定出兵北伐穿越者。翌日清晨，秦城与贾诩两人一番密谋，直到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这才结束交谈。有了文和诸多建议，相信我们大秦帝国肯定能屹立世界之巅，300载而不倒。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主公深谋远虑，许不及万分也。愿随主公一步一步完成这些伟大计划，万死而不辞矣。时辰也不早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以后文和乱武虽然没有了，但有文和乱梁。秦城也是对贾诩做了众多安排，还是要让其返回凉州，回到董卓麾下。主公，直接回府邸还是回府衙？昨天你说这家青楼背后的人是张宝是吧？那估计就是我那二婶干的了。走吧，去张府拜访一下我二婶。张府，一座占地极广、气派宏伟的府邸。你是说贤侄正在来的路上？估计快到了，快去迎接啊！算了，我亲自去。另外再备些好酒好菜。是。贤侄，你们怎么有空到婶婶这来？对了，大成和二成怎么没有带过来？大成和二成还小，就没有带出来。二婶要是想看他们，随时可以来府里。见过二婶。贤侄不必多礼，如今你乃我夫君的主公，婶婶可受不得你的败礼。二婶这是说的哪里的话？二叔镇守滨州，如今张府内外皆是二婶一手打理，看得出来二婶是个能人，直婿自然深感佩服。贤侄客套了，咱们都是自家人，别光在府外站着，咱们府内再聊。进入客厅，秦城便坐在了左侧席位。贤侄，婶婶听说你来了，刻意吩咐厨房做了一些饭食，你待会留下尝尝如何？不必了。二婶是不是最近家里的钱不够使？要是不够使，尽管给我说便是。够使了，够使了。贤侄隔3差5便命人送来东西，婶婶家里都快放不下了，婶婶哪还能用你的钱？这倒也是，我可是听闻婶婶每天日收进1000余贯，肯定是不差钱使的。你是知道二婶的，二婶以前穷日子过怕了，如今家里的日子好不容易好过了一些，便有些得寸进尺，所以才瞒着你二叔收了一些钱。我真的知道错了。二婶，有句俗语叫做不是自己的钱拿了烫手，人家平白无故为何给你送钱？对，为何给你送钱？当今天下诸侯并起，我黄巾最强盛，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算计之中。对，都在算计之中。二叔如今不在冀州，有用心之人便会将目光锁在二婶你的身上，你可知晓？你可知晓？贤侄，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二婶究竟是何人与你联系的？你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和夫君详细说一说。我说。于是二婶将什么人如何与他接近，原本的全部告诉了秦城。听明白了吗？传令下去，严查邺城内的这股势力。主公，那我先去抓人了。去吧。贤侄，那婶婶收的这些钱，你收的这些钱就自己留着吧。但是我希望这件事不再有下次，否则就不是我亲自登门拜访了。多谢贤侄，多谢贤侄，婶婶下次不敢了。宁儿，我就先去处理政务了，你就在这陪一下二婶吧。好的，夫君。贤侄，食过饭再走也不迟啊。不了，政务要紧。宁儿啊，二婶这次可被吓坏了，我刚刚都快哭了。二婶，夫君也有难处，如今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下面将领和文臣的关注，将来夫君若是称帝，咱们张氏就相当于外戚。要不是你爹没有离世，还轮不到他当吗？二婶，不可胡言乱语，此话万不可再说，此乃取祸灭族之道。二婶知道了，虽说宁儿如今你为他诞下一儿一女，但也要为自己的将来考虑考虑。到时候我让你二叔给思聪说说，尽早把二宝的世子之位立下。要是将来你二叔也不在了，那咱们张氏就没人给你撑腰了。如今他们张氏下一辈的兴隆，全都在张宁这个儿子的身上，自然要为其保驾护航。10月1日，邺城，今日将是秦城称王建国的日子，人们纷纷翘首以盼，期待着今天的盛典。秦王到。今孤城先祖之志，重建大秦，开设新政，以致社稷稳固，国泰民安。恭贺我王冠冕佩剑，天佑我王，大秦万年！大秦万年！大王万年！大秦万年！大王万年！此时，城外接近30万军民齐聚于此，秦城也站在了城楼上。将士们好，吾王万岁！我坚信，我大秦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保家卫国，誓死维护秦国安危。
随后，封王仪式结束，秦城便带着众文臣武将回到王宫，在宴请群臣的酒宴上颁布诏令，封赏功臣，提拔贤臣。时间很快来到太平元年5月初旬，秦国在开国后短短的6个多月，经济、财政、刑律、工程、征兵等多方面发展迅速，已经开始逐渐步入正轨，开始向着一统天下迈进。这样的局势让所有诸侯都感受到威胁。不行，绝对不能让秦国崛起。主公放心，秦国再如此蹦跶，迟早灭亡。如今我等已集结18路诸侯，并于7月初旬濮阳会师同盟，北上讨伐秦国。届时60万大军便可一战而下，攻破邺城，斩杀秦城。哼！秦城一个贼子，妄图称王，简直找死！只要能打赢这一仗，就算是倾尽我袁氏4世之才也是值得。公子，你速速前去准备，待我等击败秦城，立刻就占据整个冀州，成就霸业。是，主公。彭章，你认为此次北伐胜券几何？主公，秦虽强，但并不是无懈可击。如今秦城将冀州世家土地收回近大半有余，这导致冀州部分世家对其恨之入骨。若是我等让这些世家以作策应，齐心抗衡，则我联军有70%把握打败秦国，再不济也能维持现状。好，你马上以一封檄文告知天下诸侯，秦城乃是奸恶之徒，先秦血脉也是冒认的，就是为了祸乱我大汉朝纲，扰乱我大汉社稷，所以我等才会号召天下英雄群起而诛之，共伐秦城这奸贼。主公，往秦城身上泼脏水真的能行吗？孔章啊，别忘记了，秦国最大的弱点就是氏族世家，他就算有天大本事，也不敢杀任何一家。只要我等手段足够，必可引诱天下士族站对我等这边。与此同时，兖州曹府内，主公，袁绍传来消息，要您参加7月初旬濮阳会盟。袁绍的心思我岂会猜不到？不过他既然邀请我前往，自然不能推脱。不过兖州与冀州仅隔一河之隔，这次恐怕我兖州也会被牵扯进来。主公莫急，欲听闻，在并州还有2股势力与秦城的部下斗得不可开交，如果能够让他们站出来攻打私利，倒也可以替主公分担一些压力。是谁？韩馥、丁原。也对，要是他们前去偷袭私利的话，倒是可以将战火引到私利去。启禀主公，少主回来了，快带他进来。曹啊，你给我下来。父亲，现在投靠我老师还来得及，若是继续执迷不悟，早晚会被灭。你个逆子，我曹家怎出了你这么一个逆子？当晚别来无恙啊！许攸，怎么是你？哈哈，曹兖州，莫非是不欢迎在下？怎么会？子远贤弟，咱们有3年多没见面了吧？不错，上次见你还是在我王的囚牢里，当时还以为你会救子允命，奈何我王心存仁慈，将你给放了。曹兖州可得念我家大王的好啊！是啊，一晃眼3载过去，物是人非。子远如今在秦国好不威风，从一介白衣晋升至开国县侯，还任兵部侍郎，真没想到。昂儿，你怎么跟着一起回来了？父亲，孩儿听说您要与秦国开战，孩儿特意赶回来劝说父亲不要与我大秦为敌，否则必败无疑。听到这番话，曹操顿时傻眼了。这孩子送过去1年多时间，怎么就被秦城霍成这样子了？还你的大秦，你个逆子！哼，子远，这是什么意思？曹兖州有所不知，曹公子可是我大秦下一代的希望，建设美好大秦可离不开曹公子啊！曹公子不仅是我王亲传弟子，更是我太平道主义接班人。昂儿，你到底都学了些什么？为父不是叮嘱你千万不要学了兵法、武艺，还有秦子思想，要弟子们时刻牢记为华夏民族融合的理念而奋斗。父亲，秦国是个好国家呀，我们曹氏投靠秦国才有未来和前途，若是继续帮扶汉室，恐怕早晚被灭。荒谬！我曹操乃汉臣，岂敢叛国弃义？再者，我曹氏世代忠良，为汉室效力，我曹家怎出了你这么一个逆子？秦城，你把我儿子祸害成什么样了？哈哈，曹兖州，既然话已说破，那我便不绕弯子了。其实，诸侯联盟今年7月初旬将要攻打我冀州，我王其实早已知晓。此番大战，我王将一举扫平南方诸侯。你若执迷不悟，到时候你曹氏满门都将死于秦军刀下。曹操闻言顿时被气得说不出话来。现在我王正值用人之际，你曹氏若是投诚，定能荣华富贵享之不尽。若不然，你以为凭借袁绍、董卓等人能挡得住我家大王的军队吗？
哼！徐子远，汝休要巧言欺骗我主，我主对汉室忠心耿耿，岂会与你等同流合污？孟德兄，我王曾经私下与我透露过，只要你曹操肯投靠我主，必封你为一等护国公，兼征北大将军，统御我大秦30万大军。曹操闻言，则心头一阵火热。许攸的话很有煽动性，他确实心动了。主公不可轻信啊！这许攸明摆着就是在诓骗于你。只要主公投靠秦国，秦城这贼子马上就行卸磨杀驴之事。荀彧，我师尊岂有你说的如此不堪？况且我曹昂还是师尊的亲传弟子，父尊待我亲如子，他的为人我是最清楚不过了。曹昂这话就像一把利刃插进荀彧的心中，使他面庞抽搐不止。大公子，你竟然帮着外人忤逆于你父亲！够了，文若、子远、王儿，你们都且退下吧，让我静静。主公，我有些头疼，你们都先退下吧。待几人走后，曹操坐在席间，陷入沉思当中。此刻的他心乱如麻。来人，去将仲德请来。半晌后，程昱走入大厅。属下见过主公。仲德不必多礼。不知主公找属下前来，所为何事？仲德，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如今诸侯会盟迫在眉睫，今日秦城将曹昂遣回，且还派出许攸劝说我投降于秦国，显然是准备先礼后兵。若是我不选择投降于秦国，秦城绝对会先派大军南下，拿我曹操第一个开刀。仲德，你可有何良策助我啊？属下以为此次诸侯联盟胜算太小，依属下愚见，主公可表面臣服于秦国，拖延时间，实则坐等良机。那岂不是等于背叛了汉室？那样的话，我的名声怎么办？当然了，主公也可以选择另外2条道路。仲德，快说，哪2条道路？第一，带着少帝去豫州或荆州，主公有7万大军，可乘南方各诸侯派兵北上会盟之际，表天子赵义丰率大军入驻，坐观中原乱斗。那第2条是什么？联络丁原及韩馥，一起进攻司隶，以致2人对秦城的仇恨，绝对会选择答应，实则转移主战场之司隶，将我兖州损失降至最小，意图东山再起。仲德，你认为哪条路更稳妥一些呢？属下认为最为稳妥当属第1条，而当下首要之急，还是要尽早解决芒砀山里面的宝藏。这芒砀山里面的财物加起来至少能养活80万大军，我又怎么会错过？此事我已命摸金校尉去做，想必不久后就会传来消息。曹操并不知道自己的摸金校尉早就被秦城派出的考古学家给盯上了。邺城王宫大殿内，大王，这袁绍的檄文写的实在太过分了，臣不敢念出口。无妨，念就行了。孤道想知道这檄文写了什么，让你如此犹豫，连念都不敢念。反贼秦城，乃奸邪之辈。大王，原本出汝即大王宗族，臣万不再敢继续诵念此文。将檄文拿上来。反贼秦城，是为外贼，其父胡奴，其母婢妾，与始皇毫无关系。而今作乱于中原，乱我汉室根基，祸我汉室社稷。秦城乱汉，非天地不仁，非人道不义，乃是道为奸人所驱。其得成守者，封万户侯，赏钱9000万，布告天下，共诛外贼。秦城一口气念完，整个王宫内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空气仿佛瞬间被冻结住了。好啊，好一个世道为奸人所驱，好一个外贼！大王息怒，原本出如此羞辱我王，末将愿领一支骑兵直取徐州，斩杀袁氏满门。末将也愿往。传我军令，3军将校，明日邺城，城南集合。孤要亲自带兵南下，不斩杀袁绍，孤事不归还。大王何必亲征啊？孤意已决，真瑶、田丰、沮授，秦国政务就交由你们处理了。记住，务必将孤的政令严格执行下去。是。黄忠、赵云、张曼成，你们3人留守邺城，以防贼人乘机起事。若遇叛乱者，诛其3族。是。传孤诏令，孤之嫡长子秦泽立为大秦世子。若孤遭遇不测，诸军务必辅佐幼主。臣等领命。秦王宫后宫，夫人，大王刚才将秦泽立为世子了。什么？原本我还抱有一丝希望，没想到他这么快。派人将此信件尽快送至胶州，亲手交给我父亲。是。闷啊，娘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对，但娘知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你外公挥师北上，只有他才能让你顺利成为秦国世子，秦国未来的皇帝。只是这样一来，娘恐怕也活不了多久。娘死后，谁又会真心实意保护你呢？赵双仿佛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准备实施一个疯狂的计划。秦王宫宫门前，
子龙，守好王宫，这里就交给你了。还有，看好你二姐，别让她给姑搞出什么麻烦事出来。末将明白。大王没有带上自己，反而让自己保护好王宫，看管好二姐，这是什么意思？典韦，咱们走。我大秦的瑞士们，天下纷乱，唯有我冀州安稳太平。现在袁绍他们这些诸侯妄图把战火重新燃至我们刚刚诞生的秦国，我们应该怎么办？唯有这天下一统，你们的子孙、你们的妻儿才能免受战争的苦难；唯有这天下一统，天下的百姓才能休养生息，开得万事太平。这一次，孤要发动统一战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打过黄河去，一统全天下。打过黄河去，一统全天下。此刻，所有秦军将士怒睁着血红色的眼睛，他们明白这一战自己有可能会回不来，但是他们都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心理准备。秦国军队加起来总共有100万，除去幽州、滨州、司隶3个州的军队不能动用以外，冀州能动用的也只有40万大军。制裁，这次就靠你出谋划策了。愿为大王尽我所能，且大王军事之才远在系中之上，终极敢在大王面前献丑。我秦国将士皆为虎狼之师，袁绍区区60万联军何惧之有？方有制裁为孤献上的10胜10败论，孤才可安心，诸侯联军确实不足为虑。请大王放心，此番出征为牵挂，属下盟主器重，必当生死不弃，是随大王成就千秋霸业。既如此，出发。6月初旬，30万大军已渡过黄河。这支大军中，骑兵3万，步兵25万，连弩兵2万，可谓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大王，曹孟德前些日子还与我说要投靠大王，如今却带7万人马朝着荆州方向跑了。呵呵，他曹操多精明啊！他不愿掺和进来，想必已然预料到这场大战的结果。不过他这一跑，倒也把孤给陷入了被动之中。大王，如今曹操已离开兖州，而各路诸侯已经开始回防，这第一场大战势必会在兖州开启。若不赶快派大军占领陈留，恐怕会让那些诸侯先行一步，抢先得到。陈留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位于黄河以南，洛阳以东，控制陈留，东北可去山东诸郡，东南可去江淮诸郡。制裁言之有理，即刻派出斥候，严密监视濮阳诸侯，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即汇报。说完，秦城便开始调兵遣将。居易、太史慈，你2人各领3万部队，先行赶至陈留，以待支援。诺。颜良、文丑，你2人各领5000轻骑，迅速赶至定陶，以待策应，届时斩断敌军退路。诺。随着秦城一道又一道的指令发布，整座大营顿时运转起来。30万秦国大军分批朝着陈留及濮阳周围而去，有一种30万包围60万联军的气势。传孤诏令，即刻起，大军所过之处，不可为难百姓，违者军规论处，并沿途派人宣称，我等大秦之兵皆为百姓之兵，是为百姓之队伍，其余部将随我带兵去吴起县。末将遵命。濮阳诸侯联盟大营中，这秦城真是巨奸呐！我等于7月初会师同盟，究竟是何人泄露了消息？这秦城怎不按套路，竟带兵渡过黄河？是了，现在还有5路诸侯正在会师的路上，如今怕是依然来不及了。一在下愚见，这内奸定然是曹孟德这匹夫，这兖州是他的地盘，他可倒好，直接带着少帝跑路了，还美名其曰为了皇帝的安全。对。诸君，现在不是追究问题出在哪里，秦军30万大军已渡过黄河，为今之计再行攻打冀州，已然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怎么说，会战兵力是60万对30万，优势在我，只要将秦城这30万给打掉，就可挥师北上。本初兄所言甚是，这盟主之位，还请本初兄担任。一在下所见，公路兄可当的盟主，毕竟我等一应粮草皆为公路兄所赠。大美。某认为应该由本初兄担任，本初兄为袁氏长子。众人闻言纷纷点头，表示让袁绍出任盟主。既然如此，那袁某就去支部公了。你跟我装什么装？大哥此言甚是，大哥理应当的盟主。公路兄说的不错，袁盟主，这盟主之位非你莫属。其他各路诸侯纷纷拍着马屁，反正是你2兄弟的事，要是打赢秦城，也是你俩吃肉，我们喝汤。我命长沙太守孙坚为先锋，进兵陈留。末将遵命。袁绍果然令我自己为先锋，只要按照原定计划，至少能坑掉联盟20万大军。乔瑁、鲍信、袁乙、孔融、张扬。随后袁绍依次点名颁发任务：你等8路合兵一处，协同孙坚作战，务必要将陈留夺取下来。是。刘备，你引军于2阵之间，随时准备接应。
是。刘备则是刘表派来会盟的代表，听说要打秦城，老早便赶来了。启禀主公，秦军主力6万步兵已出发向陈留靠近，其余24万则分兵6路朝我们濮阳围攻而来，且不足500里之遥。什么？秦城的帅旗在什么地方？打探到没有？敌军帅旗正向无极县而去。怎会如此之快？你们怎么现在才把消息送来？差点延误军情。启禀主公，我等伪装成村民，还未靠近敌军坝营，就被敌军埋伏所控制，只有末将和10余人侥幸逃脱，才得以回来。哼，就算300头猪也不至于被抓住这么多，你怎么没有被抓？简直气煞我也！左右将其拖出去军帐40。别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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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说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员工，我军人数虽占据上风，不过敌军这30万人马皆为百战精锐，我军1半以上皆为新兵，其正真实力相差无几。在下以为和秦城对垒之际，可派出1支精锐突出包围圈，横渡黄河，奇袭邺城。只要将其秦国京都拿下，堵其粮道，秦城这30万大军必将飞灰烟灭。汝这个计划确实很妙，不过我等早已联系左贤王刘豹，届时匈奴南下袭击幽并2州，而丁原和韩馥也会奇袭4里。我等只需要按原定计划，在陈留拖住这30万大军2月，届时便可一战而全胜。呸！外贼岂可信？匈奴这条狼比起鲜卑更加凶残暴虐。若是他们真的按约定帮助我们解决秦国幽并2州的增援，难保不会背后捅刀。匈奴自武帝起便是我中原养的一条犬，犬岂敢伤主？好了，你们俩不用争论了。现在最紧急的事情是将陈留拿下。公子，你以为如何？主公，徒以为按原定计划最为稳妥。既如此，按原定计划进行吧。随后，众人也只能开始按原定计划进军。7月初旬，此时孙坚率领着先锋部队5万余人，正向着陈留方向行军。孙将军，前方就是黄石镇了，传令全军加速前进。副将闻言有些犹豫，秦军走在他们前面，万一要是在这里设下埋伏，那不得全军覆没。但还未等他劝阻，就看到孙坚已经策马向着黄石镇而去。副将见状，只能摇头叹息，带兵跟上。此时，一处山坡上，张合正埋伏于此。不过他接到的命令是在此等候敌方第2波主力大军。将军，孙坚的先锋部队过来了，传令前军注意隐蔽，放他们过去。很快，孙坚所带领的先锋部队就从山坡下快速跑步，向着黄石镇内进发，看起来丝毫不担心自己会中埋伏一样。传令官立刻向后路大军送去消息，告诉他们我等已成功进入陈留境内，并且顺势拿下了黄石镇，让后路20万大军不必探查，加速跟进。是。另一边，无极县城墙上，秦国大旗高挂，在风中猎猎作响。秦城坐镇无极县内，正在和一干武将议事。启禀大王，前线传来消息，诸侯联盟兵分3路，每路约20万左右，分别从濮阳朝陈留杀奔而来。而昌邑已经聚集15万左右的敌军。昌邑乃守将乃韩当和程普，他们那边只有4万兵力镇守，想必挡不住另一路联军吧。其余2路联盟军如何？启禀大王，管亥将军和孙武将军的1万骑兵虽对敌军造成了干扰，但敌军并未追击，而孙坚的先锋部队正往陈留赶来，现在应该是到了黄石镇一带。传令陈留所有将领，孙坚所过之处，不得对其出手。狂徒！天下英雄闻我名，无不丧胆，无不丧胆，不丧胆！我只当十六刀，我只当七六臂，你只会逞口舌之力，任凭你们一起上，我也不惧。只当十六刀，我只当七六臂，现在多得你们，现在多得你们！我操！十六刀，七六臂。黄石镇南侧山区，一支浩荡的大军停止了脚步。你们发觉到没有？黄石镇是否太安静了？是啊，我感觉这个地方有些古怪。按理说，我等到了黄石镇，孙坚应该早就收到消息，为何迟迟没有派人前来通知接应咱们？还有我等大军一路行来，竟然没遇见一个百姓的人影。启禀诸位将军，前方并未发现埋伏，而且黄石镇中并无百姓，看样子似乎不久前刚刚经历过战斗。根据现场痕迹推测，死亡人数最少超过3000人。
孙坚说占领了黄石镇，可是为何没有人呢？黄石镇属于易守难攻之地，2万人就可以将20万给拦住，更何况现在还不知道孙坚的任何情况。哼！传令下去，原地扎营。与此同时，另一处战场，刘备3兄弟打听到长衡县守备薄弱，于是带领着5万荆州兵直扑长衡县而去，夺取长衡，再进攻陈留郡。你们快看，这不是当初公孙瓒手底下那3倒霉蛋吗？他们的老主子都投靠我家大王，在邺城养老，他们怎么还有胆量带兵过来送死？哼！关羽当初汉昌一战被绑在城墙上的滋味如何？今日还敢领兵犯我长衡，我这城墙上怕是又少不了你的位置。狂徒！张牛角，汝这匹夫，当初于汉昌城外，尔等使用下三滥手段所擒，是关某大意了。今日敢不敢与关某再战上一场？哼！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属下。秦城为人卑鄙无耻，你等亦是如此。汝等废物，有胆量和我哥俩战上一场，看老子能不能戳你80个透明窟窿！三弟，你骂对方就行了，干嘛非要扯上秦城？黑丝，你骂我可以，就算骂我祖宗都行，就是不能骂我家大王。既然你这黑丝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张将军，你身为主将，切勿以身犯险。哼，对面都骂到咱脸上了，你切记，咱们秦军是可杀不可辱。来人，给我备马，我去会会这黑丝。黑丝，吃我一刀！嘿！我就骂秦城怎么了？你小子有意见吗？三弟，速速将其斩杀，莫要犹豫。去死吧！我操！兄弟们，对面主将已死，随我拿下长衡县。全军听令，随我杀出城外，给张将军报仇。很快，秦军和荆州军碰撞在一起。就在刘备以为大局已定之时，远方又杀来2万人，带头的正是颜良、文丑。二弟、三弟，撤兵！战场瞬息万变，一时之间，整片战场陷入混乱，形成单方面的屠杀。诛杀刘备，为张将军报仇。颜良、文丑见刘备想跑，哪能让他轻易逃脱？奋勇追求，是要杀掉此人报仇雪恨。颜良、文丑2人带着数千精锐骑兵，追赶了刘备200多里路程，直到把刘备逼到联盟军的另一路大军阵前，才停止继续追击。季将军救刘使君，你昨日不是去奇袭长衡了吗？季将军，事发变故，长衡守军突然增援，被麾下这5万荆州士兵全军覆没。不过好在斩杀了敌军主将。那刘使君接下来准备作何打算？此处留我3兄弟已无用处，我等准备返回荆州，向刘州牧请罪，并向盟主请辞。既如此，那刘使君可去昌邑面见盟主，说明此事，我这就派人为你等换乘。那就拜托季将军了。3日后，昌邑外的中军联盟大营内，哼，连续攻城5日，一个小小昌邑都攻不下来，你们这群蠢货到底在干什么？末将无能，还请盟主责罚。公子，这头石车跟公弩车还有多久才能配好？启禀主公，我已经让工匠加紧制作了。3日后若拿不下昌邑，唯你是问。是。主公，刘备3兄弟在营外求见，叫他们进来。宣德，你无故擅离职守，可治罪。盟主，被麾下这5万荆州人马被颜良、文丑打了个措手不及，致使全军覆没了。望盟主为我等做主。简直岂有此理！颜良、文丑真欺我联盟无人吗？宣德勿慌，这样你就先任左路大军副将，前去协助纪灵围攻长衡。届时我这边攻破昌邑，便派人调集公弩车前去支援你们。多谢盟主，备必尽全力助盟主拿下长衡。如此甚好。昌邑城内，程普神情凝重，他从未想过昌邑会陷入如今这种局势之中，袁绍势必会夺下此城。义公，依现在情况，我军怕是坚持不住几天，不如趁对方松懈，我等突围吧。我等未曾接到撤退的命令，怎可突围而出？只要拖住这路大军，为大王争取时间，我还当宁战死在这昌邑。也罢，既如此，咱哥俩拼了命也要为大王争取时间。3日后，袁绍派大军再次来犯昌邑，一字排开近100架攻城器械。昌邑城的人听着，开城投降者免死，否则昌邑将夷为平地。传我军令，立即焚毁城中粮草，将全军冲杀出去。此战过后，诸位将士，咱们烈士碑上相见。将士们，我们没有退路，昌邑之后便是我们的父母，岂要揪揪大秦，共赴国难？一颗颗石头扑面而来，径直砸向了城池上方或城内。联盟军中，袁绍仰天大笑，脸上露出狂喜之色。这一次攻打昌邑，可谓是信心满满。主公，此战攻破昌邑，我军便可渡过黄河，直取冀州卫郡。
不错，待拿下昌邑后，汝当的首功。多谢主公赏识，徒为主公效劳，乃是分内之事，徒哪敢居首功？将士们，跟我一同杀！这城濮和邯郸果真非同一般，竟可以挡住这么久。秦城麾下猛将如云，而今我等看到的这些只是一些新晋武将，冀州还有黄忠、赵云这些顶级武将把守，冀州可不是那么容易攻取的。就在这时，一道霸气的咆哮声突兀地从战场后面响起。陷阵之志，有死无生。没错，正是高顺带领的陷阵营。这是秦军的骁骑军。这支骑兵怎么又回来了？主公勿忧，我中路大军皆为精锐，这一支骑兵不足为虑，只会如蚊虫般袭扰，且先解决前方守军要紧。大军倒了！将士们，我们的援军到了，诸位将士随我上。禀报主公，东郡陷落，管亥、孙武率部突破我军封锁，正朝我军后方屯粮大营袭去。淳于琼将军请求支援。糟了，该死的！我怎么忽略了这支骑兵？主公，如今昌邑已破，全歼敌方反而会耽误时间，当务之急则需回援淳于琼，而后我军在奇袭秦军后方，将其屯于乌巢粮草焚毁，此战则必胜。公子言之有理，传令放他们突围。一时间，整个天下再次陷入战火纷飞之中，各方诸侯及外族联合起来，全都跑来攻伐刚成立不久的秦国。似乎秦国就是一块肥肉。滨州虽有张宝坐镇，但却被丁原和韩馥联合匈奴王刘豹3路夹击。陈留、无极县制裁联盟军左路20万大军已进陈留郡，我等何时可以收网？这盘棋下到现在，想必大王心中已有大案，这是他们的宿命，亦是我等臣子之宿命。典韦，孤这次就靠你保护了。大王放心，有末将在，谁也别想伤大王半根毫毛。制裁整个西北、幽并私立，包括辽东都打起来了，留给咱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大王，这2月我们陆续收复陈留郡各县，但这几日接连俘获大量俘虏，导致物资短缺，不知大王可有对策？制裁，你身为孤的谋臣，不为孤考虑对策，怎反倒是问起孤来了？这个问题的确是有些棘手，不过我相信大王英明神武，早已富有良策。这样，俘虏及军中大小事务就交给你妥善处理了。孤明日会出城寻访故人，今日就到这里，你也早点去休息吧。是，属下告退。陈留的仗打到现在，基本算是全胜了，只需要拿下左路联盟大军，再与右路联盟大军于官渡展开大战。这场诸侯讨秦，再和袁绍中路决战一场，就算是彻底结束了。翌日，天气已经开始燥热起来，秦城带着典韦和数名亲卫骑兵，朝着无极县外的一处官道而去。大王，穿过前方树林，还有20余里路程便到许家庄了。好，你且吩咐众将士小心戒备周围。是，有末将在，庇护大王周全，加速前进，天黑之前赶至许家庄。等了1个多月，终于等秦城从府衙出来了，通知所有人迅速赶至许家庄外集合。这次机会千载难逢，是要诛杀秦贼。遵命。只要杀了秦城，足以覆灭秦国。领头之人正是汉室宗亲刘宠。这次刘宠准备孤注一掷，拼死一搏。大王，许家庄到了。好，你们都在外面等候着，典韦你一人陪我进庄。刚到庄外，秦城便察觉到了不对劲，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焦臭味。何人敢擅闯我许家庄？我乃许褚好友，2年前还和他一起去幽州打过鲜卑，今日途经此处，特意前来看看他。你是我2弟的好友？没错，俺叫典韦，这位是我家公子，我等想进庄找许褚叙叙旧。原来是2弟的好友，那在下也实不相瞒，庄内爆发疟疾，2位还是尽快离去，以免被感染。公子，此地不宜久留，要不咱们走吧。请问这位兄弟，庄中疟疾是何时开始的？对了，秦城不是于全天下发行了如何应对疟疾的12项有效措施吗？不知庄内可有进行过处理？公子，您是不知道啊，疟疾数月以前就开始了。自从曹操上任兖州牧之后，我们整个兖州百姓压根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要是我们在秦王治下就好了。如今秦王打到咱们陈留了，或许我们以后会有好日子过吧。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据我所知，这曹孟德不是这样的人啊。说到底，还是曹操大肆启用士族门吏，这群士族之人皆为食肉不吐骨头的狼。原来如此，我等可否进庄看看？秦王何必以身犯险？您乃尊贵之躯，若是不慎感染了疟疾，我许家庄如何担待得起？请恕在下不能答应。我家2弟回来之后，常跟我提起秦王您的诸多事迹，是才典将军自报姓名，在下就有所怀疑。要是还猜不到您就是秦王，岂不是白活32载了？
许定代、许家庄村民拜见秦王，拜见秦王。诸位壮士不必多礼，许壮士果真聪明，竟然能想通这其中关键。秦王您此次想必是为我二弟而来吧？没错，孤确实是为了仲康而来。既然你是他兄长，能否让孤见一见他？我二弟如今不在庄内，半个月之前他便去往邺城求医，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那好，带我进庄吧，我看看是什么瘟疫。大王，进庄可以，咱们得带上这个。啊，对，许家庄棚舍内躺满了感染者，有老有少。这么多，你们平时都是喝汝河的水吗？是的，大王。自从半月以前，汝河上游飘下来一具尸体，庄内就开始爆发疟疾。典韦，汝河上游范城是何人在把守？回大王，是太史慈。之前范城爆发过大战，联盟军不少人淹死在了这条汝河。估计就是有很多人淹死在河里面，然后庄上的人又喝了这种水导致的。传孤口谕，命无极县派10名行军医师前来这里给庄民进行诊治。对了，让他们带上一些青霉素。大王，青霉素如此珍贵，您曾说过这东西1万两黄金都买不到。人命哪有要值钱？还不快去！是。起步走！还不快去！多谢大王，我等许家庄226名壮汉，愿追随大王，誓死效忠。你等愿跟随我秦城，自然欢迎，但我不保证诸位都有一个好的前程。大王放心，我等虽是粗鄙之人，但亦知恩图报。大王今日为我许家庄治病，我等甘为大王驱策，世代忠于秦氏。好，既然如此，我秦城便正式招募尔等。是夜，秦城共宿在许定家中。这世道要变天了。大王，什么变天了？左卢联盟军不是被我们全部拿下了吗？不是此事，天下将要大规模出现旱灾了，就是不知这场旱灾又会给天下百姓带来怎样的灾难。咱们秦国不是修建蓄水池和鼓励百姓挖井的政策吗？想必这次旱灾对我秦国影响不是很大吧？话虽如此，但其余州……大王，您别太担心，毕竟我们才刚攻克左路联盟军，末将相信这场大战最迟还有5个月，应该就能够结束。希望如此吧。没想到秦王寥寥几句已是尸骨万千，让在下毛骨悚然啊！当今天下诸侯，无一人能有秦王如此之心怀。汝是何人？在下骆俊，字萧远。骆俊，你找孤有何事？在下想跟秦王谈合作，秦王不妨坐下，咱们可以慢慢聊。大王，此人乃汉室宗亲刘崇之相，他能出现在这，说明刘崇肯定在附近。大王，此地不安全。在下只问一句，秦王若是一统天下，可愿还给生民休养生息的机会？是否能重新创造一个太平盛世？这是自然，孤要在活着的时候把所有该打的仗全部打完。你告诉孤天下需要和平，这一点孤可能做不到，但孤的下一代一定可以。秦王，您想要逃出许家庄，在下可以帮忙引走庄内的人。不过许家庄外还布有埋伏，能否安全逃出去，就看秦王您的造化了。那就多谢先生相助了。擒贼就在这里面，快来！紧接着便见一群手持兵刃、装扮各异的人冲了过来。这些人显然都是刘宠培养的武者。落相，擒贼人在哪儿？他们往那边去了，快追！走！秦王后会有期。秦城一行人速度极快，转瞬间就来到了庄子北侧的汝河边。典韦，孤这次就靠你保护了。大王放心，有末将在，谁也别想伤大王半根毫毛。嘿，擒贼！汝就是刘宠。擒贼莫猖狂，今日便是你的葬身之日，给我上，拿下擒贼！大王快走，有我殿后。典韦，替孤告诉制裁，让他先稳住军中大局，孤先行一步了。说罢，秦城便纵身一跃，跳进汝河之中。哼，汝等小贼，使你典爷一副。典韦等人也是放开手脚，拼命的输出，给秦城争取逃脱的时间。就在典韦支撑不住时，远在邺城的胡车带领锦衣卫赶来。撤退，快撤退！胡统领，你怎么出现在这？邺城有变，公子则失踪了。什么？公子则失踪了？大王可是指定公子则为继承人，安排了很多暗卫暗中保护，怎么可能会突然失踪呢？我麾下锦衣卫调查出此事有关赵夫人，所以我特意从邺城赶来告知大王。王宫出了这么大的事，邺城岂不是全都乱套了？邺城由王后主持大局，并未生乱。糟糕，大王朝汝河下游而去，快让人去寻大王。翌日，汝河下游的一处小山坡上，秦城看着一片陌生的环境，他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刘崇，你特么真该死啊！自己好歹也是开国之王，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的智者，只有自己因别人的份，没想到被刘崇这个老六给阴了，想想就觉得生气。算了，先找到官道要紧。这一走便是半天的功夫，一路上走来，除了草丛树木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看到。好饿啊！忽然，秦城脑袋一阵眩晕，他坚持不住了，直接昏倒在了路边。在东汉末年，穿越者手握100万大军，如今穿越者却饿得连饭都吃不上。该死的，走了大半天，怎么连个人影都没？突然，秦城脑袋一晕，直接饿昏了过去。才官是路边有个人。这年头，饿死于路边之人多了去了，谁管得过来啊？蔡管事，在下劝你还是别管了。魏管事，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大公子，路边有个昏迷的人，别耽误行程。马车内之人正是河东魏家魏仲道，此刻他正去往蔡家行内征之礼。蔡管事，如果你们蔡府缺人，倒是可以就回去，拿来当一个仆人。仆人吗？我蔡府的确是缺人，不过我家老爷从不挟恩求报，也许今日蔡某救了他，明日他救我蔡府也说不定呢。来人，将其带回蔡府。半个时辰过后，秦城被颠醒过来，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辆拉货的马车上，而旁边还有一群人正护送着一些东西。姑这是在哪？才官是他醒了。大家休息一会吧。小子，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很饿，能给点吃的吗？给他点干粮。秦城接过面饼，狼吞虎咽吃了起来，游了一晚上水，加上白天走了3个时辰的路，任谁也坚持不住。小子，你是哪里人士啊？姑，在下秦奋，乃幽州人士，因家乡遭外族之祸，逃难至兖州，准备投奔亲人。原来如此，秦奋，那你今后有何打算？这个在下并无打算。蔡管事，你就这人醒了，看他的样子白白净净，不像是干体力活的，倒是一个亏本买卖。见死不救也就算了，这人和他主子一样，表面君子，蔡妍小姐嫁过去也不会幸福的。住口！蔡妍，蔡文姬，东汉末年的大才女啊！此刻，秦城心里有了打算，决定先跟随这支内征队伍去见识一下这个一生坎坷的蔡文姬。姐姐，魏家的人来了。唉，婉儿，你说这世上真的存在那所谓的神仙吗？不知道哎，不过我听父亲说过，这天底下还是有许多人和事物超出常理的，比如姐姐常常思念的那个人。或许吧。此刻的秦城已经混进了蔡府，并且被当成佣人给留了下来。要是蔡邕知道自己给他家打个杂，会不会直接给吓死？那个谁说你呢？愣着干嘛？还不快把这些东西搬进去？知道了，知道了。前厅内，魏仲道送的彩礼直接让蔡邕震惊了。这就是邺城不思迈且千金难求一本的纸质典籍吗？没想到还是师夷官的书法，好啊！只要伯父喜欢就行。说起这些书籍，简直一言难尽。我特意遣人去邺城，历尽千辛，也只抢到这一套。这些书籍在士林之中颇受推崇。伯父作为当世文学大家，家中怎可无有一套？仲道啊，眼儿交给你，老夫也算放心了。请期你定于几时？3个月之后的初旬，小婿定下吉日，亲迎蔡琰小姐。您看这个时间可以吗？既如此，那就依你之言说定了。你去催一下琰儿，让他赶紧来前厅见一见自己未来的夫君。很快，蔡琰便出现在了前厅之中。琰儿拜见父亲，见过魏公子。蔡小姐客气了，早有所闻，伯父嫡长女，倾国倾城，温书典雅，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好了，你们年轻人聊吧。今天仲道送来这么多东西，琰儿你可得好生招待一二才是。父亲放心，女儿定当好生招呼魏公子。那好，老夫就不打扰你们互相了解了。将这些书籍搬进书房，老夫要好生研究一番。蔡府书房，只见整个书房布满了书架，并按分类摆满了各类竹简，可以看出蔡邕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勤奋啊！一般这点东西就累得气喘吁吁。我看你以前也不像是做体力活的，倒像是个儒生。你会认字吗？我会，我不仅会算账，还精通算术。9章算术对我而言也只是入门而已。狂妄小子，你看起来年龄不大，口气倒是不小，老夫都不敢言自己精通算术。家主，此人勤奋，乃幽州继承人士。是我回时发现他饿晕路边，于是将其所救。想着府内缺人，便收留他做事。家主不妨考考他，正好府内一直缺一个账房先生。既然你会认字，会算术，那老夫就给你出一道算术题。若你能答得上来，老夫就让你做账房先生。还请蔡老出题便是。
仅有持方1丈，加升其中央，出水1尺，引加覆岸，是与岸齐。问水深加长各几何？池深12尺，尾高13尺。请问蔡老，我是否答对？我操！好，今有人持米出3关，外关3而取1，中关5而取1，内关7而取1，余米5斗。问此人原持米几何？此人原持斗米出关。蔡老，我这答案对否？你这般年纪已将9章算术运用自如，可见天赋极佳，未来前途必定无量。可惜啊，可惜什么？可惜你生错了时代。蔡老何出此言？我等虽身处乱世，但时势造英雄。北地有秦王这等用人不拘一格的霸主，只要其有才华，便能入得了求贤馆，还能当上秦国的官吏。秦城，呵呵，此子野心极大，麾下是有一批忠义之士，可他为人过于狂妄，眼里容不下一点污秽，迟早会被袁绍等人所推翻。我操！据我所知，他在北地深受百姓爱戴，不像是蔡老说的如此不堪啊。他爱护百姓，目前看来的确如此。不过士族门阀才是治国之根本，他大肆启用寒门子弟，就等同于埋下祸根，只是如今还未显露罢了。听到这话，秦城总觉得哪不对劲。小友，你虽精于算学，可是你却并不知道朝堂之事。特喵的，我是秦王，我不懂朝堂之事，你懂行了吧？适才蔡老想必是不想难为于我，所以出2道简单的题。师尊曾给我也出过1题，而今未曾解出，不知蔡老可愿为我解惑？想来听听。今有赤兔同笼，上有35头，下有94足，问赤兔各几何？这样，明日等老夫算出来再与你讨论。行，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而后，秦城便作为账房先生给留在了蔡府。从杂役到账房先生，只用了1天。深夜，蔡府书房内，蔡邕一遍又一遍地演算着秦城给出的题，奈何怎么算都不对。老夫居然算不出来赤兔各几只，不行，这若是传出去，岂不沦落为笑柄？父亲，您这是怎么了？妍儿，你来的正好，快来帮为父看一看这题该怎么解。父亲，这题倒是有些深度，不知又是您的哪一位好友出的题？不是，是勤奋这小子。于是蔡邕把秦城的来历讲了一遍。父亲，秦奋来历不明，而您刚才说他言语间对秦王颇为推崇，如此须当慎重对待。妍儿所言甚是，此人不简单。既不简单，父亲为何让其留下？此人如果乃避祸至此，是否会对我蔡家带来危害呢？妍儿，勤奋就是来历不明，为父才觉得不简单。你有没有想过他的背景？或许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呢。父亲可有看出什么？秦国开国元年，改制汉律和修订各项国律，为父还专程为此做过研究。其中有一条：秦乃国姓，非大功大才者，不可得赐。此人姓秦，乃幽州人士。幽州本为秦国之领地。父亲的意思是，秦奋是秦国之人，而且还有可能是秦王身边之人。不，老夫数十年间阅人无数，此人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长期以来的上位者气息，和年轻时的灵帝一样。而秦国之内能有这种气息之人，便只有秦王本人了。父亲，您说他就是秦城，秦王本人？没错。原来如此，难怪我会觉得他眼熟。父亲，秦城如果就是秦王，那他为何会来到我蔡家？其究竟有何目的？此事为父也不知晓，不过他刻意隐瞒身份，很有可能另有图谋，他并未恶意。总之，妍儿你记住，他不愿表露身份，我们就要装作不知道。不管怎样，与其打好关系即可。女儿明白了。秦王一政，你忘记了秦国世代先君一统天下的大愿吗？我忘了。蔡管事，我这个账房先生需要做些什么？先生，这里是我们蔡府呈报上来的各项收入和支出，你只需要根据这些核算出具体收支，最后汇报于家主。原来如此，倒也简单。蔡老平常也不管这些嘛。家主被发回原籍之后，便一心只在文学之上，府内账务一应之事便都交由我处理。毕竟我也不是很懂算术。那蔡老就没想过要付出议事回归朝堂吗？家主早已厌倦朝堂争斗，加之天下纷乱，诸侯并起，一旦站错位，便是万劫不复。家主亦不知该如何站位。陈留一战，孔融、乔瑁、张扬等人都被俘虏，这些人都是蔡邕的好友，只要把蔡邕收下。不多时，蔡衍便进了账房。见过秦先生。蔡小姐有礼了。
秦先生既是我父亲请的账房先生，自然也是蔡府贵客，先生不必如此多礼。蔡小姐来此处是有什么事吗？先生，今日魏公子想去城内布施，我蔡氏作为本地豪族，自然也要捐赠，故而来寻先生帮助，不知先生可否愿意帮这个忙？那需要在下做些什么？此刻，蔡妍也不知该如何面对秦城。哪个少女不怀春？秦城传出每一项事迹，都让天下诸多少未婚女崇拜无比。听闻先生精通算术，想请先生替我父亲为魏公子算出布施所需粮的数目。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姐姐，你今日怎么了？为何脸色如此红润？难道是病了？没有，妹妹胡说什么？我没事，真的没事。没事，我只是昨晚没睡好罢了。先生，咱们出发吧。好。三人一路上有说有笑，这一幕魏重道心底涌出不悦。见过眼儿小姐，魏公子有礼了。魏某初来乍到，两位小姐今日可得带我领略一番禹县的风土人情。这是自然。对了，今日未带马夫，这位兄台可愿驾车？你确定让我当马夫？那你的意思是拒绝了？谈不上拒绝，主要是怕你承受不住。哼，狂妄！我河东卫氏显赫中原几百年，承受不住你。再则，我兄长更为秦国郎中令，尔算什么？你跟我装什么装？你河东卫氏显赫中原几百年，又待怎样？今日尔敢让我为你驱车，明日你就得趴在马车旁，给我当仆人踮脚。哟呵！小子，我不管你是何人，今日若是不给我跪下磕头道歉，我不将你挫骨扬灰，誓不罢休。魏公子须当慎言，秦先生乃我蔡府贵客，你切勿胡闹，给自己宗族招祸。我胡闹？他这样羞辱我，你居然还替他说话？两位可莫要为了在下勤奋是吧？闭上你的嘴！蔡衍，今日我若非要杀了他，你又待怎么样？魏重道，别再胡闹了，否则蔡衍就与你退婚。听到此话，魏重道心中顿时犹如一道惊雷炸响。好啊，你说这话，蔡公他知道吗？枉你身负才女之名，你居然会为了区一个账房先生，要和我退婚？那啥，我说两句。你给我闭嘴！蔡衍，你既然已经做出选择，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再无任何瓜葛。雪花飘飘，北风萧萧。此刻，蔡衍再也绷不住了，泪水簌簌落下。姐姐，你别哭，魏重道这人脑子就是缺根弦，一看就是早夭之人，不嫁也好。秦王，我不知你为何出现在我们蔡府，不过还请秦王不要和魏重道一般见识，恕他不知者无罪。那是自然。秦王是谁？父亲早已看穿你是秦王了。蔡邕这家伙真是老谋深算啊！好吧，不装了，摊牌了，我就是秦城。秦王，我姐姐的终身幸福被您给弄没了，您要么让我姐姐入宫给你当妃，要么您就杀了她。我操！秦王不必为难，我妹妹刚才所言乃玩笑话，您可千万莫要在意。孤曾与妻宁所言，既许一人以偏爱，愿尽余生之慷慨。眼知秦王之意，眼虽心慕秦王，但亦有自知之明，若有来生，只愿能早一步得遇秦王。姐姐，你又何必这样？还请秦王赐婚吧，我愿遵秦王之意，嫁给您帐下任何一位谋臣。我操！姐姐，你这是作甚？就算你与魏重道退婚，也用不着如此啊！我乃退婚之女，自知配不上秦王，但我妹妹没有婚约，希望秦王能纳我妹妹入宫。姐姐，你怎么能？妹妹，我一直知道你其实对秦王也有情意，只不过一直藏于心底，不肯承认罢了。冀州邺城作为秦国首都，邺城如今可以说是繁华无比，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王宫大殿内，几名侍卫单膝跪地，正在向高台上的张宁禀报着什么。启禀王后，属下已派锦衣卫按线索勘查，但仍未发现世子任何踪迹。不过，除了赵王妃侍女外，其余有关之人严密监察数日，并未发现疑点。继续找，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找回本宫的泽儿。还有，去将右司马请进宫。是。王后，这件事真和赵王妃有关吗？这还重要吗？如果泽儿出事，本宫绝不会放过他。奴婢明白了。不多时，张曼成便带甲携剑入宫。末将见过王后。张曼成如今可是护国侯，被封为帝魁将军兼领右司马，掌5000宫卫军，可谓是实权在握。季叔，快请起！你是先父中将，泽儿更是你的堂外孙，如今泽儿下落不明，本宫需要你的帮助。王后，只要你一声令下，末将愿率麾下5000宫卫军为王后赴汤蹈火。很好，本宫决定封锁全城，从今日起派人挨家挨户盘查，是要找出世子。听到此言，张曼成眉头皱起，欲言又止。季叔，你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吧。
王后，如今前线传来消息，袁绍中路大军已准备北渡黄河，直奔我邺城而来。如果邺城此时生乱，末将担心别有用心之人会趁机兴风作浪，届时恐会影响到大王所部署的整个战局。泽儿失踪整整7日，本宫担惊受怕了7日，现在已经快要崩溃了。既然王后坚持，末将遵命。偏殿内，赵云正在对着自己的姐姐赵双进行劝说。二姐，此事到底是不是与你有关？三弟，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但这种事我怎么敢做？如果你觉得我有什么嫌疑，尽可拿出证据出来。这种事对于秦王来说根本不需要证据。如今胡车已经南下，恐怕如今已经得见秦王。二姐，你要是再执迷不悟，恐怕木儿也不保啊。三弟，我早已通知父亲和大兄，他们已经领兵北上，大不了。二姐，之前那个你哪儿去了？父亲和大哥领兵北上，你以为木儿就能坐稳这个位置了吗？秦王是什么人？这么久了，你难道还不了解吗？你要是敢动世子，必死无疑。赵双此时慌了，有些手足无措。那该如何是好？二姐，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世子暂时不会出事，否则我赵家必亡无疑。三弟，你快去找我，让小倩将世子交给一家农户抚养，而且让他们离开冀州越远越好。现在只要能找到这户农家，或许还有希望寻回来。赵云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姐姐挺聪明一个人，怎么会犯下如此糊涂的事？陈留郡与县一处官道上，胡车及典韦等人正各自带着数千人马四处探查秦城消息，并不断朝禹县寻找过去。指挥使，这里有大王留下的记号，孤在此，速至此地会合。这次我认的就是大王刻的，速去通知典将军前往禹县集合，并通知西军师已找到大王，让他可以按计划行事，向联盟右路大军发起进攻。是。我要你们这群锦衣卫干什么吃的？见过举尚书。赵将军不必多礼。赵将军，王宫可是出了什么大事？此事说来话长，世子失踪了。大王知不知道？目前应该是知晓了。此番云前来便是寻回世子殿下，可有什么线索？说罢，赵云便将世子被细作给带走的事和自己的推算说了出来。若世子被带入袁绍的中军大营，那就糟了。此事尚能挽回，还需举尚书和我军买通的细作操作此事。我可单骑前往黄河南岸救回世子。罢了，风灵津怕是守不住了。沮授也是无奈的点头同意，他清楚2件事谁最重要。埋在敌方里面的暗器一旦暴露，他的计策也就不能使用了。多谢举尚书，我赵是欠你一个人情。那世子之事便拜托赵将军了。赵将军，你持此信前往黄河南岸，将此信埋入丰渡坡关道路碑下，届时会有人前来取信。第2日你就在原地等，会有人来带你入袁绍中军大营。能否找回世子，且平安归来，就看赵将军你的造化了。多谢。赵云不敢耽搁一丁点时间，趁着月色，引马从风陵津渡口渡过黄河，一路狂奔在官道上。希望此番入敌营能够顺利找到世子。兖州、陈留、禹县，大王有急奏，邺城出事了，正是世子失踪了。我要你们这群锦衣卫干什么吃的？大王恕罪，锦衣卫查不出任何线索，不过所有疑点全都指向赵王妃。哼，王宫里面都能失踪，那只能是他赵双了。此事孤自有主张，孤吩咐你办的事如何？禀大王，诸葛氏3兄弟在带回来的半路上跑了一个。打他！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们怎么办的事？谁跑了？诸葛亮。哼，孤让你把他们的仇恨引向袁氏，你是怎么做的？大王，末将到达扬州后，便打探到诸葛玄刚好要被袁术撤职，于是末将便威逼利诱诸葛玄的一个仆人将其毒杀，并嫁祸给袁术。此事末将做得很干净，那个仆人事后也被末将给处理了。诸葛亮半路跑路，恐怕也是有所怀疑。现在诸葛亮怕不是仇视袁氏，是该仇视自己了。罢了，你先退下吧。末将告退。赵双，你这番行事实乃置孤于两难啊！杀你寒了子龙的心，不杀你难解孤心头之恨。哼，要是找不回泽儿，哼哼哼。第2日午时，赵云站在丰渡坡路碑旁，此时有一个人匆匆赶来。口令是什么？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行了吧？没有问题，你先换身行头。赵云换上铠甲后，便跟着这个人朝一处方向疾驰而去。黄河南岸，联盟军大营内，久仰赵将军威名，闵将军谬赞。
赵将军不必谦虚，听说你此番入营需要我帮助，可否详细一番？随后，赵云开始叙述要在20万的大营里面找一个1岁左右的孩童，当然他没有说这个孩童是世子。一个孩子不可能值得赵云孤身前来，很有可能是秦王宫里面的。赵将军，你是说这个孩子被细作给带入军营了？没错，还请将军帮忙查找。军中细作皆有郭图一人掌握，此事还得从他身上下手啊。郭图此人颇具阴谋诡计，此事又该怎么办？有一人，或许他能助我等查出孩子所在。此人是否可靠？此人乃郭图族弟，在其麾下任左侍，但是此人与大王麾下细致才出自同门，有此等关系，应该是可以拉拢的。如今历史早已改变，郭嘉18岁便出师，也是有着郭嘉替郭图出计策，才会让秦城这边如临大敌，更让沮授亲自出马指挥。如今也别无他法，只能试着劝说一番。不过此事还需赵将军亲自出马，将军乃大王同宗弟，有你劝说，我相信应该能将其策反。好，这件事就拜托闵将军联系了。赵某感激不尽。无碍，我等卧底，随时做好了为大王伟大理想而牺牲的准备，一切皆为了统一，为了我华夏万民之未来。赵将军无需言谢。随即，两人商谈了一番细节。翌日，闵纯带着赵云来到了郭嘉所在的营帐内。奉孝，闵将军不必多礼，郭别驾此刻正在帅帐面见盟主，如果你找他汇报任务进度，可能还需稍待片刻。郭图要是在，我还不敢带着赵云来了。纯此番为奉孝而来。不知将军找我有何事？此处无外人，将军有话可直言。如今秦国冀州兵力比我等联盟军稍弱一筹，但秦国占据河北地利，而我等却占据天时。如此下去，不知奉孝以为最终何者能胜？秦国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时间，一旦盟军诱入大军，拖住南下这支大军1-2个月，秦国则必败。当然，我相信智才师兄也能看到，不过如今似乎秦王也在赌。没错，秦城也在赌，他想做到尽快统一天下，只能赌一次。只要把诸侯联盟给彻底打烂，其缩短统一的时间将在5年之内。不给联盟军彻底打烂，只是击退，到时候又会卷土重来，甚至更加疯狂。某认为先生此言差矣。还请直言，在下洗耳恭听。先生认为盟军打入秦国境内，秦国的800万子民能够答应吗？冀州400万民众他们会答应吗？这位是？实不相瞒，我乃秦王麾下禁军首领赵云。我操！先生之大才，我家大王早有耳闻，只是苦于寻不到先生，故云见先生在此，便自报身份，想邀先生入秦，为我秦国效命。没错，他正是赵云。我知奉孝在此处处被郭图打压，难有出头之日。奉孝与细军师师出同门，而细军师如今位居国师祭酒，奉孝何不入秦为官？不是我不愿为秦国效力，只是郭图此人心胸狭隘。若我投靠秦国，他势必不肯善罢甘休，祸及我颍川家眷。这倒是好解决，只要先生入秦，云可传书一封给大王，大王自会派遣锦衣卫将先生家眷安全接往邺城安顿。只要奉孝入秦，何惧那郭图？好吧，家愿助秦王成事，但我有条件。先生有何要求？不妨直言。我若入秦，必须由我担任军司马职位，掌管军务，可行否？云只能替先生转达，至于大王如何决断，云不敢保证。赵云也没想到这郭嘉年纪轻轻，胃口居然这么大。军司马相当于掌管3军的大将军。既然赵将军也无法保证秦王如何决断，那我们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赵云刚想说话，此刻帐外传来郭图的声音。见过郭别驾，冯刺史。闵将军吩咐你伐2万根木料用于造船，现在进行的如何了？正要向郭别驾禀报此事，这几日我派人连夜砍伐木料，今日已经全部交付完毕。不错不错，要不了多久，咱们就可以按照计划实施了。那末将告退。且慢，郭别驾，您还有什么吩咐吗？这是你的亲卫，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军营内人多混杂，郭别驾在军营内见过时乃正常不过。我刚好完成了您所需要的东西，还请郭别驾查验一番，看是否有误。太好了。随后，闵纯带着赵云回到自己的营帐内。闵将军，国家这条路看来是行不通，万一他将咱们出卖，岂不是？不必担心，奉孝为人正直，断然不会如此做的。他刚才既然愿意帮助我们，自然是看清了形势。那为何他迟迟不肯答应呢？郭嘉虽然性子比较耿直，但他可不傻。如果他立刻就答应下来，带入秦后，大王或许能看在细军师的面子上给予厚待，但绝不会委以重任。原来如此，那这个孩子，咱们什么时候能让郭嘉帮忙？此事万不可再继续拖延下去了。赵将军，此事你千万不可着急，这2日你尽量保持低调，不可在大营内乱走。今日郭图差点认出你，想必其他人也有可能见过你的样貌。等我明日与奉孝再进行沟通一番，最迟后日，此事必有结果。我明白了。
世子可愿随末将杀个痛快？世子今日便让你瞧瞧，我赵云是如何带你杀出重围的。兖州20万秦军已经撤出陈留郡，开始向延津方向进行大规模转移。阳武县右路大军联盟，此刻刘岱、刘虞、刘备及孙坚等人一番商量后决定出兵阻拦秦军，而赵云这边正焦急地等待着闵纯的消息。赵将军打探到消息了，孩子在哪？是否安然无恙？孩子现无恙，只不过这对细作本为夫妻，二人将孩子带回军营后，却被袁绍亲卫所发现，说与袁绍幼子相似。此刻孩子已被带去袁绍的中军主营，主营有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就算赵云艺高人胆大，也不敢贸然前往。赵将军，这个孩子是否来自秦王宫？没错，正是世子。若是如此，世子安危关乎国本，无论付出任何代价，我等也要将世子救回秦国。实则生变，明夜便动手吧。好。多谢闵将军，不必言谢。此事我回来时便已有谋划，剩下的就看赵将军你能否安然无恙将世子带回邺城了。二人简短商谈之后，便准备明晚行动。第二日，夜幕笼罩着整个营地。赵将军，我想了一下，还是由我去拖住袁绍，你只有1炷香时间将世子抢出来。袁绍主张一旦生乱，你可一定要找准时机，带着世子乘乱出逃。如此就全拜托闵将军了。对了，还请赵将军替我告诉宫羽，就说当年一起被秦王发配巨鹿种田，他当时打赌输了欠我的那顿酒，我可一直都还记着呢。赵云答应了，他知道闵纯说这话，就意味着他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时候不早了，赵将军，咱们也该出发了。袁绍的主营建设的很大，仅是主营大门便有10数名侍卫把守。末将有要事求见袁公，还请通报。闵将军，大晚上你有何要事？事关风陵津渡口秦军大规模调动的消息，有可能要偷袭我等，故而前来禀报袁公。闵将军稍等片刻。闵将军，主公召见你。随后闵纯便进去了，而赵云则留在了外面。完了，快憋不住，要拉出来了！去，快去那边解决掉。兄弟，多谢了。赵云假装痛苦地捂着腹部跑进了大营。也是你命好呀，被袁公看中，要收你当义子，将来可是前途一片光明啊。秦城的儿子被袁绍亲卫说长得像他幼子，而袁绍得知后便想着将其收为义子了。果然大王乃大气运者，身边之人会受到天道庇护。就在赵云胡思乱想之际，主营外突然传出一阵喊杀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你是谁？世子今夜能否平安归去，就看你能不能给末将带来好运了。赵云深吸一口气，迈步朝主营门口跑去。此刻主营外火光四起，厮杀仍在继续。因为有闵纯的声东击西，赵云抢孩子格外顺利。子龙接枪，子龙快走，有我殿后。赵云知道闵纯是要留下来亲自为他断后，以掩护他逃脱。闵纯，你为何背叛于我？我闵纯从未效忠过你，何来背叛之说？如果没有我袁绍的提拔，你能当上偏将军。现在你居然还敢说没有背叛我？原本初最终的胜利是属于太平道教，属于我大秦国的。拖下去烹杀，将其尸体给我剁碎喂狗。启禀主公，子帐中的孩子不见了。什么？主公，这孩子恐怕来自秦王宫，而闵纯身边那个人就是赵云，此番作为定是为了将孩子抢回去。无论如何也要追回来。另一边，赵云带着孩子一路杀来，自然耽搁许久。刚行至大营辕门，停下，快停下！如是何人？为何在营中肆意纵马，还不快束手就擒？这个将领一时间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毕竟主帐那边发生的混乱还未波及过来。盟主有令，让我火速前去传达消息，尔等为何阻拦于我？荒谬！兄弟们，拿下他！快抓住他，千万不能让他跑了。与此同时，袁绍派来的骑兵也到了此处，追，务必活捉赵子龙，赏金10万。此刻赵云带着孩子，借着月光策马狂奔，后面的追兵越追越近。赵云休逃！世子可愿随末将杀个痛快？世子今日便让你瞧瞧，我赵云是如何带你杀出重围的。我在杀，一去不回，如何？
赵云，你无耻，还我司赵剑！这宝剑乃是袁绍给他的剑系，袁氏族人持有可以调遣他们的袁家军。快拦住他，夺回我的宝剑！赵云将秦泽背起，向着另一座山坡跑去。山道狭隘，干脆利落地摆脱了众人的围剿。混账，居然又被他往山上跑了！赵云背着秦泽一路奔袭，终于跑到半山腰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逃，因为这个位置已经被一条河流拦了下来。小家伙，要吃东西吗？赵云的内心也充满希望，只要能度过今天这关，那么就有机会逃生了。嘿，赵子龙，你还真够大胆的，居然敢来我联盟中军营帐里面来抢人！现在我看你还怎么跑！把我的剑还给我！哼，回去告诉袁本初，田二等之辈，我大秦是不可战胜的。还有，这把剑我先替你保管了。还不快去追！沿着这条河给我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是。小狮子不要哭，末将定会带你平安回王宫的。走了差不多半刻钟，赵云抵至风渡坡，而此刻接应者并没有到达。忽然，远处传来了阵阵马蹄声。赵云望去，远处袁印派的人马正大规模开始朝他这边搜查了过来。糟糕，难道真的只剩下拼死一战了吗？可世子又该如何？看着远处的人越来越近，如果带着孩子下山，肯定会被发现，到时候一个也跑不了。小狮子，末将相信你有天佑，接应者肯定会发现你的，你就先待在这儿，末将去也。赵云在这里，快通知大部队。一时之间，尸横遍野。服役1年未见，别来无恙。上次与你相见还是在邺城的庆典上。赵子龙，如今你我为敌，何须如此？我敬你是个英雄，今日且与你单挑。当年你背着你父亲独自北上，支援幽州，与我等抗击鲜卑，我赵云敬重你也是个英雄。来吧，废话少说，受死吧！子龙，等下夺我马匹速逃！我靠，盟军中到底有多少是自己的人啊？一想到这里，赵云就觉得头皮发麻。赵子龙，受死！紧接着，赵云一把夺过缰绳，翻身上马，朝前方不断冲去。服役，怎么回事？那个，我刚才大意了，没有闪。哼，继续追，务必活捉赵子龙。不久后，接应人举兽找到了山坡树下的孩子。世子殿下，你怎么样？醒醒！举上书，树上有一把剑，司赵剑，这是袁绍的佩剑。通知下去，让斥候沿西南方向搜寻，一旦发现赵将军踪迹，立刻禀报，其余人随我返回黄河北岸。是。真该死，又踏马逃树林里了。严将军，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韩将军，赵云被我等追了一夜，已是疲惫不堪，况且他还带着一个孩子突围，你们在前面追这么久，难道他还能跑得过你们？什么孩子？我等在后面一直追，没有看到赵云身边带着有什么孩子啊？难道这孩子还在风渡坡？既然如此，想必这赵云肯定不会逃远，定会返回寻找这个孩子。我等不妨设计炸他。愿闻其详。好一招引蛇出洞！你们赶紧去附近村庄找一个1岁左右的孩童。是。半个时辰后，一名士兵抱着一个孩童过来，这孩童也是1岁左右，皮肤雪白。赵云，本将倒要看看你究竟是否真的在乎这个孩子。傍晚，太阳逐渐落山，暮色慢慢笼罩了整个树林，四周静悄悄的。此刻，赵云正躺在一棵大树的树梢上休息，有着茂密的树叶遮挡，他并未往树林里面逃去。赵子龙，你给我听着，我知道你在树林里面，孩子现在在我手上，你要是不出来，我可不能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届时后果自负。听到这些喊声，赵云顿时心感不妙，他猜测孩子肯定被敌军先发现，给劫持了。赵云，你要是再不出现，我们可就要把这孩子给烹了，送给秦城。住手！赵云，你终于出现了！秦军威武，秦军威武！赵云，你终于出现了，汝最好识相点，交出司赵剑，束手就擒吧。要是我不交呢？你又能怎样？放肆！赵云，你若还不投降，我就将此子丢进火堆里了。汝一上来便问我要司赵剑，此剑我早已放在孩子身边了。这孩子乃是平民之子吧？尔等休要以此要挟于我。哼，既然如此，格杀勿论。且慢。赵子龙，你若投降，我可向盟主求情，留你一命；否则，休怪我军剑使刀枪无眼，让你不留全尸。服役！你要是能让赵云投降，我袁印便割掉自己脑袋，给你当球踢。我愿降。没什么，就是想看袁印如何将自己脑袋割下来，给服役当球踢。赵子龙，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看不惯你罢了？不行，你不能投降，给我放箭，杀了他。且慢，赵云既然都要投降，你为何执意要杀人家？强将自然应该网开一面。再说，赵云也是一名猛将，要是降于我主，还能为我军增加战斗力。赵子龙，你真愿降？赵云见状，心里再次犹豫了起来。虽然是权宜之计，但他一旦答应，他不敢想象秦城知道会不会有所失望。
我赵子龙此生只认易主，今日纵然身死，也绝不会背叛大王。哼，杀了吧！原幻话未尽，远处便传来了马蹄声音：“秦军威武，秦军威武！”兵未倒，而生先至。不好，是秦军铁骑。这秦军的铁蹄怎来得如此之快？此刻赵云心中也疑惑，秦国铁骑总共就3支部队，2支跟随秦城作战，另1支则留在邺城，他们不可能会出现在此处。我操！我等来迟，还请赵将军恕罪。你是在下牛栏山隶属于锦衣卫指挥使，胡彻儿麾下北镇抚使。原来是牛北镇抚使。赵将军，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还是先撤吧。蓝山兄弟，世子现今何处？已被举上书带回黄河北岸。那你们怎么知道我被包围在此处？锦衣卫一直装备了最先进的东西，牛栏山用千里眼观察敌情，确实可以数清楚有多少人。袁绍主张内。主公，后方来报，下邳被陶谦给偷袭了。陶谦一介匹夫，他哪里来的胆识，竟敢偷袭我的下邳城？主公，左路大军传来急报，汉室宗亲正欲撤回之地。要是这些人不除掉，必成心腹之患。而陶谦之所以敢趁火打劫，恐怕是看我等中路盟军久久没有攻入冀州。哼，混账东西！我袁绍匡扶汉室，这些汉室宗亲居然还临阵脱逃，实在该杀。袁绍想借着秦城的手灭掉这些汉室宗亲，然后再杀入冀州独享地盘。谁曾想这些汉室宗亲竟然想跑路，导致他一下子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渡河之船还有多久能造好？最迟后日。后日大军全部北渡黄河，通知内应，让他们给我在冀州闹事。此次定要攻下冀州。是。盐津渡口位于河北与河南的分界处，乃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哥定三定，秦军如果看到如此多的军用物资被扔得满地都是，肯定会争先恐后的去抢，然后乱成一团。到时候咱们乘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大哥，此计甚妙啊！二哥，你小瞧了咱大哥不是？咱大哥那可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啊！三弟，莫要多说，咱们该撤了。秦军估计快来了。秦军先锋部队手持长戟，脚踏重弩，缓缓地从南面而来。在队伍的最前面是一位身穿铠甲的将军。徐将军，前方道路边上有许多资料。关羽被我像撵狗一样，他既丢下这些，定然是快速想逃避我等，我自然不能辜负他的好意，让士兵上去给我收起来。徐将军，小心这是敌军布置的圈套啊！系军师派我为先锋，大军自然由我做主，你若害怕，便留守在后方即可。徐将军莫怪，末将并非这般意思，只是觉得事出无常必有诈，若前方真有埋伏，那我等废什么话，快去执行命令。是，传令，所有士卒加快速度，收拢资源。听到命令的秦军士卒们纷纷乱了步伐，开始清扫周围散落的资源。玄德，真有你的，这居易果然如你所料，派人上去捡了。那是，也不看看俺大哥是谁。居易此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喜欢贪占便宜，之前经常在凉州劫掠羌人，喜欢抢别人东西。大哥，我们出击吧！看着下方已经在检视军用物资的秦军士卒，刘备微微皱眉，他才不想先出这个头，还是先等等吧。玄德，秦军已经乱了阵型，此时不出击更待何时？伯安兄稍安勿躁，我虽觉得这个居易虽鲁马冒进，但他能当秦军先锋，必有其本事。或许这里面有诈也不一定，还是先暂且再观察观察。玄德，我看秦军是把你吓破了胆吧？放肆！我刘备为匡扶汉室万死不辞，岂会怕了秦军？只是小心无大错罢了。既然如此，那就让我麾下大将于禁先打头阵。也好，就请于将军先打头阵吧。此时，居易正一脸兴奋地在看着士兵们收拾东西。敌袭，有敌袭，快跑啊！众将士列阵迎敌，敢后退者斩。此刻，纵观整个战场，秦军拼死搏斗，双方互有损伤，但由于对方人马过多，而且占据先机，秦军本就被打乱阵型，直接就陷入了劣势。将军，快下令收尾吧！哼，掌握之中，岂可逃之？给我杀！姬毅，汝若放弃顽抗，我可以饶你性命。大耳贼，如何敢与我决斗？狂徒，看我关云长取汝首级！秦思敢在我居易面前耍大刀，看我这次不将你斩于马下！两刀相撞在一起，壮士突起。关云长，莫非你就只会雕虫小技吗？哐哐哐！呼呼呼！青龙偃月第3招，大刀拉屁股。老奶奶上树，手拿把掐。刚才离死亡近在咫尺，居易胆寒了，于是赶紧策马逃跑。秦军副将看居易带着自己亲兵跑了，很是气愤，因为现在撤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由本将军接过指挥权，全军听我号令，实战不休，随我杀！剩余的将士们纷纷死战不退，杀入联盟军阵营中。一时之间，惨烈厮杀响彻云霄。此将乃何许人也？请将报上名来。我乃巨楼张狗蛋师也。张狗蛋，你可愿降否？我张狗蛋一介奴仆之子，自黄巾起义便跟随大王南征北战。我张狗蛋从未怕过死。尔等觉得我张狗蛋是那种会投降的人吗？秦城麾下忠勇之辈真是太多了。大哥，留待二人准备撤军，我等接下来作何打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此次诸侯联盟讨秦，我们已经败了。大哥，这可如何是好啊？仗打到现在，局势已经明朗，左路联盟大军被秦军尽数所俘，而右路大军此刻诸侯不齐心，想着撤退。现在只剩下袁绍那一支中路大军被堵在黄河北岸。既然如此，大哥，我等不如去白马津渡口找吕布会合。只能如此了。秦军主帐内，此刻居易正在解释自己为何战败。居易，你身为先锋主将，孤自然相信以你的武力能力敌刘备等人，但为何就你独自回来了？先锋副将张狗蛋呐！当时战场过于混乱，末将见局势不对，就立马下令撤退。可是罢了，非战之罪也不能全怪罪于你，你退下吧。大王，居易言语中有漏洞，此事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孤知道他在撒谎，孤没想过能够百战百胜，但这可是冀州2万热血儿郎，他们一个都没有回来，这如何能叫孤忍受得了？世子被救回了邺城，联盟军中的闵纯暴露身份，被袁绍给杀了，而且袁绍领着中路大军抢滩登陆黄河北岸，16万大军朝魏郡快速进发，直奔邺城而去。哼，这是要偷我家的节奏啊！大王不必伤感，闵将军虽以身殉国，但却换来了世子平安无事，这都是值得的。闵纯乃我秦国栋梁之才，没想到竟为救孤之子而死，真是令孤痛心啊！大王，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带着大军北上。志才，你可有何想法？据情报分析，臣认为联盟右路大军已不足畏惧。如今颜良、文丑领1万骑兵直奔袁绍后方粮道而去，只需将其后方粮道截断，其必败无疑。但他要是攻入邺城，那岂不是？邺城乃我秦国首府，拥有坚固的城防工事。袁绍没有3个月，是绝对讨不了任何便宜的。如此孤便放心了，只要邺城坚守2个月，就该袁绍着急了。届时我军从他后方杀出，定要全歼这些诸侯，以绝后患。大王英明，只要将这些诸侯全歼，平定4周的时间将缩短至1年，届时形成统一之势，而后第2年便可挥师南下，讨伐荆、扬2州。臣相信5年之后便可再次一统山河。想到马上就会迎来100年不遇的干旱，秦城又不由担忧起来。历史记载，每隔50年或者30年便会爆发，持续数十年甚至更久。孤现在28岁，按照皇帝平均寿命39岁计算，孤能活到60岁退休，也只有32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秦城要做到统一，要把周边小国给全部纳入秦国体系。志才，若是有可能，孤多想看看200年之后的秦国，那究竟是何等的鼎盛啊！听到秦城这话，细致才没有接话。罢了，志才你先下去吧。臣告退。左慈和虞姬这2人活了这么久，肯定是有猫腻，况且自己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存在。太平元年9月中旬，袁绍带着16万兵马渡过黄河，一马平川向邺城急速推进。此刻，袁绍及其一干谋士集结于大帐之内。如今我等已经攻占内黄，现在大军距离邺城也就只有100里路程。若是再这样拖下去，恐怕会迟则生变。徒以为应当立即出兵攻打邺城。公则此言差矣。邺城乃秦国首府，为保周全，待大军与整个魏郡合2为1之时，便可直取邺城，而非急于求成。修若所言甚是，不过我觉得公子的话也颇为有理。我16万大军一路攻来，似乎太过于顺利，而秦军一直在保存实力，没有与我等决战。或许他们在等待什么机会不成？主公，徒有一计可破邺城。何计？秦军虽保留实力，但我方士气高涨，若是将流入城内的漳河水变成不能用的毒水，他们必然会出城与我等决战。如何施展？耶！袁公，郭图此计有伤天和，就是拿下整个冀州也不得民心。袁公千万不要听信郭图的谗言。是啊，袁公万不可用此计啊！郭图，你这是要让袁公背上万世骂名啊！哼，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所写的。王莽是暴君，难道他真的就是了吗？诸位都是世家子弟，是与不是，皆由我们世家说了算。
若是觉得郭图此计不妥，那你们倒是想出一个不伤天和又能尽快拿下邺城的计谋出来。要是想不出来，就按公则所说的办，否则别跟我在这儿仁义道德。邺城王宫大殿，秦国朝臣和留守在冀州的武将全都聚集于此，商讨接下来的对策。启禀王后，臣把整个冀州的备用粮食全都运进了城里，粮草可供城中军民食用1年，只要等大王的兵马过来，困局自然迎刃而解。那京师大小事务就全交由真相负责了。王后客气，这是臣应该做的。田尚书，还请您加快进度，尽快将入城的百姓妥善安置。举尚书统一调度指挥邺城布防。是。大王如今不在京师，还请诸位将臣同心同德，各司其职，等待大王凯旋归来。请遵王后懿旨。太平学院。周瑜，如今师尊不在，袁绍的中路大军快要打到咱们秦国首府门口了。如果是你的话，有什么办法能快速攻破邺城？办法有2个：派兵强行攻打京师，只是这样一来，就算是拿下了京师，也会死伤惨重；其2则是用计，而且这计只能是毒计。什么毒计？按邺城规划来算，水井肯定是不够城内使用的，而城中300万百姓饮水变成了首要问题，所以我推测他们攻打邺城，肯定会在这张河里面做文章。做什么文章？难道还会下毒不成？周瑜，你真坏，竟然想用这种招数。不是毒药，而是意。要是袁绍去抓附近村庄那些患病的百姓，将感染者抛入漳河水中，就是绝户计。造物房，工匠们根据秦城的弩车图纸，终于打造出来了。诸位这段时间都辛苦了，本宫刚刚得到消息，弩车已经研究出来了，是吗？启禀王后，弩车已经问世了，射程可达500米。这也未免太夸张了一点吧？快掀开跟本宫瞧瞧。好，太好了，马军，那就由你带头去城墙测试吧，本宫要看看从城墙射出究竟能打多远。是。小玉，你派人速去邀请朝中大臣集体观看我秦国弩车的实验效果。是，王妃。张宁这一举动也是为了震慑宵小。如今袁绍率16万人马打来，不少人都摇摆不定。王后，弩车已组装调整完毕，可以发射。发射吧。王后有令，发射。邺城外，城南山坡上，一名联盟将领正站在一处山头观察邺城的动向。邺城已封城数日，信哥怎么迟不来？将军，天上那是鸽子吗？我操！你眼睛长屁股上了，那是弩箭。救命啊！看样子是射到了远处山头，不错不错，马军，本宫命你继续量产，不惜一切代价。臣遵旨。夜幕降临，邺城城墙上只剩下甄瑶、田丰、沮授3位内阁大臣，他们望着城外远处敌军的营火，眉宇间隐约有些忧愁。这次袁绍带着16万联盟军攻伐邺城，虽说邺城有近10万驻军，但依旧是危机四伏啊。大王已南下半年多，此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北方虽不足为虑，但司隶却不得不防。是啊，董卓怕是要来了。董卓野心勃勃，一直在西凉坐看中原群雄伐我秦国。此战若是不能完胜，袁绍这些诸侯联盟，怕是会让他乘机将我司隶与滨州吞并，届时就真正麻烦了。听到这话，田丰、沮授2人均是皱起了眉头。不过田尚书、沮尚书且放心吧，董卓绝非秦国的对手，打响统一之战就在明年开春。既然如此，那便不再多虑，田某就先行告辞了。田尚书慢行。田丰走后，沮授轻叹口气：“大王用兵之道在于一个人字，既要我等减少伤亡，又要取得完胜。沮尚书，看来你这兵部尚书不好当呀。不过升其位，当谋其职，甄某也先行告辞了。”袁绍中军营帐，什么？刘三刀被弓箭给射死了？哼，荒谬！盟主千真万确，小人亲眼所见，他们的弩箭射程不低于500米。来人，将此造谣惑众之徒拖下去斩首示众。啊！主公，想必是邺城造物房又造出了什么武器，只可惜刘将军遭此天降横祸。哼，我岂不知晓？此事先别传出去，以免扰乱军心。对了，你准备的如何了？回禀主公，我已经安排人手实施下去了，只需静待城中爆发疫症便可。很好嘛。若无变故，届时便可派大军围住邺城。我倒要看看这座如洛阳般的城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只要抓住秦城的家眷。
兖州、司隶、冀州3州交汇处，一片广袤的平原上，一支庞大的军队正在行军。启禀将军，秦军主力大军正朝此处急速赶来，2日后便可抵达我军占领的酸枣县。公台，你有何看法？不好，奉先，赶紧率军撤回酸枣县，尽快收拾东西，准备退走。天下诸侯之中，孤谁也不怕，就怕你吕奉先。天下诸侯当中，孤谁都不敬，就敬你吕奉先。那是。续接上集，成功吕布撤回酸枣县后，秦城大军直接兵临城下。制裁这酸枣县，依你之见，该如何拿下？取城之策，想必大王心中已有谋划。酸枣虽为小县，但吕布具有城墙之力，若是强攻，死伤太多。臣建议从吕布及其身边之将下手。制裁不妨细说，看看你的计是不是跟孤的一样。吕布以勇武闻名，勇武之人必然骄恣狂傲，只要稍加引诱，便可使其忘乎所以。不过其身边定有智者，若想让吕布上钩，还需做些周密准备。大王依臣之见，热贺。不错，孤要先亲自会一会这吕布，看看他这么些年过去了，这头脑究竟有没有一点点长进？典韦何在？末将在，随孤左右，孤要亲自会一会这吕布。末将定竭尽所能护得大王安危，区区一吕布，末将绝不容其在大王面前放肆半分。好。吕布何在？赶紧让他出来答话。我就是吕布。我王想邀请吕将军单独至场外挺战一叙，不知吕将军敢不敢孤身应邀？奉先，这擒贼一向诡计多端，奸诈无比。他若单独邀你，其中必然有诈。奉先不必猜他。堂堂飞将军吕布，难道还怕了我王不成？到底敢不敢啊？给句痛快话呀！回去告诉秦城，本将应约。奉先不可啊。公台放心便是，既然秦城敢邀约我吕布岂有不去之理？我不会听信秦城说什么的。那好，恭候吕将军了。奉先，别来无恙啊！秦城，你可真是好雅致，两军阵前设宴，这是想要劝我吕布投降于你吗？自当年一别，孤就再未见过将军。这么些年过去了，将军真是越发的雄姿英发啊！再加上你手中这杆方天画戟，真堪为人中吕布啊！而当年就连孤麾下大将黄忠都不是将军的对手，今日再次看将军，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啊！那是。吕将军这边请，我们先饮几杯酒，然后再谈正事。秦王客气了，这酒也喝了。秦王邀我前来，所谓何事？天下诸侯之中，孤谁也不怕，就怕你吕奉先。天下诸侯当中，孤谁都不敬，就敬你吕奉先。那是。秦王如此看得起在下，那在下就不妨说句掏心窝的话吧。其实在下也觉得秦王乃是天下雄主，这天下迟早都是秦王你的。只要秦王封我吕布为大将军，我吕布就愿意为你打天下，如何？奉先啊，孤的确是想封你做大将军，但是呢，孤不能封你啊。秦王若不嫌弃我吕布，我愿。且慢，吕布这爹谁敢当啊？当不起，真是当不起。秦王难道嫌弃我吕布之女不成？奉先快坐，坐下再说。我家林启生的貌美如花，聪明伶俐，更兼武艺超群。秦王刚才之意，难道是不愿纳我吕布之女为妃？你说这件事啊，孤确实要考虑一番，还希望奉先见谅啊。哼，秦王如果拒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谈的。我听闻秦王素有仁德之名，我若是以城内百姓为胁，你城外这支大军想要强攻我这酸枣县，恐怕……奉先啊，既然你执意要把女儿送给孤为妃，这样吧，孤答应你，但是孤有2个条件，请讲。第一，大将军之职，孤肯定不能随意册封于你。第二，孤要你做一件事，此事需要你背负骂名。当然，你替孤做完之后，36天罡上将职位肯定少不了你，如何？秦王究竟让我替你办什么事？丁原、韩馥、董卓此3人挡着孤统一的路了。奉先，你想当孤岳丈，只要你答应这2点，孤立刻纳你女儿为妃，并封为荣华，怎样？荣华的称号在后宫的地位非常高。秦王纳我女儿为妃，我如何才能得到大将军这职位？这吕布怎么老想着大将军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算给你做，你做得稳吗？这样吧，统一之后，孤封你为神威无敌超级大将军，此封号独一无二，举世无双。不过只是虚职，不掌握兵权。奉先兄，你看如何？多谢秦王，我吕布答应了。吕将军，军师让你速速回城。奉先兄啊，你这军师是何许人也呀？秦王，在下的谋士乃是陈宫。
怎么，大王认识公台不成？凤仙兄啊，这陈宫，不说也罢。秦王，你不妨告诉我，公台是不是有什么欺瞒了我？凤仙兄啊，你是不知道啊。据孤锦衣卫调查，这陈宫表面文质彬彬，实际上，一言难尽啊。还请秦王直言。凤仙啊，陈宫跟丁原早已暗中勾结已久，这次将你派来冀州捣乱，就是准备毒害凤仙你啊。等你死后，他们好霸占你的妻女。没想到陈宫居然如此龌龊，我定要与之对峙一二。不可。凤仙兄，且消消气。如果你回去找陈宫对峙，他定然不认，而且还会反咬孤一口。如果他听到你要将女儿许给孤为妃，孤敢保证，今夜他定会在你饭菜里面下毒。闻听此话，吕布彻底上头了。此等奸诈小人，岂能留他性命？我回城必斩了他。凤仙兄，待你回城之后，不要与他说话，直接用手中这杆方天画戟戳死他，让其死不瞑目，方才能解你心头之恨呐。你说对不对？对，太对了。这个陈宫，枉费我如此信任他，对其委以重任，没想到他居然想要辱我妻女。记住姑的话，直接戳死他，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哦，不记住了。切记啊，凤仙，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典韦有没有觉得姑有些无耻？大王这话从何说起？吕布这厮在我后方搞事，让我邺城陷入困境，就该如此对付他。咱们也回去吧。估摸着吕布要是将陈宫斩杀，他就会打开城门出来投降。刚入城，吕布迎面便撞见了陈宫。凤仙，狗贼，拿命来！凤仙，你别激动，先冷静下来。是不是秦城那奸贼跟你说了什么？你可千万不要听信他的鬼话啊！吕布，汝为何如此对我？都愣着干嘛？传令下去，开城投降。大王，吕布此人只要给予重力，便可拉拢利用。此人虽愚蠢，但毕竟是一员猛将，只要利用得好，两手可平。是啊，只岂可此人不好掌控。走吧，吕布已经出城了。9月底，邺城不少戴着面罩的医师在整个街区来回奔走。快去王宫禀告，疫病得不到控制了。王宫大殿内，只见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他们一个个表情凝重，议论纷纷，讨论着疫症怎么突然就在城北爆发了。华清、张清，你二人可有何办法将此疫病控制下去？若是整个邺城都爆发，回禀王后，如今只有城北爆发，且蔓延的范围不算特别大。若是能尽快查清来源，臣便能将疫症影响降低至最小。但若是查不到来源，恐怕整个邺城都会被……张基剩余的话还未说完，大殿内的朝臣便坐不住了，纷纷站了出来。王后，微臣建议将整个城北进行封锁，将其余地方的感染者统统转移至城北，让其自生自灭。而今外有袁绍16万大军虎视眈眈，要是内有瘟疫横行，那我秦国就彻底完了呀！不错，唯有如此方才能保住邺城。臣附议。真相填上书。你二人以为众卿意见如何？不可，底层百姓乃我秦国立国之本，若是患病就放任不管，必将国不成国。臣也认为此举不妥。王后，臣亦赞同真相和田尚书之言。臣以为，首先应发布通告安抚民心，防止疫病在城内扩散，更不该将患病的百姓弃之不顾。臣附议。如此，真相便由你统筹安排以下事宜。此国难当头，诸卿务必齐心戮力，待大王回邺城，本宫定奏明大王论功行赏，绝无半分吝啬。但如果因个人趁机贪图私利，影响国家大事，那便莫怪国法无情。臣等定当竭尽全力，护我秦国渡过难关。张宁这一番话语，无疑给了所有人信心，满朝文武无一人敢反驳。既如此，便请诸卿下去安排吧。众多官员离开后，甄瑶、田丰、沮授却并未动身。三位卿家可还有什么事？王后，城外联盟大军围困我邺城，迟迟不攻，就是为了以逸待劳。此役与城外袁绍却脱不了干系，极有可能是其故意制造疫病。此丧尽天良之举，就是为逼迫我等放弃城墙之力，出城与之决战。启禀王后，城西发生暴乱，已经快压制不住了。袁绍在那里，别让袁绍跑了，快斩杀袁绍！续接上集，邺城西门发生暴乱，张宁亲自安抚百姓，并煽动百姓，成功将矛盾转移到了城外敌军。另外，本宫恳求大家暂时都不要出门，全都留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患病家属及时上报进行诊断治疗，争取能尽快康复。王后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您的嘱咐。听王后的。对，大王不在，我们就听王后的。随即，街道上、集市上聚集的百姓纷纷各自朝自己住处返回，准备隔离家中。第二天，袁绍派使者来到了邺城王宫。诸位大汉的旧臣，别来无恙啊！大大，汝区区一使臣，竟敢如此嚣张！
难道我说错了？你等在场的一半以上都曾身为我大汉臣子，如今却叛国投敌，我为何要尊敬你们？我等早已汉朝划清界限，你休要无理狡辩。敢入我秦国王宫，难道就不怕血溅当场？呸！巨兽，莫非你想杀我不成？呵，今日我就算是死在这了，也还是大汉的忠臣。对，只不过一叛国投敌之辈耳。够了，崔先生，你作为袁绍派来的使者，却在此胡搅蛮缠。要是如此，本宫可就要请你离开了。你一个妇道人家主持政务，能主持明白吗？回去告诉袁绍，当你们跨过黄河，踏入我冀州领土的那天，就注定你们会败。那就看看是我们联盟军强盛，还是你们秦国的弓弩厉害。说罢，崔琰拂袖转身离去。沮授，臣在。赐你大王见喜，并加任你为兵马大元帅，统一指挥邺城保卫战。遵大王法令，传我军令，除攻魏军以外，城中驻守的所有大军全部准备列阵领土，现分派诸将守护每个城门，如有丢失者，立斩。本宫乃大秦王后，是要与京师共存亡，届时本宫将亲自出城督战，望诸位将军奋勇杀敌。末将必当此战。今日朝会至此结束，明日本宫会派人前去下战书，大战就定于后日。诸卿都下去准备吧。翌日清晨，整个邺城都沸腾了，不知是谁在城内传播诸侯联盟军要屠城的消息，不少百姓开始纷纷惶恐了起来。各位父老乡亲，我乃太平学院学生会代表，亦是秦王的学生之一。倘若我秦国真到了危难的时刻，我周瑜愿意做第一个殉国的人。乡亲们，以前汉室统治天下，咱们百姓吃不上饭，在秦国却能够吃上饭，穿暖衣，并且有房住。而今城外这些以袁绍为首的氏族豪强，想要亡我国家，就是为了重新压榨咱们这些穷苦百姓。你们告诉我，你们要答应吗？这一幕感染了许多百姓，心中升腾起一股热血，仿佛身体里面有火焰在燃烧。而在邺城王宫城墙上，文武百官静静看着这一切。也就只有大王才如此大的手笔，可大王明明不在邺城，是怎么做到的这些？或许今日这一切早就在大王的谋划之中了。也就是说，大王为了使得国民觉醒，下了一盘很大的棋，甚至不惜以邺城为赌注。没错，大王为何会不断下令让你撤退，还放任袁绍领着军队渡过黄河，一路打到邺城？也只有面对真正的危机，国民才会真正的觉醒，他才有资格发动对外战争。而今日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大王提前所设计的。大王真是一个厉害人物啊！次日一早，天刚刚蒙蒙亮，联盟军大旗飘扬，气势汹汹，似乎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攻击邺城。我已经等不及要看见秦国的文武和百姓跪倒在自己的脚底下求饶了。传我军令，大军攻入邺城，即刻解除军纪3日。此女难道就是那秦城的发妻？只见张宁一身铠甲，英姿飒爽，腰配一柄宝剑，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那女人应该就是张宁，怎么堂兄也跟曹孟德一样？闭嘴！传令各部准备进攻吧。秦国将士们，身后就是我们的家园，那里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和你们一起血染沙场，打3战赢3战，砍倒他们的大旗，诛杀他们的上将。放眼诸位，出击！前锋部队给我杀！大楚其心，无非小。凭我手上长刀，按下雕弓，1000个来，1000个死。说出5名，下入1票。报！骑兵举上书，广德门失守了。骑兵举上书，袁焕突率1000骑兵突袭建春门，我军溃败。立即通知镇下，派出民兵救援建春门。如若敌军攻城，务必死守。另外，从攻卫军中调集200弓弩手，务必保证广德门安危。是。报！骑兵举上书，商丘门大捷。怎么回事？是颜良、文丑2位将军突然出现在商丘门，大破敌军。好啊，颜良、文丑终于赶来支援，联盟军后方粮道肯定已被截断，传令下去全线推进，击垮敌军。是。另一边，袁绍得知自己的后方粮道被截，
你们都是废物吗？为何如此重要的情报现在才送到？回禀主公，我等留守兖州的斥候早已将查探到兖州秦军各部有骑兵调动，而这些情报早已半月前就传递回来。难道耿长史，你可记得半月前的夜里，在下本欲面见主公呈报密信，而你却出现在帐外，将我拦截，并让我将密信交于你手。你与我说会将密信亲手转交于主公，你可作何解释？对，启禀明公，在下并未看到此类情报信笺，他明显是在推卸责任，还望明公明察。我记得当年你与闵纯一起入我麾下做事，而半月前闵纯突然叛变，想必你也是秦城派来的奸细吧？明公冤枉啊！属下对明公忠心耿耿，绝不敢存有二心，还望明公明察。公泽，快替我求情啊！还望主公恕罪。公泽，难道就连你也是？主公，我之前私底下收了耿玉的钱财，可谁也不知道此人是秦城派来的细作。上次主公命在下查细作一事，属下就怀疑过他，可是，好啊，擒贼我不诛灭你三族，我袁绍誓不为人。跟我玩奸细这一套很好，左右将耿武斩了。且慢。盟主，此事应该调查清楚，我等应该先行退兵，而不是问责耿玉，更不应该杀他。杀他岂不是中了擒贼的奸计？还请明公不要寒了我等将士之心。敢在这个节骨眼冒出来的，无疑是奸细。上次杀了一批，现在怎么还有这么多？袁绍不傻，他知道如果自己现在翻脸，只怕是要损失惨重。既然诸位皆认为文威无罪，那么就暂时放过他吧。传我命令，鸣金收兵。太平门城楼下，听见鸣金之音的举兽顿时大喜。敌军鸣金收兵，现在正是我等反击的最佳时机，立即传令发起全军冲锋，不可放跑敌军。传令下去，让攻打其余城门的指挥使和各营将领迅速领兵向青州撤离。突然，袁绍身后突然冒出一队骑兵。袁绍在那里，别让袁绍跑了，快斩杀袁绍！那是大王，大王回来了！太好了，大王回来了！典韦，通知举兽传令下去，追杀袁绍败军30里。是。夫君，宁儿，我回来了。宁儿，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要，以后都不要再离开我好吗？好，这次回来不走了。这场诸侯讨秦中，秦国损失惨重，尤其是诸侯联盟战败后，更要乘胜追击，尽快攻取青、徐、兖、豫4个州郡。而秦国目前仅只拿下一半的疆域，梁、益、荆、扬、交5州还未攻克。与此同时，袁绍带剩余部队正藏身于一处山谷内。司马防，你想干什么？你想造反吗？袁本初，莫非你还认为袁氏有资格与我们这些世家大族再平起平坐吗？若不是你狂妄自大，不断专横，不听信我等之言，也能有今日之大败。袁本初，看来你这次输的真是不冤。怎么，现在想要把我绑了去巴结秦城，借此保存家族势力，尔等简直愚蠢。袁本初，你现在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是赶紧束手就擒吧。我袁绍何曾沦落至这般田地？无不服啊，无不服！就在袁绍即将陷入癫狂时，帐外突然响起一道威严的暴喝声：“嘿，住口！文台，你终于来了，快助我将这些人通通拿下！这些人企图害我性命，还请你替我拿下这些叛贼。”续接上集，士卒跟袁绍翻脸，孙坚及时赶到。文台，这些人企图害我性命，还请你替我拿下这些叛贼。诸位，此话是否属实？孙将军，这一切皆乃袁绍咎由自取，我等也只是想保全家族势力罢了。孙将军，如今盟军已无再战之力，若将军愿与我等将袁绍这个罪魁祸首绑于秦王面前，必受得到封赏。我等这些士族之人，皆承你一个人情，如何？司马防，汝安敢如此？我何曾亏待过尔等？你竟欲置我死地！诸位，能否听我一言？孙将军，请讲。就算你们把袁绍交于秦城处置，秦城就会真心接纳你们吗？要知道，你们之前背地里联合起来对秦国干的那些龌龊事，足够你们这些士族势力被灭10次了。孙将军的意思是，所以你们全都不能投靠秦城。江东是个好地方，如今唯有彻底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退守长江以南，方能与秦国持久抗衡。听闻孙坚这番话，众人也是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谁也没想到孙坚居然有这等雄心壮志。我觉得可以，这里可就没你袁本初什么事了。文台，你这是何意？袁本初，你作为大家共同推出来的代表，这次没能打赢秦国，还有脸与我等说这些？我劝你还是赶紧自刎吧，别说我孙坚不给你体面。
孙宪，你难道忘了是我袁绍亲手将提拔你上来的吗？我没忘，你与郭图用义并谋害邺城300万百姓。现在秦国早已发出檄文，是要诛杀此事所有谋划者，否则秦国将会采取一切措施，从商业、军事上对我等进行制裁。这是要有人出来背锅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们居然都想我死，好让你们得以脱身。孙宪，枉费我那般器重你，结果你就如此对我。我袁绍今日要跟你拼了！如今秦国上下所有人都想把你袁绍拿来点天灯，既然这样，那我也不给你留面子了。来人呐，把袁绍绑了送给秦城。诸位，现在如何抉择？可否考虑清楚了？我愿率领族人迁徙江东。很快，众人就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孙坚前往江东。好，那诸位下去休息吧，待明日一早启程。孙将军，如若在下没有猜错，恐怕您是秦王的人吧？你是何人？在下姓郭，名嘉，字奉孝。不知先生此话是何用意？孙将军之谋，真乃一石三鸟也。如今的秦国已经没有多余的实力去对付中原士族，如果让其放弃本土势力，转而与江东士族争斗，消耗掉他们剩余的资源，从而削弱他们最后的力量，以至于当秦国真正南下之时，便可做到无人可挡。孙坚闻言眉头皱起，他接到的任务是将这些反秦士族势力全部收拢起来，至少让他们在未来几年之内不能与秦国为敌，也能避免他们再次去勾搭上其他诸侯。孙将军别误会，家并无任何恶意。既然奉孝先生都已经看透了这一切，莫非是想以此要挟于我？不敢不敢，在下只是希望孙将军能够帮忙向秦王举荐一番，在下欲为秦效命。酸枣县，此刻吕布已经与家眷会合。父亲，您为何要将我送给秦城做妾？林启，为父也是迫不得已，当今天下唯有秦城才能救我吕家。随即吕布将秦城忽悠他的话跟吕林启说了一遍。父亲，你知道他在欺骗你，那为何？无所谓骗不骗，当时秦城大军逼城，我知自己走投无路，若不将计就计，现在也看不到你们母女二人了。世人皆知我吕布有勇无谋，岂不知我吕布心细如尘？孩儿明白了。邺城王宫大殿，秦城坐于高座上。大王，您可要想清楚啊！北起涿郡，南至钱塘，开凿如此之大的运河，乃非同小可之事。投入近100万的青壮力，必将严重破坏全国生产了。是啊，大王，臣也赞成李侍郎的提议。臣等恳请大王收回成命。诸位爱卿放心，孤既然决定开挖运河，肯定会做足充分准备。如此大型工程，孤岂会不知？看来大王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不枉我等苦口婆心劝阻。这运河开凿耗费巨资，即便孤举全国之力支持开凿，也难以承受这般消耗。今年秦国的财政预算，孤看过了，其中一笔费用是要给孤修建陵寝，光是这笔费用就占整个秦国财政收入的1/5。孤现在春秋鼎盛，用不着，以后也用不着，还是大王修陵寝乃礼制，岂能随意更改？更何况大王乃秦皇血脉，自应享尽人伦富贵，一切当按照组织来办。若是乱了组织，给后代儿孙留下恶例，也是不好的。再则，组织如果事事都遵循组织，那我秦国还怎么变强？在这件事情上，孤自己说了算。幽州那边，高句丽、新罗、百济这3个小国不是愿归顺我大秦吗？这样传令给孙乾，让他亲自走一趟，给这3个附庸国带个话。既然把他们打服了，认了我秦国当大哥，朝贡就不要他们的了，改为给我大秦干活。把幽州境内的运河就交给他们，让他们3家各遣10万劳工，为期3年。3年之后换另一批人。当然，我秦国也是要给工钱的，每人每天1文钱，还管饭。就这样散朝吧。恭送吴王。说不说？说不说？你他妈倒是问啊！兄弟，别打了，大王召见袁绍。倾城，我劝你趁早放了我，否则我袁氏定与你不死不休。我袁氏43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你信不信？只要你敢杀我，你以后喝水都得给我小心点。2年前，我还会忌惮你们袁氏。正所谓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如今怕是没有人再敢冒险帮你袁氏了。不怕实话告诉你，你自起兵伐我秦国以来，你袁绍每天几时起床，晚上吃了多少肉夹馍，我都一清二楚啊！袁绍，你的家眷已经被我接到邺城了，你说我要不要把你夫人送给曹孟德，换取一些好处呢？你不是想报仇吗？来，孤就在这里，有胆你就继续冲上来。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
把清、许、兖、豫那些不肯离开的氏族集结起来，孤要他们手中所有的土地。士族中人皆不知你秦城能有如此心计，当真可笑至极。好，我袁绍输的不冤枉。你若识相，就乖乖按照孤刚才所说的做，做得好，孤便饶恕你全家性命。可悲啊！没想到我袁绍有天也会沦为你秦城的屠刀，希望你信守承诺，不然九泉之下，我袁绍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这是自然。启禀大王，董卓派的使臣到了。你们要干什么？快放了我们！先斩后奏，皇权特许，给我上一个不留。贾诩拜见秦王。文和不必多礼。小丫头，你就是董卓的孙女吧？是呀是呀，我叫董白，祖父让我来嫁给你的儿子。我的夫君在哪儿？萧主不可对秦王无礼。哪有无礼吗？我明明就是在认真回答大王的话。再说了，我不得先看看未来的夫君吗？无妨，小丫头天性活泼，姑很喜欢。小丫头，来姑这儿，让姑好生瞧瞧你这未来儿媳。大王伯伯，你比祖父更加俊美有威严，难怪我娘也说你将来要是当了皇帝，也一定是个好皇帝。这话一出，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虽然都知道童言无忌，但这话从董白嘴里说出来，味道就全变了。这是他娘说给董卓这老贼的吧？小丫头，你说的对，姑将来要是当上皇帝，一定会当一个好皇帝，而且还是千古一帝。等将来你长大就知道了。大王，他也是你的士兵吗？看起来好凶啊，比牛姨父都凶。憨憨，你吓到小朋友了。他叫典韦，乃是姑的宿卫长，负责守卫整个王宫，保护姑的周全，也是姑最信任的人之一，懂了吧？小白懂了，小白给典韦伯伯问安。小主客气了。贾诩伯伯，来时我看到祖父身边也有一个长得很凶的人，他也是祖父的宿卫长吗？他是你祖父才收的义子。对了，秦王陛下，但孙早签订的同盟协议，相国已经撤兵返回西凉，如今只差与世子举行订婚仪式，并昭告天下，宣布两家结亲的消息了。姑既然答应了董卓，自然不会食言。诸位远道而来，舟车劳顿，就先去使馆休息吧，明日朝会再议也不迟。那就多谢秦王。典韦啊，这小丫头就跟姑的女儿一样，倒是挺惹人喜欢的。不过姑如此算计她的祖父，终归还是有些不厚道。因为认董卓当义父的不是别人，正是专统义父的吕布。他此行有两个目的：把丁原和韩馥给捅了，然后等待秦城的命令，再把董卓也给捅了。大王欲争天下，必须得除掉董卓。此间之事，世人岂会知晓？世人皆知大王手段光明，得位正大，何来不厚道之说？憨憨此言深得无心啊。太平3年正月初，秦城全面推行科举制，并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工业和商业的三大关系，充分重视工业以及商业，走出一条适合秦国的工农商业化道路的思想。同年，秦城派遣许攸等人前往荆州，挑拨同时占据荆州的曹操与刘表，准备不费一兵一卒拿下荆州。主公，拜帖上都说了些什么？秦国竟想与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允许我荆州保持独立，并允诺我们与曹操发生冲突时，愿提供武器装备的售卖。只要我荆州不出兵北上，他秦国方面就绝不会率先动武。哼，绝不可能！秦城定有什么阴谋诡计？子柔，你之见，秦城打的究竟是什么主意？主公，这所谓的互不侵犯条约，只怕是缓兵之计啊！如此看来，许攸怕是已然知晓我们与曹操不和的消息了。主公，既然秦国方面愿意出售武器装备，必是想让我们与曹操斗得死去活来。主公，现在黄河以北爆发天灾，而我们荆州距离秦国甚远，秦国需要时间处理内务，我们同样需要时间将曹孟德赶出荆州。他亦将武器装备出售给我们，在下猜测，秦国必然需要大量粮食与药材，而我荆州就盛产粮食与药材啊。主公，不妨明日先接见许攸，看他如何言辞，再做定夺也不迟。如此也好，咱们荆州不缺粮草和药材，唯独缺少武器与装备。这次秦国可是缴获了盟军大批武器装备，许攸提供的这个机会很重要。夜晚，许攸与许定二人在客房内相聚。
金师，你这一招果真奏效。刘表差人请我们明日前去赴宴，这次难道真要与刘表合作？当然，我秦国与荆州各有优势，荆州有粮食和药材资源，而秦国却因为天灾人祸而不足。如我秦国真的要南下，5年内恐怕不会出兵，而我们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先让刘表跟曹操斗得不死不休。原来如此，金师，这次所出售的武器装备全是我军淘汰下来的，他们会接受吗？就算淘汰下来的，也是他们抢破头的宝贝，只要他们不傻，就绝不可能拒绝。大王曾说过，贩卖武器装备才是世上最挣钱的生意。这次只是让我们先来试探一番，到时候对付外族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就光卖武器与装备，完全可以榨干他们的实力。刘表要是与曹操打起来，秦国就给他们交战双方，慢慢卖武器与装备，不能让他们一方输，也不能让他们一方赢。大王真乃高人也。次日，刘表亲自迎接许定与许攸的到来。子远先生，久仰大名啊！今日一见，果然气宇轩朗啊！嘿嘿，刘荆州过奖了。刘荆州身为8郡之首，又是荆州之主，在下亦是久仰大名呀。那里，快里面请，里面请。不知先生此来是为何事呢？实不相瞒，我秦国境内正遭遇100年不遇的旱灾、蝗灾以及瘟疫，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所以我特来向刘荆州购买物资救济灾民。秦王可真是爱民如子啊！子远先生，据我所知，冀州物产丰富，尤其是粮食，根本无需购买我们荆襄地区的吧？不瞒刘荆州，秦国出力这2年来连年征战，加上百废待兴，现在根本没多余的储备粮食了。我王为了赈济灾民，已经动用了所有的国库资金与冀州商会的积蓄，但仍是不够啊。既如此，那我们可以结盟啊。怎么个结盟法？在下洗耳恭听。听说此次诸侯伐秦，你们秦国拿出了很多新式武器与装备，这样只要你们将弩车卖给我5000架，战马1万匹，精致长戟与甲胄各5万具，粮食与药材这些，我愿付给你们粮食1000万笆，药材200万斤。刘荆州，你这胃口未免太大了吧？我秦国的弩车打造一具成本就得10万斤，而今天下一马难求，1万匹战马你拿在下开涮呢？精致的长戟更是稀缺。刘荆州，你这是要断了我秦国的命脉不成？哼，不识抬举。刘荆州，你既然没有诚意，许将军，咱们走。我想曹孟德不会狮子大开口。且慢。2位少安勿躁，刚才是在下态度有问题，我愿退让一步，1500万国粮食，300万斤药材，如何？既然刘荆州与我秦国没有合作的想法，在下又何必待在此地自讨无趣？子远先生，那你说该如何？我秦国可以拿出50架弩车出来，战马就别想了。长戟与长槊倒是可以给你10万具。我同意。我操！太平3年1月，秦城收服了关在大牢里的孔融、王匡、乔瑁、张邈、鲍信等人。随即，秦城聚集了孔融、蔡邕等人，下令撰写一本旷世大典，初名为《太平大典》。此大典包罗万象，其中包括经史子集以及释藏、道经、医药、戏剧、评话、功绩、农艺等着作，收集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徐州下邳县，经袁绍的号召，清、徐、兖、豫4州剩余未随孙坚前往江东的士族家主，全都聚集于此。就在这时，外面冲进来一群各色衣衫之人，他们全都手持长刃，神情冷峻地将堂内众人包围起来。领头的正是许褚。你们干什么？放肆！是谁派你们来的？谁给你们的胆子？先斩后奏，王权特许，一个不留。片刻功夫，大厅直接血流成河。锦衣卫撤离之后，许褚带着亲卫又来到了袁府后堂，见到了正在内堂坐着的袁绍。许褚是已经办完，何时能放了我的妻儿？还需要你的命。许褚，秦城交代事后，让你把我也杀了吧。我袁绍既已落得今天这步田地，自知难逃一死。我袁绍乃43公之后，岂能死在尔等这匹夫手中？许褚，替我告诉秦城，我袁绍输给他不冤，求他放过我的。朕宣布，自今日起，将皇位禅位于相府东卓。400年大旱呐，忘了。
凉州、长安、皇宫，金碧辉煌的大殿内，玉榻上坐着一位少年，身穿暗红色冕服，正是董卓所立的皇帝刘协。今汉室将亡，天命已尽，主公以为当如何？董相当成大同意。董相乃天命所归，必能成就霸业。哼，董卓，你与秦贼私下两相勾结，如今丝毫不掩狼子野心，公然篡逆，汝托名为汉相，实乃汉贼，竟敢倒行逆施，必受天谴。凉州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董卓，今汉之灭亡，皆由于你之缘故。昔日王莽篡逆，亦是汝之下场。但今汉室将亡，咱家乃顺应天命，天定之事，何来倒行逆施？如是我见不利否？董卓，我等汉朝老臣岂会怕你？但若任由汝之奸贼称帝，天下将不知几人效仿，我等岂会坐视不理？哼！董卓，汝何敢自称天命？岂不闻秦城虽为反贼，但究其身份乃先秦血脉，却也只称王位称帝。汝这老匹夫如此妄言，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董卓顿时气炸了，卢植竟然拿秦城来堵他的嘴。陛下万不可答应禅位于董贼，不然汉室则再无兴复之机。放肆！今射我者生，灭我者死。左右将卢植、杨彪、朱俊这3人给咱家拖出宫门斩了。相国，自3人皆为汉室元勋，且声名在外，与相国称帝不利，倒不如逐出凉州，等出凉州地界，是死是活，则与相国无丝毫影响。咱家也不是不讲道理之人。汉室将亡，你等汉室忠臣既不愿臣服于我也罢，若你等就此离开凉州地界，咱家也不追究你等刚才之罪。但若不识好歹，那咱家也不介意送你等下黄泉。嘿，董贼匹夫，死则死耳，何须多言？你跟我装什么装？既如此，那咱家也不在乎什么名声了。来人！且慢，只要相父放过他们，朕答应禅位于相父。陛下，万不能禅位啊！陛下，诸位爱卿，朕不孝，不能为我汉室江山保留一线希望。朕愧对列祖列宗，汉室已无力回天，就让朕把皇位禅让给相父吧。400年大汉呐，亡了。刘协心里很清楚，如果今天不禅让给董卓，明天就得死。自己反正是砧板上的鱼肉了，倒不如找机会离开西凉，或许还有机会。相父，朕又登基，幸蒙您照料，方得平稳度过这几年。如今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回洛阳祭拜先父，为先父守孝。不知相父能否看在祖母的份上，让朕离开西凉？你能自己想通最好不过，你想离开西凉也不是不行。多谢相父，朕宣布禅位于相父董卓。陛下使不得。陛下万万使不得。陛下万万不可呀！即日起，凉州改为凉国，不为凉地。念诸君勤政，吾登基之时，当为各诸君封侯赏爵，俸禄翻倍，果而奉先。为父先封你为护国大将军。多谢义父，而定誓死保卫我凉国江山社稷。文有，咱家就册封你为凉国丞相。谢岳父。刘协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眼眶微微泛红。皇位我已经禅让，不知相父能否让我先行离去？咱家隐了，咱家乃你祖母的侄子，自然也不忍心看你在路上遇到危险，就派200精兵护你上路吧。多谢相父，我这就去收拾东西。刘协刚走出大殿，杨彪、卢植、朱俊等人便跟了过来。陛下，您为何要答应禅位给董贼？我若不从了董贼，将被其继续软禁，甚至还有性命之忧。我知道诸公都是我汉室忠臣，可惜时不待我，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待离开长安，我再与诸公细说。邺城后宫，王兄，能不能让我也骑一会儿木马？我把糖果分给你吃。我给阿姐玩都不给你玩。阿弟，给穆弟玩一会儿吧。母后说了，我们兄弟姐妹要和睦相处。呸！秦泽和秦陵乃张宁嫡出，很早便被秦城封为世子，而秦牧乃赵双庶出。阿姐，你来玩吧，这是父王送我的，我想给谁玩就给谁玩，就不给穆弟玩。嘿嘿，听到这话，秦牧顿时不乐意了。嗨啊！你竟然敢打我，找死！不好了，世子打起来了。母妃，王兄他推我。闷儿，是谁先挑衅的？孩儿想骑木马，他不给我骑。木儿，你记住，不是你父王给你的，不能跟你兄长抢。怎么回事？
启禀大王，世子殿下与王子木争夺木马。泽儿，给姑过来。母后，怎么回事？姑要听你亲口说。父王，穆帝想骑儿臣的木马，儿臣就说了一句：“这是父王给我的，给阿姐先玩，不给她玩。”他就打了儿臣的胳膊一拳，然后儿臣就轻轻的推了他一下。木儿，你王兄刚才说的，你可听到？都是真的吗？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要害怕，要是你王兄欺负你，父王为你做主。听到父王为自己做主，秦牧偷偷瞟了眼自己的母妃。父王，这件事是木儿先挑起的，我不该想要玩王兄的木马，王兄骂我是对的。母妃跟木儿说过，父王不给木儿的，让我不能去跟王兄去抢，以后我再也不敢抢王兄的任何东西了。父王，都是木儿的错。木儿啊，父王给你王兄做的木马，虽不能给你，但父王可以再亲手给你做一把木剑，你觉得怎样？好耶，好耶！好了好了，都是小孩之间的玩闹罢了，没必要严肃处理。大王，咱们先入席吧。泽儿，等着姑晚上再来好好收拾你。夜晚，秦泽一脸忐忑地站在房间里，等待秦城发落。泽儿，你可知错？儿臣没错，父王给儿臣的木马，凭什么弟弟要玩，儿臣就必须给他玩？把手伸出来！儿臣没错，父王，你非要打儿臣，就给儿臣一个理由。哟呵，就凭我是你父王，手痒了想抽你，这理由够不够？父王，儿臣是对的，那为什么要让儿臣认错，还要打儿臣呢？打你是因为你对弟弟没有包容之心。今天你能守得住父王给你做的木马，父王相信将来你也一定能守得住父王给你的大秦。儿臣明白了。